只是在酒吧唱了首说了再见，竟被人录下发布到了网上，直接拿下了13亿纯情舔狗。而你原本有一个结婚6年的明星女友，她为了保住自己清纯才女的人设，直接甩给你500万，向你提出了离婚。此时你看着桌上的离婚协议书，问了女友最后一个问题：娱乐圈真的有这么好吗？提及自己喜欢的东西，任琪琪原本有些淡的眼神亮了亮，微笑着点头。那是当然，她在这些年里收获了大半人气和地位金钱的她，自然觉得娱乐圈很美好。你若有所思地看着她，抬起头勾起一抹淡淡微笑。那如果我也进娱乐圈呢？任琪琪笑了笑，看着眼前这个虽然英俊但已不再年轻的男人，正准备搭话，收好离婚协议的经纪人红姐却是噗呲一笑，她用鄙夷的眼光上上下下将你打量了个遍。虽然你的外形还不错，只可惜娱乐圈比你帅气年轻的小鲜肉更多，你这个年纪想要进娱乐圈根本不可能。听到这话的你丝毫没生气，只是耸了耸肩膀，对他笑了笑，随后站起身，朝着酒吧的展示架走去。走到一处钢琴旁，老板笑着点了点头，这事也不奇怪，平时也有不少人在咖啡馆内弹唱。你清了清嗓子，对着话筒说道：各位，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这首歌送给一个人，也算是对以前的一个交代吧。从此之后，希望我们都各自安好。此时咖啡馆内的人不多，听见这样的举动，将所有人的视线都吸引了过来。你弹响前奏，几个音符断断续续的倾泻而出。任琪琪坐在角落，望着充满自信的苏浩，微微出神，恍惚之间似乎又看到了当年他们刚刚在一起的日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说了再见》，你轻轻说了一声，开始弹奏琴键，低沉磁性的嗓音从话筒中传了出来，曲调缓慢悠扬，又带着一丝沧桑。瞬间整个酒吧都静了下来，安静地看着舞台上的这个青年。离开校园之后，在这个充斥着欲望和现实的时代，人们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单纯的情感。你的歌声将任琪琪的思绪拉回了二人还在校园的日子，那时你们都还很年轻，以为能够永远在一起。他的眼光渐渐湿润，心中突然生出万般的不舍。他颤着声音扭头看向了红姐：红姐，我能不离婚吗？红姐此时正一言不发地看着苏浩，没想到他居然能写出这么好的歌。在听到任琪琪的话之后，忽然猛地回过神，皱着眉头说道：你傻呀，你知不知道现在多少人盯着你的位置？现在是你事业的巅峰期，苏浩他有什么，又能带给你什么？他配不上你，而且要是你结婚的事情被外界知道了，你这辈子就毁了，知不知道？任琪琪抿了抿唇，强压下心中的感情，最终还是没再说些什么。你的歌声还在继续。若角色对调，你说好不好？你的笑，你的好，脑海里一直在绕，我的手忘不了你手的温度。心碎了一地，捡不回从前的心跳，深陷过去我无意逃跑，说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能不能就这样忍着都泪不掉，说好别忘到老，永恒往哪里找？再次拥抱，一分一秒都好。一曲终了，众人才慢慢回过神，满眼惊艳地看着眼前的青年。掌声充斥在这间酒吧之中。任琪琪此时已经整理好之前的情绪，神色复杂地看着你。结婚之后，是他太忽略了苏浩，竟然连他做了这么一首好听的歌曲都不知道。此时你也站起身准备离开，站住！红姐怒斥一声，她看不惯你这副假清高的模样，明明穷得一塌糊涂，却偏偏不在乎500万的分手费，如今更是摆出这副姿态，好像是他甩了任琪琪一样。尤其是任琪琪现在垂下头，双眼泛泪的模样，更是让红姐怒不可言。她一把拉住任琪琪，我们走。她被红姐拉着就朝着外面走去，她脸上全是愧疚跟无辜，好似人设那般清纯，这也让你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讽刺。是人设也好，是其他也好，你也根本不在乎。然而500万的分手费，那更是一个笑话。此时你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徐总，我要出歌。另一边，云艺音乐公司的会议室内，在员工面前素来冷静沉稳的徐少，此刻满脸涨得通红，无比激动地举着手机。下面的员工面面相觑，徐总在开会时可从来不接电话。今天的会议也是公司内筹备了好久的项目。近几年，云艺虽然出了几首还算不错的歌曲，但发出去之后反响平平，没有一首歌曲大爆。而会议定在了今天，一旦实行，将会决定云艺公司的成败。徐少开会前还吩咐了，禁止任何人打扰。徐少拿起手机的时候，神色还很平淡，但不知道是看到了什么，神色大变，破了开会不接电话的例。只见徐少深吸几口气，生怕自己听错了，他在衣服上搓了搓手心里的汗，
这才小心翼翼地开口：“白起先生，你要出歌？我没听错吧？”这2个字一出，众人浑身一震，皆是变了脸色，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徐少。白起在整个娱乐圈可能没有太大的名声，但在流行音乐的这个圈子里，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市面上很多脍炙人口的流行歌，若是有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作曲人和写词的名字都是白起，甚至云艺旗下的许多一线歌手都是靠着白起的歌才大火起来的。也因为这些被白起的歌捧红的艺人，云艺才彻底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只是在3年前，白起却突然消失了，没有人能够联系到他。众人屏息凝神，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徐少的身上。他的手机声音并不大，但此时会议室中实在是太过安静。电话那头一个磁性的男声落入众人的耳朵：“我明天过去。”徐少微微一愣，但却已经明白了对方是什么用意。他脸上带着喜色，突然想到了什么，面色一肃，看向了还在发愣的员工。会议终止，吩咐下去，全公司的人都给我打气精神，明天迎接白起。另一头你挂断了电话，在心中叹了口气。其实你并不后悔和任琪琪结婚，毕竟那个时候你们还是过了一段相当快乐的日子。可你现在并不甘心，想到红姐看你的眼神，你不想再这样平庸下去。这个世界与华夏很是相似，但只是和前世相比，这里缺少了很多东西。这个世界的华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断档，后面也导致人们的文娱世界十分匮乏。崇洋媚外在这里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而你拥有着前世的记忆，不想让这些东西埋没了，你要让前世那些经典好听的歌曲响彻在这个华夏，甚至整个世界。你只是在酒吧唱了首说了再见，竟被人录下发布到网上，直接拿下了13亿纯情舔狗。而原本你有一个结婚6年的明星女友，为了保全自己清纯才女的人设，直接甩给你500万向你提出了离婚。可你却并不在乎，只因这个世界的文娱产业十分匮乏，崇洋媚外几乎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而你拥有着前世的记忆，知道许多华夏经典有名的歌曲，所以你相信在这个文娱落后的世界，一定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顶端。次日，云艺音乐制作公司，徐少带着助理亲自站在门口等待你的到来。不只是他，就连公司里一些高层也来到这里。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名穿着靓丽、面容绝美的女子站在徐少旁边。若是有外人在这里，他一定会尖叫出声，因为眼前这个女子正是最近当红的性感女神范柔锦。因为天热，脸上都渗出了一层薄汗，但她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依然耐心的在此等待着，因为她知道白起就要来了。作为一名女歌手，范柔锦十分崇拜白起，早就想见见他本人。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过了一会，一辆出租车缓缓在云艺公司门口停了下来。你穿着一件普通的 T 恤，从出租车内走了下来。徐少多看了这个帅气的年轻人2眼，随后就将目光移开了。在他的想象中，白起至少也应该是步入中年了，不然也不可能拿出来那么优秀的作品。你径直的走了过去。你好，我叫白起。徐少惊讶的看着你，你淡淡一笑，早就料到他不会轻易相信，于是将自己和他专用手机号码报了出来。徐少这才相信。你好，你好，我是云艺音乐公司的老总徐少。你笑着与他握了握手，随后便跟随来到一间 VIP 会客室内，3人落座。徐少期待的看着你，而你毫不含糊，直接表明来历。是的，没错，我这次来是要准备出一首新歌，而且这次我要用自己的署名。白起并不是我的真名，其实我的真名叫苏浩。徐少先是一愣，旋即一阵狂喜。白起，不，苏浩先生，您这是打算真正的出道了吗？而你却没有回答徐少的问题，而是微微侧目，看向了坐在徐少身边的范柔锦。听说这是你们公司的新人，她唱歌唱得怎么样？徐少连忙回答道，她是我们的新晋女神，虽然出道才3年，但她凭借一首《问情》彻底爆红，这些年来更是斩获了国内各大音乐奖项，一跃成为1线女歌手，拥获粉丝无数。而听到这话的范柔锦倒也不生气，只是心里忍不住嘟囔，她的脸上扬起了一抹兴奋。她已经崇拜白起很久了，能够为他唱一首歌，那将会是多大的荣幸。若是能够让白起指点他一下，那就是再好不过了。既然如此，那我就献丑了。范柔锦清了清嗓子，闭上双眼，轻轻哼唱起来。范柔锦的音色很特别，成熟中又带着鸡冷面，虽然并不是当下流行的甜美嗓音，她哼唱的歌曲却独有一番风味。一曲过后，范柔锦停了下来，像是个想要被老师夸奖的孩子，期待地看着你。苏浩先生，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你点了点头，嗓音不错，无论是你的戏腔，亦或者是高音，还是曲风，这些固然唱得不错，但是这都不是你的特色。范柔锦迷茫地看着你，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并没有着急地回答他，而是缓缓地开口，低沉磁性的嗓音响起，应该开心的地带，你给的全是空白，一个人假日发呆，找不到人陪我看海。我想你应该明白，却一直都进不来。你说给我的伤害，我是真的很难释怀。范柔锦浑身一颤，仿佛在这首歌中看到了自己。徐少更是忍不住站了起来，朝着你靠近，想要将这首歌听得更清楚些。然而歌声却在此时突然停止了。你睁开了双眼，微笑着看着激动的徐少，以及已经完全愣住的范柔锦。二位觉得我这首歌怎么样？范柔锦擦了擦眼角不知什么时候溢出的眼泪，忍不住的点着头。非常独特的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都很完美。徐少眼神炽热的盯着你，心中兴奋的难以言表。如此独特又抓耳，
必定能够在娱乐圈内掀起一股巨大的风浪。那么苏浩先生，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这首歌名字叫《倒带》。你淡淡的回道。徐少在嘴里反复回味着这几个字。苏浩，你是打算用这首歌当做出道单曲吗？你摇了摇头，看了眼范柔锦，这首歌是给他唱的。范柔锦突然有种被天降惊喜砸中的感觉，一脸的不可思议。真的吗？这首歌真的要给我吗？见苏浩点了点头，范柔锦激动的脸上挂了一层浅浅的粉色，整个人更加明艳动人。我一定会好好来演唱这首歌的。而就在这时，徐少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猛地拍了下大腿。正好，这首歌就用在下个月的《我是歌王》综艺上用来打擂。《我是歌王》这个节目主要就是邀请娱乐圈内各大歌手明星，一人守擂，一人打擂，很简单的规则，几乎没有什么花哨的玩法，但仍然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观看。而这个节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那就是所有的曲目都必须是还未发布的全新原唱曲目。你听了思索片刻后笑了笑，既然如此，那我就再出2首歌给你们吧。既然要赢，那就赢得漂亮点。而且等到节目播出后，你们还可以将这3首歌制作成专辑。徐少连连点头，脸上的激动溢于言表，实在是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签合同。你点了点头，徐少打了个电话，连忙将准备好的合同拿了出来。在确认无误后，你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徐少小心翼翼将合同收好，这才转过身来问道：下个月节目就开始了，时间上可能有点紧张，还剩下2首歌，至少要在3个星期内完成，剩下1星期需要留出来给柔柔排练。你淡淡一笑，放心，给我2天时间就足够。这下徐少和范柔锦都有些吃惊，2天就能做出2首歌。不过转念一想，苏浩的确是有这个实力，徐少更开心了。那就好，那就好，这次真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啊！公司对于这件事本来是十分忧心的，本来打算直接去买歌了。签完了合同，你也没有在这里多待，而是回到家中准备编曲。曲子嘛，你脑海里都记得清清楚楚，只需要照着做出来就好了。经过2天的时间，就将3首歌的编曲和歌词全部制作完成，以邮箱的形式发给了范柔锦。而他在经过1个月练习后，也是很快来到了比赛录制的当天。演播大厅内，大家都紧张地盯着大屏幕上的倒计时。与此同时，你窝在沙发上，打开了云城官方直播间。随着镜头逐渐拉近，男主持人举着话筒，带着职业式的微笑，相信大家已经十分期待了。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有请本次节目的擂主任琪琪。此时的屏幕之外，你抬起头，眼中的讶异一闪而过，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这可就有趣了。在主持人话音落下的瞬间，镜头一转，灯光变得昏暗，任琪琪拿着话筒，双眼轻轻闭，舞台上的灯光打在她白色的连衣裙上，泛起浅浅的光晕，整个人轻灵又仙气。音乐响起，任琪琪脸上带着忧伤的表情，轻轻唱了起来。这是一首情歌，大概讲的是分手后的失魂落魄，在失去后怀念在一起的种种。歌词写得很好，曲子也做得不错，再加上任琪琪的唱功，台下的观众不少都流下了眼泪。5分钟过去，任琪琪的身影随着升降台缓缓下落，此时画面再次一闪，屏幕中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范柔锦一向走的都是性感路线，今天突然换了一种风格，显得整个人无比冷艳。音乐响起，受够了等待，你所谓的安排，说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总是要来不及，才知道我可爱。我想依赖，而你却都不在。应该开心的地方，你给的却是空白。一个人假日发呆，找不到人陪我看海。我在幸福的门外，却一直都进不来。你累积给的伤害，我是真的很难释怀。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点成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被出戏，就别离开了。范柔锦刚一张口，原本还尖叫着呼喊范柔锦名字的粉丝瞬间安静了下来，他们像是被定住了一样，眼神紧紧锁在范柔锦的身上，她的声音牢牢地抓住每个人的耳朵，所有人都放慢了呼吸，直到范柔锦唱完最后一句歌词，人从舞台上消失，可众人还是久久不能回神。而在不远处的红姐盯着笑容满面的范柔锦，面色铁青。虽然具体的数据还没有出，但她清楚地知道任琪琪已经输了，完全没有可比性。任琪琪虽然心里也不舒服，但还是连忙出声安慰：放心吧，红姐，还有2场呢，咱们的压轴还在后面。听到这话，红姐的脸色才变得好看了些，她拍了拍任琪琪的肩膀：你说的没错，咱们要沉住气，就算第1首歌唱得好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要成为他们的垫脚石。等到数据出来，毫无悬念，倒带以100%的支持率胜出，2人的比较还在继续。上场前1秒，
红姐捏了捏任琪琪的手，任琪琪点了点头。在经历过一次失败过后，心里却有几分紧张。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中紧张的情绪，缓缓走向了舞台。她准备的第2首歌依旧是一首情歌，只不过和刚刚的不同，那首歌写中表达出了爱情的美好和甜蜜，是一首让人听了会心情愉悦的歌曲。这首歌原本是应该被用作压轴出现的，但因为之前的失利，任琪琪将这首歌放在第2轮首类。一首歌唱完，任琪琪看着台下观众更为热烈的反应，心中微微有些得意。就算赢了一次又怎么样？她一定能够首类成功的。此时范柔锦再次登场，随着前奏缓缓响起，就像是把人带到了那宁静燥热的夏夜，那缠成一团的耳机线和翻来覆去的思念，而只唯独向往盛夏的夜风。她绕过发梢，穿过指尖，伴着池塘旁的点点萤火，将满天星光摇碎。这一抹夏风，好像诉说着人间清灵万物可期。七月的风蓝蓝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慢慢的一阵雨后雨下过，气温攀升的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的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2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你的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那不紧不慢带出跳跃性的节奏感，动听而舒服。她的声音也是慵懒的，如此自然而然地配合着这调子，一切恰到好处，既唱出了一份夏日的心情，也唱出了属于夏日那独有的一番记忆。为什么你不在？晚上风不会回来。场景2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你的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一曲唱罢，台下的观众掌声雷鸣。这首《夏天的风》毫无疑问再次将任琪琪碾压，2次打擂成功，范柔锦100%的支持率，任琪琪已经没有翻身的机会了。然而最后一轮的首擂还是要继续，接连2次的失利，让任琪琪始终苍白着一张脸，在最后发挥的时候，甚至还忘记了一段歌词。这可是直播呀，重大的演出失误，他连自己怎么走下台的都不知道，他的脑子里一片乱麻，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就这么输了。那可是他们花大价钱从金鼎买下来的歌，而对方不过是从一个小人物手中拿到的歌。红姐的脸拉得老长，心中无比烦闷。然而她此时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范柔锦走上领奖台。范柔锦举着奖牌，笑容灿烂，双眼都完成了月牙，和在舞台上唱歌时的冷艳大相径庭。其实一开始在练习这首歌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甚至让我迷茫，自己到底是不是能够唱好这首歌。范柔锦笑了笑，脸上出现浅浅的羞涩。不过我很感谢一个人，是他让我成功越过这道阻碍，这才能够完美的将这首歌演唱出来。主持人打趣道：“我们柔柔害羞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呢？”范柔锦微微一愣，双眼亮晶晶的。他是一个十分有才的人，我很敬仰他，崇拜他。主持人也不过是调侃2句，自然不可能追问。时间一点点过去，后面还有2轮其他人的擂台比赛，只是经过之前范柔锦那3首歌的熏陶，观众们听得索然无味，只是怀念着范柔锦的歌声。我是歌王本期节目很快结束了，但网络上的发酵却在持续升温。首先是倒带这首歌，很快就被人单独剪辑出来，发在了网上。随着关于这首歌的搜索量越来越多，不到1小时就冲上了微博热搜第1。而仅仅一夜过去，范柔锦的微博粉丝数量暴涨了500多万。不过大家很快就将目光转移到了作曲上，回味着曾经那段最美好的记忆。你在电影片场内唱了一首《那些年》，不仅让片场的导演拍手叫好，
在场的所有人更是纷纷落泪，怀念着自己逝去的青春。而随着《我是歌王》的节目结束后，你也是像往常一样，在家记录着前世那些有名的歌曲。正等你打算休息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了进来。你看了眼手机屏幕，是《我是歌王》节目组的导演王导打来的。你接了起来，王导显然是个自来熟，开门见山的说道：“小浩啊，我这边有个事情想拜托你一下，想让你帮忙写首歌。你看看。”你正要回答，王导连忙补充道：“你放心，徐总那边都和我说过你的价格，我们价格方面肯定是不会亏待你的，就按照你说的来。”你点了点头，没问题。报了地址后，你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出了门，来到了约定好的地点。这里位于云城城市边缘的地方，虽然不是很繁华，但环境清幽，非常适合商谈事情。刚推开门，你就看到王导正和身边的一个人似乎在讨论着什么。看到你进来后，王导站起身，笑着和你打了个招呼，随后给旁边的人介绍道：“这位是苏浩，范柔锦那首倒带就是他写的。这位是程毅，也是电影剧组的副导演。是这样的，程毅他们那边电影快拍完了，电影音乐的选择也提上了日程，准备尽快将电影制作完成。但是在电影主题曲的选择上，他们遇到了点问题。一部电影在音乐的选择上也是有很大的讲究的，曲调和歌词都要符合电影的主题和意境。程毅作为副导演，为这件事头疼了很久了。虽然市面上有很多成品歌曲，但程毅挑来挑去也没有选择到满意的。直到他和王导随口聊起这件事的时候，王导便和他推荐了苏浩。你思索了一下，问道：“你们那是个什么类型的电影？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只有在知道电影剧情故事之后，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曲子。但是电影还没正式拍摄完成，双方也没有签保密合同，程毅不可能把剧本给你看。他大概讲了一下电影的内容，是男孩和女孩在校园中发生的故事，但最终还是错过。市面上同类型的作品已经被拍烂了，几乎很难出彩。你沉吟了一下，没有具体的情节，我也不知道你们的电影适合什么样的歌曲。要不这样，你们方便不方便带我去片场看一看？我可以签一份保密协议。程毅思索了一下，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便点了点头。可以，正好我们剧组就在云城拍摄，就在云水大学里面，离得近，我们现在就过去吧。现在正是7月份最热的时候，学校也放了暑假，因此学校里除了剧组人员和学校老师在这进进出出，就没有什么人了。程毅先是给了你一份保密文件，你大概看了下，大约就是禁止拍照录像，禁止泄露现场剧照之类的，否则就要追究法律责任。你扫了一眼，没什么大问题，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你们一路来到剧组所在的方向，你赶到的时候，正巧碰到男女男主在拍戏，现场除了机器录像和男女主的笑声，十分安静。直到男女主将这一段拍摄完毕之后，程毅才带着你来到了总导演廖导的面前。廖导先是上下打量了你一眼，然后客气地说道：“你好，我听过你写的歌，确实蛮不错的，不过我这边还有点忙，现在让小程带着你随便看看吧。”就在这时，一个甜美的女声响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从哪个角落跑了出来。她身上穿着学生短裙，头发被扎成一个马尾，眼神清澈，脸蛋圆圆的，十分清纯。你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了她。女孩笑容灿烂，就像是刚从校园里走出来的学生，只不过她在表演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天赋，表情很僵硬。注意到苏浩的视线一直放在女孩的身上，程毅凑到你身边说道：“她叫丁露，很好看吧？甜橙少女组合出来的，前几年爆火过一阵，只可惜这几年不行了，过来当个花瓶也挺合适。这也是为什么明明丁露的演技不过关，廖导却没有喊咖的原因。然而你并不是被丁露的颜值吸引，只是与她曾经有过一面之缘。”你盯着她看了一会儿，随后便收回了自己的视线。直到中午12点，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剧组也都开始了休息。廖导此时也终于闲了下来。抱歉啊，片场就是这样，忙起来就顾不上什么了。不过事情我都听程毅说了，你的确是很有实力的。不过在那之前，我还是想亲眼见识一下。你说你看看片场之后了再说。现在这也一上午了，对于我们电影的主题曲，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你沉吟着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一脸为难的样子。这样的苏浩不禁让程毅心中打起了鼓，该不会是没有什么想法吧？可千万别呀，让苏浩这么一个新人为电影作曲，他当时可是费了好大劲才让廖导同意的。此时廖导也皱了皱眉头，脸色也不好看。他最讨厌别人浪费时间，可苏浩是王导介绍过来的，他也只是忍了忍，随后说道：“如果真的没什么想法的话，那就算了。”这时程毅更着急了，轻轻推了推你。此时你回过神来，轻轻一笑：“抱歉啊，我刚刚只是在想，到底用哪首歌比较合适。”什么？两人当场愣住。你从自己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递给了廖导：“这些都是我写的，你喜欢哪首自己挑吧。”廖导瞪大了眼睛，有些不可思议地看了你一眼：“这都是你写的？虽然没有曲子，但光看歌词也是精品中的精品了。”他赶紧仔仔细细地将这10几首歌看了下，突然他目光一顿，视线停留在一首歌上，仅仅就几段歌词，就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他沉思了一下，随后开口问：“这首歌的曲子是什么样子的？”你朝着他指的歌词看了一眼，问道：“这里有吉他吗？”这部电影拍摄的是青春剧，里面自然是少不了吉他这种道具。廖导连忙让工作人员拿了一把过来，你调了调吉他，音色还不错，随后拨弄琴弦，优美的旋律就在此刻传了出来。此时大家刚吃完饭，正在享受难得的休息时间，听到你这边传来的动静，也都纷纷凑了上来。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这首歌曲调悠扬又青春，随着你的声音，众人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上学时的那个夏天，记忆一点点浮现了出来。人总会长大，青涩的爱情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那份真挚又单纯的爱情却永远留在他们的心中。你磁性的声音在这一方空间低声浅唱着，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你的身上，有些人的脸上露出追忆的神情，有些人眼中甚至泛起了泪花。人群后面的丁路看着唱歌的苏浩，眨了眨眼，脸上浮现出一抹疑惑，这个人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此时的廖导站起身，无比激动地看着你，这首歌就是我想要的感觉。你将笔记本收起，笑了笑，既然廖导满意，那自然就是再好不过了。简单的商议过后，诚意将签合同的时间约在了3天之后。片场很忙，你也就没有多待。完成正事之后便准备离开，只是刚走出片场，还没等到走出校门，你便远远看见一个女孩站在树下。女孩身上的校服还没有换下，在看到你时，脸上闪过一抹犹豫，但片刻之后，很快迈着步子朝着你跑来。显然这个女孩是专门在这里等你的。女孩跑了过来，白皙光滑的额头上又一层细密的薄汗。她平复了一下紊乱的呼吸之后，这才伸出了纤细的右手。你好，我是丁路。你挑了下眉头，同她礼貌地握了握手，又很快收回。你好，我叫苏浩。丁路垂下长长的睫毛，在嘴里低低念了几声苏浩的名字，脸上的疑惑更盛。他深吸一口气，索性直接将自己的疑惑问了出来：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我总感觉你很熟悉。你淡笑看着他，没有立即说话，这副态度却让对面清纯美丽的女孩红了红脸，有几分尴尬的摆了摆手。抱歉，我不是来搭讪的，可我是真的觉得你很眼熟，但我总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他摸了摸鼻子，脸上有些不自然，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丁路很尴尬，正准备转身离开，却突然听到你传来的一道低低的笑声。你这时开口道：我只是觉得当年那个在雪天里哭泣的小丫头，这么多年过去，好像还是没什么变化呀。丁路皱了皱眉，他什么时候在雪天哭泣过了？不对，除了有一次。他猛地抬头盯着你的脸，思绪飘向了几年前的那个冬天。那个时候他们刚刚成立组合，还没有什么名气，但公司自然不可能养着他们5个闲人，给他们接了许多商业演出。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但名气却不上涨。后来经纪人提出让他们去陪酒，丁路当然不愿意。那一天，丁路和经纪人大吵了一架，随后跑出公司，跑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大哭起来。路上行人来来去去，却没有一个人看他，给他安慰，他就蹲在街边无声地哭着。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人出现了，他戴着帽子和口罩，有很浓重的感冒音，轻轻拂去他头顶上那层雪花，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丁路忍不住对着陌生人倾诉，最后这个男人什么都没说，只是给了他一段旋律。他靠着这段旋律彻底爆红，摆脱了去陪酒的命运。男人临走前告诉了他的名字，白起。后来这个名字在音乐圈广为流传，但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他才知道自己当时认识了多么不得了的人物，而这件事情他从未告诉过别人，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只将这一份回忆藏在了心里，成为了他珍贵的回忆。记忆中白起的身影渐渐和眼前的苏浩重合，丁路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和声音，激动的差点要跳起来。白起！丁路几乎失声般的喊出这个名字。你手指放在丁路的唇上，虚小声点，别激动，你叫我苏浩就行。丁路狠狠的点头，泪水忍不住从眼眶中流下，带着哽咽的哭腔。苏浩对于他来说是命运中的贵人，他擦了擦脸上的眼泪，脸上重新挂起笑容。苏浩，刚刚你唱歌的时候，我也在唱，你果然是天才，随便一首歌都那么好听。只不过，丁路似乎想到了什么，这笑容还没出现几秒，又慢慢沉了下去，眼神低落。对不起，你当初给了我那么好的旋律，但是我现在却混成这个样子。你摸了摸丁路的头顶，安慰道：这不是你的原因。说实话，丁路的外表真的很不错，他不同于范柔锦的火辣冷艳，反倒是充满一种邻家小妹妹的味道，光是看上一眼就很是惹人怜爱。不是你混得不好，而是说你没有找对你的路子，在家加油，一定可以的。可是我已经22岁了，在娱乐圈里算不上年轻了，现在10几岁就出道的新人太多了，一不小心就会被淹没在浪潮中。你拖着下巴沉吟了一下，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你缓缓笑了起来，说道：
要不你以后就跟着我混。丁路眨了眨眼，没听懂你说的话。你笑了笑，解释道：是这样的，我准备开个艺人工作室，现在正好缺人呢。你要是想的话，可以过来。你现在手里拥有大量的歌曲，想要捧红丁路，那简直是轻而易举。当然，你的那个组合要是想过来的话，也可以一起。但是在那之前，我得看看他们的实力怎么样。丁路的脸上先是闪过一抹惊喜，差点当场就答应苏浩，不管苏浩的工作室到底是什么样，能不能做起来，他都愿意跟着苏浩。可他很快就冷静下来了，想要从娱乐公司跳槽，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光是解约费用就要赔上好几百万。而你看出他的犹豫，也没催促，而是将自己的电话留给了他。丁路将你的手机号存好，点了点头，随后扬起微笑：苏浩，谢谢你。说完，他便转身小跑着离开了，气喘吁吁地回到片场，在化妆间就遇到了面色十分难看的经纪人。你跑哪去了？找你半天找不到人，电话也不接。丁路低头看了看，这才注意到自己手机上有好几个未接。经纪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事就给我老实待着，这场戏拍完了，晚上还有一场商演，都给我把精神打起来。说完，经纪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丁路站在原地，低着头，心里不是滋味。当初红的时候，经纪人对他可不是这个态度，现在名气不如以前了，公司就在疯狂压榨着他们剩余的价值。到了晚上商演结束后，经纪人踩着高跟鞋，手里拖着一个拉杆箱走了进来。从明天开始，你们的穿衣风格全都要换，这是公司给你们准备的衣服，明天我必须看到你们的变化。丁路走上前去，随便挑了一件，眉头狠狠一皱，这是件红色吊带裙，上面是大片大片的闪片，衣领也开得很低，如果穿上的话，恐怕很容易走光。我不穿。丁路很抗拒，其他女孩也皱着眉头，一脸的不情愿。经纪人嘲讽一笑：你觉得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他将这5个女孩从头看到尾，你们还真把自己当成刚出学校的大学生了，装什么清纯？这么多年了，你们又给公司带来多少效益？公司可不会养着你们这群闲人。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要是不照办的话，就等着被公司雪藏吧。丁路连同其他4个女孩和公司一共签了10年的合同，现在过去了8年，还剩下2年。如果被公司雪藏，对于他们来说将会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他看着经纪人远走的背影，紧紧地捏着口袋里的手机，心中做出了一个决定。你在第2天就接到了来自丁路的电话，对方的声音有点闷闷的，显然是刚哭过。苏浩，昨天你说的话还算数吗？你笑了笑，当然，我随时欢迎你。好，我现在来找你。丁路挂断了电话，问了你住的地方，没过多久就来了。你打开门的时候，就看见他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双眼红彤彤的。除了他之外，身后还跟着4个美的各有千秋的女孩，5个靓丽的女孩站在他家门口，惹得不少人朝着张望。你连忙让他们进来了。5个女孩坐在沙发上，显得整个客厅都有些拥挤。其中4个女孩虽然不像是丁路那样哭过，但脸上的神色都很不好看。你给他们一人接了杯水，丁路捧着温热的水杯，刚才一直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说说吧，发生什么事了？丁路将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昨天经纪人和他们说了那些话之后，几个女孩当然是不愿意，照常穿着平时的衣服去了公司，这自然也就引起了经纪人和公司的不满，拉着他们就到办公室骂了一顿，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后来4个女孩也加入了这场混战，场面十分混乱。5个人这次的行为彻底惹怒了公司，经纪人停了他们所有的通告和活动，并且将他们从公司宿舍里赶了出来，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回去。几个女孩都是独自出来打拼的，被公司赶出来之后根本就没有地方去。丁路这才给你打了电话，带着几个女孩来到了你家。你听到事情的原委之后，淡淡一笑，这也是好事，你们那种公司也确实没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几个女孩沉默着不说话，被公司赶出来，她们还能去哪呢？她们当然还想继续在娱乐圈发光发热，只不过现在恐怕没有公司再愿意要她们了。行了，具体我也清楚了，那现在就开始吧。丁路眨了眨眼，没反应过来。什么？你笑了笑，不是已经决定好了和我混吗？我总得先看看你们的实力吧。除了丁路之外，4个女孩的脸上都闪过一抹惊喜，不管是和谁混，现在既然愿意有人给他们一个机会，那自然是一个好的开端。几个人先是来了个自我介绍，随后每个人都来了一段表演。你看着眼前这些笑得灿烂的少女，暗暗点着头。这些女孩身上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总的来说是个好苗子，只能说她们现在所在的公司不会运作，白白浪费了这几个女孩的青春和时间。你站了起来，从房间里拿来了笔记本，对着几个女孩说道：好了，别浪费时间了，你们抓紧时间练习吧。这首歌将会是你们的主打歌曲，因此禁止泄露和外传。如果这首歌被曝光出去，那对你们将会极为不利的。我将亲自指导你们完成这首歌，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好好努力吧。此时另一边的5乐娱乐公司，于新昌将手里的烟抽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甜橙少女那边怎么样了？还是不肯服软？说起这个，经纪人古曼也皱了皱眉，还没有联系过我，这也是他很奇怪的一件事。甜橙少女组合里的几个女孩都并非本地人，何况在他们离开之前，公司还冻结了他们一部分资金，现在他们身上根本就没有多少钱。于新昌皱了皱眉头，又夹起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算了，你把他们都叫回来吧。甜橙少女再怎么过气，但那到底还是5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啊。好的，于总，我现在就去联系。另一边还在练习唱歌的丁路，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在看到来电显示的瞬间时，他的目光顿了顿。一旁的你注意到丁路的反应，问道：怎么了？一众女孩也朝着他看了过去。丁路犹豫了一下，这才说道：是经纪人打来的。自从被赶出公司之后，经纪人就再也没有给他们发过任何消息，这还是第一次联系他们。丁路心中却有一种极其不妙的预感。你低着头思索了一会后说道：接吧，反正这事迟早也要处理，先听听看他说什么。对面的于曼依旧是那么盛气凌人，语气很不满：你在哪呢？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行了，我不管你那么多，现在你们几个给我立马回公司。听到这话，丁路变得警惕起来。回去做什么？呵呵，还能做什么？当然是介绍大人物给你们认识认识。丁路在这个公司待了这么多年，于曼说这话
话的意思，他瞬间就明白了。他涨红了脸色，一张唇紧紧地绷着，沉默了半天，才一字一句道：“我不去。”于曼笑了：“你们的合约可还在公司的手上？你觉得你们还有选择的权利吗？合约在手，公司想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去做什么。”丁路的声音冷了下来：“我们要解约。”虽然这是早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但丁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说出口。现在将这句话说出来，他心里像是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舒服了不少。于曼先是一愣，随后冷笑一声：“别忘了，解约可是要付违约金的，一个人300万。”不过他没想到的是，丁路这次的态度也很坚决，这些事就轮不着你们操心了，我们现在就去公司谈解约的事。于曼冷笑道：“好，我在公司等着你们。”怎么这样，真气人！不管怎么说，他们曾经也为公司创造过利益，现在他们不红了，公司还要想方设法的榨干他们的最后一丝价值，甚至要他们去陪别的老总。你对着他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去吧，等你们解决完这件事，回来我教你们唱歌。”丁路认真的点了点头，几个女孩收拾了下，便准备出发了。毕竟这次过去可是要解约的，精气神必须要拿出来。走到门口的时候，你突然叫住了他们。我想了下，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你有点不太放心这几个女孩，娱乐圈水深，前世的你在圈子里见过不少肮脏的事，有些公司为了利益什么都做得出来，又是这么几个年轻的女孩，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可能要自责一辈子。丁路想了想也没拒绝，你特地去把车库里停的车取了出来。早上11点左右，一行人终于抵达了五乐公司。五乐公司很小，外观上也不如其他公司那样宏伟大气，看着像是很久以前的旧办公楼。坐电梯来到3楼，进了办公室，推开门，你也终于见到了这个甜橙女孩的经纪人。于曼坐在办公椅上，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在看到是丁路他们来的时候，啪的一下将文件甩到了桌子上，双手环胸的看着他们。来了，我看你们真的是翅膀硬了。丁路已经不想和他废话，走上前去，伸出一只手，解约合同呢？拿来，我们签字。于曼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眼，啧啧了2声，表情很是不屑。哟，几天没见，脾气见长啊。丁路绷着张脸，拿来。于曼这下是真的被气笑了，从抽屉里拿出了5份文件。文件在这，你们签吧。不过我想知道，你们有钱付违约金吗？田成最初的确是给公司不少钱，只不过5月和他们签的合同可是28分的，公司80%，田成20%，这种压榨合同在娱乐圈中很常见，因此田成这些年并没有赚到很多。丁路抿了抿唇，这你就不用管了，我们以后会给公司的。呵呵，以后？于曼笑了笑，当初合同上签的，在解约当天就必须立即支付完违约金。丁路愣了一下，其余几个女孩也愣住了。怎么？不相信？你们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的合同，上面是不是这样写的？于曼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眼神中藏着不怀好意。单纯的女孩们，当初在签合同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条隐蔽的条款。女孩们的脸色瞬间变得很不好，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了，于曼也没必要骗他们。当初一腔热血，在签合同的时候，的确没有太过仔细查看条款。如果签了合同，就必须要立即结清违约金，否则的话，今天你们就别想出公司的大门。于曼有恃无恐地威胁起来了，来了公司就想走，可没那么容易。陶乐乐气得脸色通红，差点上去就和于曼当场吵了起来，被一旁的迟烟一把拉住。迟烟心中也很生气，他强压下心中的情绪，试图和于曼谈判，能不能缓2天，我们再想想办法。于曼一声冷哼，这可是白纸黑字上写着的，你以为是儿戏？这是没有打算谈判下去的意思。女孩们傻站在那，突然有些手足无措，他们上哪去找这么多钱？于曼这是吃定他们拿不出钱来了。于曼见他们不说话，笑了，放软了语气，好了，毕竟你们也在公司做了这么多年了，我也不难为你们，以前的事我就当作没发生过，以后听公司的安排，我保证你们大红大紫。第27 1500万。于曼说完，笑盈盈地看着他们，等着他们的回复。于曼很有信心，他相信田城组合不会拒绝他的提议的，他们也没有拒绝的权利，除非他们现在就能拿出那300万。女孩们面色苍白，站在哪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丁路更是急得眼睛都红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公司居然这么不要脸，可是现在他无可奈何。丁路甚至有点想放弃了，可是那样的话，不就辜负了苏浩的信任？而且他真的不想继续在公司里待下去，从此以后做个不开心的傀儡，走他不喜欢的路子。但是他又能怎么办呢？丁路不由得看向了苏浩，脸上闪过一抹挣扎的神色，动了动唇，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口。办公室里的气氛一时间有些沉闷，压抑的心情压得女孩们心里沉甸甸的。于曼则气定神闲地看着这几个女孩，自信满满地看着她们。正在这时，苏浩看着丁路，嘴角一勾，笑了出来，呵呵。突兀的笑声响起，打破了办公室的沉寂，众人将目光看向了他。于曼这才注意到
这个从进门开始就没有说过话的男人。他皱了皱眉：“你是谁？谁让你进来的？”之前苏浩一直站在几个女孩的身后，于曼又顾着和他们几个人说话，一时间倒也没有注意到他。还没等苏浩回答，于曼就冷声道：“请你出去，毕竟这是公司内部的事，他也不想让外人知道。”丁路刚想张口，苏浩却上前一步，笑了笑：“我是苏浩，也是甜橙少女未来的经纪人。”于曼面色一变，她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随后冷冷一笑：“呵呵，就你想要成为经纪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眼前这个年轻人太年轻了，在娱乐圈像他这个年纪的，顶多也就是个助理。”不过于曼倒是没有想到，居然还有公司愿意要他们。你这话怕是说早了，他们还没有解约，还是我们5月的人。于曼笑了，苏浩也淡淡一笑：“300万而已，这个钱我替他们出了。”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于曼瞪大了双眼，几秒钟过后，他又冷笑一声：“他们5个人可就是1500万，这么多钱，你拿得出来吗？1000多万可不是笔小数目。就算苏浩有这个实力，他也不相信会有公司愿意花这么大的价钱去赔付一个已经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过气组合。”丁路走到苏浩身边，悄悄地拉了下他的衣袖：“苏浩，他自然是不想苏浩帮他们出这笔钱的。他们这几天一直住在苏浩家里，苏浩还愿意给他们写歌，教他们唱歌。对他们来说，苏浩给的已经够多了。”丁路也不想欠苏浩这么大的人情，没想到苏浩张口直接打断了他要说的话：“都这个时候了，就别在这和我客气了。解决了这件事，我们还要继续回去练歌。”丁路张了张嘴，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是苏浩笑了笑：“行了，有什么事情回去再说吧。”其余几个女孩没有说话，只是看向苏浩的眼神有些变了，复杂感动的情绪交织在他们的眼中。苏浩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神情，只是越过众人，来到了于曼的面前，放下一张支票：“这是1000万500万，收好。”于曼拿起支票检查了一下，这的确是一张真的支票，没错。于曼仍然有些不甘心，她知道女孩们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要威逼利诱一番，这些女孩肯定会乖乖听话的。但是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原本的计划。这个叫做苏浩的男人，居然愿意花这么多钱帮他们。既然有钱付得起违约金，于曼已经没有合理的借口再拦着他们了。于曼深吸一口气，走到角落里，拿起手机给于新昌打了个电话，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那就让他们签，这几个女孩过气了，公司还要养着他们，1000多万，他们几年也未必能给公司赚这么多。于新昌道。于曼开口：“那马总那边？”于新昌冷哼一声：“不过就是几个过气女明星而已，公司里多的是，再换个不就行了？”于曼点了点头，回答了一声是，于是便挂断了电话。他回到了办公椅上，将支票收好，冷着脸把解约文件甩给几个女孩：“签吧，签完之后你们就给我滚出公司。”于曼的语气很差，但此时已经没有人去计较这些了。女孩们争前恐后的拿起属于自己的那份文件，不过这次她们没有立即签名，而是仔仔细细的将文件过目了一遍，以确保5月公司在这里面下套。办公室很安静，只有纸张翻阅的声音。于曼抬起头，看向了苏浩：“你这样做，值得吗？1500万，这些钱已经能够再砸出一个小明星了，被别的公司抢了人。”于曼心里总是憋着一口气。苏浩淡淡一笑：“我相信他们会红的。”“是吗？这么自信？”于曼笑了笑：“真是个傻子。这些女孩已经不再年轻了，捧了这么年也没能翻出个浪花来。她在娱乐圈混了10几年，当下粉丝喜欢什么，她再清楚不过了。人都是喜新厌旧的东西，几个女孩已经不可能再翻红了。”想到这里，于曼心里舒服了不少，用一种看好戏的眼神看着苏浩。苏浩点点头：“他们的潜力很大，只不过是有些公司的实力不够罢了。”你……于曼被气到了，但转念一想，此时的苏浩也不说定在逞强而已，这1500万打了水漂，肯定有他哭的时候。那我拭目以待。于曼笑道，心里根本不相信苏浩所说的甜橙少女能红的话。苏浩没有接话，办公室里再次恢复到了之前的安静。很快，几个女孩终于看完了上面的协议内容，再次确保这份合同没有问题之后，几个女孩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第28偶遇，几个女孩拿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文件，直到走出5月的公司大楼，精神还有点恍惚，有着不切实际的不真实感。我们自由了。望着蔚蓝的天空，丁路不由得喃喃一声。马路上的人群川流不息，没有人注意到这几个女孩。陶乐乐也恍恍惚惚的来到了迟烟身边。
你快掐我一把！我们真的就这样自由了？迟烟没有理他，因为现在他也是同样的感觉，很不真实。不只是他，其余女孩现在都是这种感觉。她们在5月待了这么多年，什么苦没吃过？一开始对娱乐圈充满热忱，换来的却是公司永无止境的压榨，像是被困在牢笼一样，无法挣扎。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如此突然的结束，也难怪女孩们一时间有这种反应。苏浩看着他们，笑了笑，鼓了鼓掌，恭喜你们，从今天开始，自由了。苏浩的声音响起，丁路回过神，转头看着他，眨了眨眼，下一瞬，他的眼中泛起了泪花，走到苏浩的身边，一把抱住了他，呜呜地哭了起来。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丁路的情绪也感染了其他人，其余几个女孩就这么站在武乐公司楼下，相互拥抱着，痛哭起来。几个女孩在这里抱头痛哭，苏浩被丁路这么抱着，惹得路人频频朝着这边看。苏浩的神色有些尴尬，双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可现在他又不好推开他，犹豫了半天，苏浩将手放在了丁路的肩膀上，轻轻拍打着，算是在安慰他。丁路就这么抱着苏浩，一时间倒是没有多想什么，只觉得无比安心。几分钟过后，女孩们发泄过后，也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迟延看着还抱着苏浩不肯松手的丁路，抿唇一笑：露露，你抱够了吗？其余几个女孩也调笑地看着丁路，丁路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面色一红，猛地一下将苏浩推开。丁路太过用力，有些重心不稳，差点摔倒在地，还是苏浩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拉住。抱歉，我太激动了，没控制好自己，一想到自己刚刚扑在苏浩的怀里，丁路脸红的都快滴出血了。不知道苏浩会怎么看他，会不会觉得他很轻浮？苏浩只是淡淡一笑，表示理解，没什么，我明白的，毕竟能够逃出这么一个牢笼，放在谁身上，谁都会激动的。丁路这都算克制了。丁路听到苏浩的话，羞得脸色更红了，心脏砰砰直跳。苏浩清了清嗓子，好了，为了庆祝你们脱离苦海，今天我们去吃大餐。众人看了看时间，这才发现经过这一早上的闹腾，现在已经到中午的饭点了，胃里也空荡荡的。一行人去停车场取了车，由苏浩带路，来到了一家十分有名的火锅店。这家店走的中高端路线，菜品很好，同样的价格也很高昂。苏浩来吃过几次，味道很好。这次为了庆祝女孩们解约，苏浩特地选了这家，希望以后他们能够红红火火。几个人落座，点好菜品，等锅一开，吃了几口之后，丁路举起了杯子，因为还要开车，几个并没有要酒。丁路的水杯里是饮料，不过杯子里是酒还是饮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心里的这份感情。他站了起来，其余几个女孩看他这架势，自然也知道他要做什么，也都纷纷举起了杯子，站起来。丁路张了张口，有一肚子话想说。苏浩曾经在他人生的低谷中出现，并且留给了他一首改变命运的旋律。他以为两个人不会再见面，但是没想到苏浩又再次出现在了他的生命中。他被公司压榨得喘不过气，付不起巨额的违约金，是苏浩帮他们解决了这件事。总的来说，丁路很感激苏浩，但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丁路想了想，千言万语最终汇成了一句话：苏浩，谢谢你，带给了我们新的希望，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他眼神坚定，举起了杯子。其余几个女孩默不作声，但苏却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和丁路一样的神情。几人举着杯子，朝着苏浩敬了一杯，随后仰头喝下。苏浩也喝空了水杯里面的饮料。我相信你们，虽然拉拢这几个女孩只是自己的临时起意，但他相信自己的眼光，也相信这些女孩在未来一定能够带给他很大的惊喜。众人吃吃喝喝，一边闲聊着自己经历过的趣事，气氛十分融洽。我去下洗手间。吃到一半，苏浩离开了。他来到卫生间，上完厕所，洗了洗手，朝着外面走去，准备回到自己的包厢。只是刚刚出厕所门，他却看见地上蹲着一个女人。女人一头黑发，身上酒气很重，看起来醉醺醺的。苏浩只是看了他一眼，原本不打算管，却没想到对方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脚踝。苏浩走不了，有些无奈，只能蹲下身，将对方扶了起来。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对方口齿不清的，苏浩勉强才听清他说什么，这声音似乎有些熟悉。苏浩正这么想着，对方也抬起了头，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了苏浩的眼前。任琪切。苏浩有些惊讶，没想到
他会在这里遇到任琪琪。听到苏浩的声音，任琪琪迷茫地抬起了头。苏浩，他抿唇一笑，笑得有些单纯。你怎么来了？是来接我回家的吗？今天好累，我们回家吧。苏浩愣了愣，他们都离婚这么久了，哪来的家？你还真是醉得不轻。苏浩无奈，任琪琪整个人都贴在了苏浩的身上，傻乎乎地笑着，让苏浩都有些恍惚，仿佛看到了那个在校园时期单纯的任琪琪的。他叹了口气，一边从任琪琪的口袋里拿出手机，手机上有密码。苏浩想了想，随手输入了几个数字，密码正确，打开了，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苏浩愣了愣神，看着醉得不轻的任琪琪，叹了口气，找到红姐的手机号码，苏浩拨了过去。对方在听到苏浩的声音之后，有些意外，在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急忙从包厢里找了出来。第29，苏浩的尴尬。几分钟过后，红姐来找到了他们。红姐搀扶着任琪琪，皱了皱眉头，怎么醉成这个样子？出来的时候不都还好好的吗？他们今天刚刚结束一场拍摄，剧组请客来了这边，算是杀青宴。任琪琪被劝了点酒，见任琪琪状态一直不错，不像是喝醉的样子，他也就没拦着。任琪琪说出来洗手间的时候，他也不像是喝醉的样子。苏浩淡淡道，他一直都是这样，喜欢逞强。红姐眼神复杂的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拉着任琪琪，本想就这么离开，但任琪琪却突然松开了他，扑向了苏浩。苏浩，你怎么不带我回家啊？任琪琪身体软塌塌的，有些站不住。苏浩怕他摔倒，无奈的只能将他抱住。我们已经离婚了。琪琪，离婚。任琪琪迷茫的抬起了头，在听清这2个字之后，眼眶突然一红，瘪了瘪嘴，面露委屈。离婚？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你不爱我了？我知道你肯定是不爱我了。任琪琪此时已经没有理智了，她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趴在苏浩怀里就哭了起来。苏浩有些尴尬，不知道怎么回答。红姐也很尴尬，害怕任琪琪这个样子被别人看到，赶紧把她从苏浩身上拨了下来。琪琪，你喝醉了，我们回家去吧。回家？好，回家。任琪琪嘟嘟囔囔的，但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显然安静了不少。苏浩和红姐都松了口气。然而正在这时，迎面跑来了一个女孩，她一看到了苏浩，扬手朝他挥了挥。苏浩，你怎么去了这么久？苏浩没想到丁路找了过来，红姐怕被丁路看见，连忙将任琪琪的脸遮住。丁路多看了2人一眼，但他没看清2人的脸，随后很快就收回了自己的视线。你怎么来了？苏浩问。丁路有些无语，你去了这么久，电话都打不通，我们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苏浩拿出手机看了看，上面的确是有几个未接，他手机开了静音，所以没有听到。他笑了笑，上个厕所能出什么事？走吧，乐乐他们还在等着我们呢。丁路自然地拉着苏浩的手，大步朝着包间的方向走。苏浩几乎是被拖着离开了，神情有些无奈。好了，你别拉我，我自己走。丁路没理他，就这么牵着2个人和红姐任琪琪擦肩而过。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在2人经过的时候，原本醉着的任琪琪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苏浩果然是喜欢上别人了。任琪琪轻声嘟囔一声，声音小到连红姐都没有听见。苏浩回到包厢，没有将刚刚的小插曲放在心上。回到包厢，丁路才松开了苏浩的手。几个女孩看到这一幕，倒也没说什么，只是朝着丁路挤了挤眼。丁路轻咳2声，强装镇定，坐到了座位上。他看着苏浩，苏浩，我们每人300万的违约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刚刚他和几个女孩商量了一下，离开5月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让苏浩掏了这么多钱，他们也有些过意不去。他们已经欠了苏浩很多，钱这方面实在是不想欠他的。苏浩只是笑了笑，我既然愿意出这1500万，那就代表我看好你们，我也相信你们能够带给我比1500万更多的收益。虽然这笔钱不少，但对于苏浩来说，花得很值。丁路咬了咬唇，可是，别可是了，如果真的觉得过意不去，以后就好好替我工作吧。苏浩淡淡一笑。丁路和几个女孩对视了一眼，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我们一定努力。丁路顿了顿，又问道，苏浩，现在我们正式离开5月了，那我们这边什么时候签合同？这倒是提醒了其他女孩。虽然苏浩说了以后跟着他混，但这合同的确是还没签，倒不是怕苏浩不给钱，而是担心苏浩会抛弃他们。钱什么的，苏浩这么帮了他们，他们免费给苏浩打工都没问题。有了合同，
他们心里也放心些。丁路这一开口，苏浩才反应过来，他这工作室还没开起来呢，合同肯定是签不了，看来得赶紧把这件事提上日程。他想了想，回答道：先不急，过一段时间再说吧。一顿饭很快结束，从火锅店出来的时候，才不过下午3点。苏浩又带着几个女孩在周围转了一圈，这才开车回到了家中。下午6点，苏浩将所有人叫到客厅中，几个女孩神情严肃，因为他们知道训练正式开始了。苏浩看着几个女孩，清了清嗓子，说道：接下来就是声乐的练习，不过有些话我要提前和你们说清楚。苏浩神情一变，严肃道：我相信你们，所以愿意将我自己的本事交给你们，但是你们必须好好学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及时问我，要是被我发现有浑水摸鱼，不认真听课的，以后我将不再教导你们。毕竟他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想浪费在不必要的人身上。虽然苏浩知道这几个女孩不会这么做，但有些话还是要说在前头。几个女孩也明白这个道理，认真的点了点头。苏浩满意点点头，好了，现在正式开始学习，你们先集体把《玉生烟》给我唱一遍。几个女孩咿咿呀呀的唱了起来。苏浩给他们歌词的时候，并没有特地的去给他们分配谁应该唱哪段，但几个女孩在一起这么多年，早就有了默契，提前就把歌词分配好了。先开口的是迟烟，她声音柔媚，的确很适合唱这首歌的开口，光是这口嗓音就很吸引人，想要继续听下去。苏浩没有开口点评，只是静静的听着。几个女孩默契异常，很快就唱完了这一首歌。她们看着苏浩，有些紧张。自从将这首歌拿到手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正式唱给苏浩听，他们很希望听到苏浩的评价。苏浩先是一笑，不错，短短2个字，对几个女孩来说已经很高的评价了，但几个人还没来及松口气。苏浩话锋一转，又说话了。不过几个女孩一颗心高高的提了起来。第30练习的日子，在夸奖过后，苏浩也立即指出了他们的毛病。总体还不错，但是你们太过用力了，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玉生烟是一首缠绵的古风歌曲，在这个世界的娱乐圈里，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曲风。把声音收一点，尾音稍微拉长一些，苏浩建议道。苏浩又让几个女孩唱了一遍，但还是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几个女孩有些局促，这种曲风是他们第一次接触。这首歌虽然令人惊艳，但由于没有相关经验，这让他们有些拿捏不准。苏浩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叹了口气，干脆将房间里的吉他拿了出来。这样，我唱一遍，你们跟着我学。几个女孩连连点头。一缕烟卷卷，苏浩弹唱起来。这首歌柔媚缱绻，其实并不适合男性来唱，可苏浩唱着这首歌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怪异感。几个女孩听着，渐渐的都有些痴了，仿佛化身为歌里的一首青烟，飘飘渺渺，沉浸在苏浩的歌声里。几分钟后，苏浩终于唱完。这是苏浩获得神级唱功之后第一次正式开口唱歌，连他也很惊讶。这首歌是个女性来唱的，要是放在以前的他来唱，还是有点难度的。但是现在，完全轻轻松松就能完整的唱出这首歌，而且一点都不出错，不愧是神级唱功。苏浩看着对面的几个女孩，淡淡开口，差不多就是这样，你们能理解吗？几个女孩这才回神，连连点头。丁路眼神亮晶晶，没想到苏浩的唱功竟然这么厉害。他曾经也听过别的歌手的现场，其中也不乏一些一线歌手，他本来觉得这些歌手的唱功已经很厉害了，但是现在看来，完全就比不上苏浩。苏浩不知道丁路这些小心思，他再次拿起吉他，对着女孩们点点头。好，那你们再唱一遍。吉他又响了起来，几个女孩也开口继续联系。一缕烟卷卷，不似恋，青山开在磐石间，原是玉生烟。经过苏浩的指导，几个女孩唱歌的情况好了一点，但还是有些不足。感觉对了，但是刚刚这个位置你们又拖了小半拍，该快的时候还是要快。女孩们仔细听着苏浩的指点，一点点消化。苏浩一直在拨弄自己的吉他，几个女孩没敢停，就这么一直唱着，直到女孩们唱到第3遍。好，不错，这次唱的还听得过去，比之前进步多了。行了，咱们先休息几分钟，喝口水润润嗓子。苏浩放下了吉他，拿起桌子上的水杯喝了一口。这几个女孩的嗓音条件都不错，很有特点，光是单独拎出来一个，随便吼上2嗓子，那肯定也是比普通人更悦耳动听的。虽然唱功这方面还是有些不足，但这个是可以弥补的，勤加练习就好了。再加上这几个女孩学的也快，
达到他理想的水准也是迟早的事。而且，自己选的这首歌，虽然在前世不太出名，但却很适合甜橙女孩这个组合。几个女孩暂时放松了下来，捧着水杯，小口小口地喝了起来。略微休息了几分钟后，苏浩抬起头，看着一直盯着他的几个女孩，笑了笑，有什么问题就问吧。从他刚刚坐在这里之后，几个女孩就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他干脆直接让他们问了。丁路犹豫了一会，这才问道：苏浩，把这首歌放出去，合适吗？他顿了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连忙补充：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这首歌的确很好听没错，但我不知道大众能不能接受这种曲风。这首歌的风格在娱乐圈是没有出现过的，虽然看着新鲜，但是也有很大的程度的风险。没人知道观众是否能够接纳这种曲风，万一观众不买账，那可是一门赔本买卖。这要是赔本，可就不是几万几十万那么简单了。他们能不能因为这首歌红，这都不重要，他们担心的是这首歌不能给苏浩带来利益。之间苏浩淡淡一笑，放心，这可是我写的歌。苏浩一点都不担心这首歌没人听。他之前以白棋的名义写歌的时候，也有人担心过他的曲风是否能够被大众接受，但是后来歌曲的爆红，足以证明了那些人的担心是多余的。这手玉生烟在前世虽然算不上大火，但也还是有一定的听众基础的，就算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苏浩继续说道：你们觉得我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曲作为你们的第一首歌？女孩们摇了摇头，她们不知道苏浩是什么想法。这首曲子等到正式编曲的时候，我将会在里面加入大量的华夏古典乐器，打造出专属于华夏风格的歌曲。他了解过这个世界的娱乐圈，崇洋媚外，许多歌手的专辑多半都是英文歌曲，然而华夏专属的古风类却是没有。苏浩其实有些看不惯娱乐圈里面的风气，明明有着专属于自己的特色，却偏偏去崇拜国外那一套。他想要改变华夏娱乐圈，至少要把这些属于他们华夏的东西推广出去，让世人都知道华夏的音乐也是不容小觑的。女孩们听到苏浩的话，微微一愣。华夏乐器，华夏乐器是有一些歌手曾经运用到自己的歌曲里面，可是华夏乐器的比重占得很少。运用大量的华夏乐器，这个举动是不是有些冒险了？丁路张了张嘴，但最终还是将话吞进了肚子里。苏浩知道女孩们的不安，但也没有解释。等到这首歌完成之后，他们就能明白了。他会把这首歌做好，然后从这里开始，借由甜橙女孩将这华夏风歌曲一点点推广到全世界。好了，继续练习吧，再练习1个小时，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训练。苏浩再次拿起吉他，带着女孩们唱了起来。日子过去得很快，女孩们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进步也十分明显。基本上，她们已经达到了苏浩的及格线。到了正式录歌的这一天，第31小插曲，苏浩的工作室尚未建立，现在当然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录音棚。于是他联系到了云艺音乐公司的徐少。徐少将前因后果了解了之后，自然是十分欢迎的，甚至将最好的录音棚都留给了苏浩。这天，苏浩带着一众女孩来到了云艺公司，徐少亲自下楼接了他，带着一行人朝着录音棚走去。苏浩进来的时候，几乎收到了所有人的注目礼。他在娱乐圈里可能算不上有名，但是在云艺公司，可没人不知道苏浩的名字。当初徐少花大价钱买下一个新人的歌这件事，在公司里传了个遍。当时多少人不看少徐少，都觉得他是疯了。结果呢，范柔仅靠着那几首歌，现在在整个娱乐圈混得如鱼得水，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通告和邀请，身价也翻了一番。现在全公司最羡慕的就是范柔锦了，光是靠着那3首歌就火遍了全国，而且还是这么的不费吹灰之力。苏浩拿出的那几首歌，可以说是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全公司也就记下了苏浩这个人。录音棚内，苏浩他们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站了几个人了。这是徐少按照苏浩的要求提前找好的乐队，其实也不能说是乐队，由于苏浩要求对方会弹古典乐，徐少也是费了很大劲才零零散散找到了这么几个人。这些人之间相互也都不认识，是临时凑在一起的。徐少进来，先是简单介绍了下苏浩，众人朝着苏浩点点头，这就算是认识了。这首歌的编曲需要的乐器不多，整体的节奏轻柔缠绵，但是有一个地方对苏浩来说很重要，那就是古筝的部分。只有古筝才能弹出苏浩想要的那种感觉。这个世界吧，华夏古典乐是很没落的，学习古典乐的人并不多，学得好的就更别提了。徐少也是费了些功夫才找到这么一个会弹古筝的。苏浩不清楚这些乐手的实力，也不想浪费时间。好了，时间有限，咱们直接开始吧。
苏浩先是把写好的谱子给几个人看了一遍，弹古筝的是个30多岁的女人。他将乐谱拿到手之后，先是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随后有些惊讶的看着苏浩，这首歌叫《玉生烟》，这是准备将古筝用来当做主乐器吗？苏浩点了点头。女人很惊讶，觉得苏浩这样做有点风险，但他是拿钱办事的人，最终还是将嘴里的话咽了下去。演奏正式开始，虽然几个乐手并没有合作过，但到底也弹了这么多年的乐器，只要有乐谱，演奏一下还是没问题的。古筝潺潺之音一出来，配上其他乐器，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几个女孩也齐声唱了起来。前几句歌词一出，徐少就眯起了眼睛，欣赏起来。苏浩，你这首歌，这不错呀。徐少从未听过这种风格的歌曲，这让他很是新鲜，就是不知道大众能不能接受这种曲风。不过转念一想，苏浩既然能拿出这首歌来，那他肯定也是很有信心的。徐少心里这样想着。那边一曲很快就结束了，这次只是联系，没那么快录音。徐少转过头，正准备夸一下歌手和乐队之间的配合，却看到苏浩皱起了眉头。徐少将原本要说的话收回，看着苏浩问道：“怎么了？”苏浩淡淡的叹了口气，走到了弹奏电子琴的乐手身边。刚刚第一段旋律，你拖音了，中间的部分，你的节奏又太快，抢了古筝的风头。电子琴乐手是个年轻人，先是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随后又在琴键上弹奏了几下，似乎并没有将苏浩的话放在心上。我弹这个10几年了，如果不拖音，这曲子就没那意思了。苏浩皱了皱眉，弹错了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眼前这个人根本不听他的话。他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这首歌又是给甜橙女孩的第一首歌，他自然要做到完美。像现在这种程度的编曲，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气氛一时间有些冷凝。徐少看着形势不对，连忙出来打圆场：“小明啊，苏浩怎么说你就怎么弹吧。”小明虽然年轻，性格也傲了点，但一手电子琴弹得很好，在这个圈子里也算是人中龙凤，不然徐少也不会请他来伴奏。小明混圈多年，但苏浩没什么名气，苏浩说什么他肯定是不愿意听的，但徐少的面子他还是要给。他点了点头：“行，我知道了。”苏浩也不愿意在这和他计较。第二次演奏开始，这次小明确实是按照苏浩的话去做了，但也如同小明说的那样，那种轻柔婉约的感觉却没有了。苏浩将问题一说，小明一摊手：“音乐就是这样吗？想要轻柔那就得慢点，要是弹快了就是这种效果。”苏浩笑了笑：“是吗？他可不这么觉得。这位乐手实力是有些的，但是还差点那么点意思，功夫还没到家。”小明撇了撇嘴角，一脸傲气：“觉得我不行，那你来啊。”他心里有些不满，明明让电子琴为主，为什么偏偏去用古筝这种老掉牙的乐器，他却沦为配角。徐少觉得小明有些过分，于是走到了苏浩的身边：“苏浩，要不就算了吧，咱们重新约个时间，换个人。云城会弹电子琴的人多的是。”苏浩摇了摇头：“不用了，让我来吧。现在这些小年轻，唉，既然如此，那他现在也就只能露一手了。主要是心里咽不下这口气，他得让这小年轻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苏浩走到小明身边，小明起身让开了，他一屁股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懒懒的倚着，看着苏浩的眼神有些不屑。他倒是想看看这人能弹出个什么花来。苏浩先是弹了几个音符，上手找了找感觉，以前那些歌编曲可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系统里面他的电子琴演奏技巧也已经是高级，所以弹个电子琴对他来说不在话下。苏浩对着众人点了点头，示意众人自己准备好了。古筝的声音再次响起，苏浩跟着古筝的节奏，闭上眼睛，食指在琴键上纷飞。第32帮忙。小明原本脸上还挂着漫不经心的笑，可音乐响起的时候，小明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拢。苏浩配合着古筝，没有任何拖音，却完美的将那种温柔婉约的感觉弹奏了出来。不仅如此，却丝毫没有喧宾夺主，盖过古筝的风头，反倒是衬托着古筝更加缠绵缱绻。一曲结束，苏浩站起了身，朝着小明走去，脸上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这才是我想要的感觉。想到自己之前和苏浩说的话，小明神色尴尬，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没想到苏浩的弹奏水平居然会这么高，这一下被打脸了。苏浩目光平静的看着他：“不会弹，弹不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指出来，你改正就行。但你没有听我的，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在工作，你根本就没有契约精神。”小明哑口无言，站在原地沉默了半晌。
提着包就离开了。电子琴是云艺公司准备的，苏浩就用这架电子琴和众人一起把《玉生烟》的编曲录完了。甜橙女孩表现的也很好，花了半天的时间，也终于把这首歌录好。苏浩力求做到完美，因此时间花长了一些，不然的话，恐怕几个小时就能录好。当然，歌虽然是录好了，但后期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不过苏浩都能自己解决，倒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录了大半天的歌，几个女孩都口干舌燥，疲惫不已。苏浩看了下时间，已经下午4点多了。一行人在录音棚待了一天，连口饭都没吃。他大手一挥，干脆带着几个女孩和徐少，连同几个乐手，来到了一家饭馆。他们这一行人可不少，将包间坐了个满满当当。一开始相互之间还都有些拘谨，但几杯酒下肚，一行人话匣子就打开了。唉，我还是头一次参与这种风格的曲子录制，挺稀奇的。我也是，不过还挺好听的。就是这几个女孩负责演唱吧。甜橙女孩，我记得呀，以前可红了，大街小巷都是他们的海报。唉，现在娱乐圈难混啊。不过他们这次肯定都能红的。一行人就这么叽叽喳喳的聊着，饭饱酒足之后，一行人散了。苏浩带着几个女孩也准备离开，徐少却一把拉住了他。他支支吾吾的，犹豫了半天。苏浩一挑眉，猜到了他想做什么，又想要歌了。徐少这才点了点头。我知道你准备成立工作室了，问你买歌有些不合适，但是吧，柔柔那边准备出个专辑，我想干脆就直接做成精品。苏浩准备成立工作室，那好歌肯定是要给自己工作室留着的。范柔景自从上次爆红之后，接了很多通告，最近热度下去了些，这才有空将制作专辑这件事提上日程。但做专辑，光是3首歌肯定是不够的，他们公司出专辑，肯定是5首以上，加上前面那3首，再给2首歌就行了。价格方面，你说了算。徐少说道。苏浩之前的价格是300万一首，范柔景爆红后，带给他们的收益早就超过了5000万，所以徐少也不好意思开口花300万去买断苏浩的歌曲了。300万，太少了。苏浩稍微想了下，点了点头，行，那我再给你2首，具体的事情等到时候再说。顺手写2首歌而已，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就当是做个人情。当然，该给的钱那还是要给的。见苏浩同意，徐少嘿嘿一笑，很是开心。不过很快，他的脸色又纠结起来。苏浩就知道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说吧，还有什么事？徐少这才说了，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他准备拍摄一条广告的，但是这广告的主题曲还没有解决，我这不就是想到你了吗？徐少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全部说了出来。他这个朋友主要是承接拍广告的，这次接了一个酒水的广告，这厂家也很豪气，直言道要一条长达3分钟的精品广告。这导演已经有了些构思，但却差一个适合的主题曲。问题是，这主题曲必须是得带点国风感觉的。这导演还特地拜托徐少，看看他有没有合适的，但这种感觉的歌曲哪有那么好找？徐少手里也没有合适的人选。最关键的是，这广告马虎不得，不是随便弄一首歌上去就行的，必须是精品中的精品。徐少今天一听苏浩的歌曲，觉得还挺合适，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先来问问你，这个导演叫做刘康泰，拍广告很厉害，到时候这条广告要在华夏台播放。提到华夏台，苏浩眼神一闪，意识到了什么，这是官方的电视，能在上面打广告的可都不简单，这已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这可是一条金灿灿的人脉啊。苏浩最缺的就是这个，几乎是没有考虑的，苏浩就答应了。行，我过几天就给你。徐少顿了顿，似乎又有话要说。苏浩有些无奈，用眼神示意他继续说。苏浩，我的意思是，这首歌的水平必须要在玉生烟之上，虽然只是一条广告，但那可是要在华夏台播出的，马虎不得。苏浩认真的点点头，放心吧，不会比玉生烟差的。看他自信满满的样子，徐少像是心中放下一颗大石头似的，松了口气。行，我相信你，那我改天帮你约个时间揉揉专辑的事，等他回来了我再联系你。范柔景这段时间忙着跑通告呢，估计要月中了才能回来，现在才月初。苏浩点点头，带着几个女孩回家了。几个女孩累了一天，回到家就瘫坐在沙发上。苏浩也想就这么坐在沙发上不动了，但是他还得出门，今晚还得去酒吧驻唱呢。就算这几天很忙，苏浩也会抽时间去酒吧驻唱。苏浩来到了酒吧，
老板娘姚月一看到他，就眉开眼笑的。苏浩对他来说可是个大财神，然而这个大财神却突然对他说了一句话：“老板娘，以后我就不来驻唱了。”第33，又遇人齐气。姚月微微一愣，连忙问道：“怎么了？是觉得工资太低？这我们都可以商量。苏浩要是走了，虽然生意不至于说是会一落千丈，但肯定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的。他还不想这么快就让苏浩走。”苏浩摇摇头：“不是，我现在太忙了，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驻唱了。算算时间，他来到酒吧驻唱已经差不多有将近2个月了，这个时间算不上很长。”所以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苏浩还有些不好意思，毕竟也没有提前和老板娘打招呼，就这么提前离开了，对方肯定也没什么准备。姚月再次挽留道：“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我们还可以把时间缩短一点，2个小时后，不，1个小时也行。”姚月是真的不想苏浩离开，毕竟唱得好还长得帅的男歌手可不多。苏浩依旧摇头：“老板娘，不是我不想留，而是我真的没有时间。接下来的日子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他去做，光是开一个工作室都够他忙活很久了。”苏浩都这么说了，姚月虽然心中有些失望，但也知道自己这是留不住人了。“那行，你要是改变主意了，我们这随时都欢迎你。”苏浩点了点头。随后在这里演完在这里的最后一场演出，临走前姚月还有些依依不舍，非要给苏浩开个离别宴。苏浩推辞不过，只能在酒吧和一众人喝了点。苏浩很晚才回到家，他推开房门，发现客厅灯还没关，沙发上斜斜地坐着一个人影。苏浩走近一看，是丁路，现在已经睡着了，他蜷缩在沙发上，睡颜安静，看起来很无害。苏浩不由得放轻了脚步，拿了床空调被给丁路轻轻盖上。尽管苏浩的动作已经很轻柔了，但丁路还是醒了。他睁开朦胧的双眼，看见眼前高大的身影，吓了一大跳，差点尖叫喊出声。苏浩怕他把别的几个女孩吵醒，连忙捂住他的嘴巴：“别怕别怕，是我。”苏浩出声道。丁路眨了眨眼，将视线聚集到他的脸上，在看清是苏浩时，这才狠狠地松了一口气。他深吸了一口气，却在不经意之间，嘴唇碰到了苏浩的手掌。丁路瞬间脸红了，苏浩却没有在意这小小的插曲，松开了丁路。苏浩看着丁路：“你怎么在这睡？”丁路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揉了揉有些发麻的腿，本来是想等等你的，但是不知不觉就在这睡着了。苏浩失笑：“你等我干嘛？困了就去睡。”丁路皱了皱鼻子，瞪了苏浩一眼：“这个大傻子，他都这么明显了，他怎么还看不懂自己的心意？”丁路心里生着闷气，从沙发上站起来，转眼就走进了卧室。苏浩有些莫名其妙：“丁路这是怎么了？”第二天一早，苏浩吃完早餐就准备出门了，他得准备把工作室的地方找好，尽快把事情办了。临走前，丁路非要缠着和他一起去。歌曲录完了，他们几个这几天除了在家练练歌，也没什么其他道事。苏浩原本不想带丁路，但在思考过后，还是决定把他带上了。丁路高兴得眉开眼笑，另外几个女孩朝他挤眉弄眼的，不过他们这些小动作，苏浩都没看见。苏浩开车着，带着丁路来到了远离市中心的一个地方。这里办公楼很多，虽然远了点，但胜在价钱便宜。巧的是，这附近也有几家娱乐公司。苏浩带着丁路看了好几家，却也没有看到满意的。不过这种事也急不来，一连看了好几天，苏浩找到一家比较满意的。苏浩签了1年的合同，花了15万多，这个价格在云城里已经算得上是非常便宜了。这栋楼上还有一家娱乐公司，不过算不上特别出名，偶尔也能看见几个漂亮的年轻女性在这里出入。合同签好了，苏浩就带着丁路在附近的餐厅准备吃饭。这附近餐厅不少，苏浩随便选了一家环境不错的，和丁路一起走了进去。这是一家西餐厅，很安静，人不多。苏浩不怎么喜欢吃这个，丁路在一旁吃的倒是挺欢。正在这时，餐厅门被推开了，门上的风铃响了一声。苏浩下意识地朝门口看去，门口走进来2个女人，其中一个戴着黑色的遮阳帽和黑色墨镜，看不清她的脸。她旁边的则是红姐。苏浩叹了口气，怎么在这都能遇见他们？他低下头，自顾自地吃着餐盘上的牛排，就当作是没有看见他们。但任琪琪似乎察觉到了苏浩的目光，朝着他的位置看了一眼。苏浩面对着他们，他的对面还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任琪琪皱了皱眉：“苏浩。”红姐也朝着他看了过去。他怎么在这？任琪琪看着丁路的背影，突然感觉有点心酸，还有些发涩。这是他最近交的那个小女朋友吗？他迈了迈步子，朝着苏浩的方向走去。
红姐一把拉住了他，皱起眉头，用只有他们2个人的声音说道：“你要干什么？别忘了，你们2个已经离婚了。自从上次任琪琪喝醉遇到苏浩之后，就变得有些奇怪，工作时也有些魂不守舍的。红姐知道十有八九是因为苏浩，她除了劝，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任琪琪顿住了脚步：“是啊，他们已经离婚了。”但仅仅只是顿了一下步子，任琪琪再次朝着苏浩走去，红姐拉了一下，没拉住，只能叹了口气。任琪琪来到苏浩面前，苏浩抬起头看着他，过了一会，叹了口气，对着有些不明所以的丁路说道：“你稍等下，我马上回来。”丁路没认出来来人是任琪琪，但察觉出2个人之间的气氛不对，也没有多问，只是点了点头。任琪琪多看了丁路2眼，年轻漂亮，又很清纯。苏浩站起身，和任琪琪走到了餐厅外面的露天座位上，他沉默着没说话，任琪琪也是相对无言。过了几分钟，任琪琪才笑了笑，嘴角带着一丝嘲讽：“看来你过得还挺潇洒的。”苏浩笑了笑，确实还不错。看着苏浩的笑，任琪琪心里更不舒服了。第34女孩们搬家了，任琪琪压下心中不愉快的情绪：“我们离婚也没多久吧？你找女朋友的速度还挺快的。”苏浩神色平静：“我们已经离婚了。”任琪琪愣了一下，随后很快反应过来，苏浩说的什么意思？他们已经离婚了，苏浩的个人感情已经不管他的事了。任琪琪心里堵得慌，那个女孩挺漂亮的，清纯年轻，男人似乎都喜欢这样的。当年他和苏浩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年轻，现在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任琪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苏浩站了起来：“没事的话我就走了。”等等，任琪琪下意识地开口叫住了他：“还有什么事？”任琪琪咬了咬唇，他哪有什么事，跑过来叫苏浩也只是一时冲动而已。那个同桌的你那首歌。任琪琪随便找了个借口，苏浩头也没回的说道：“买断的版权我是不会卖的，你想翻唱就唱吧，我不收你的版权费。”苏浩也不想去和任琪琪计较这些，苏浩头也不回的离开。任琪琪看着他的背影，神色复杂。苏浩回到餐厅，丁路已经吃完了，他敏锐的察觉到苏浩和刚才那个女人的关系恐怕不简单，但想了想却没有问出口，毕竟他现在和苏浩的关系最多也只是上下级而已。丁路心中忍不住失落，但还是扬起笑脸：“我吃完了，我们走吧。”苏浩点点头，带着丁路走出餐厅。他出来的时候，任琪琪碰巧走进来，2人擦肩而过。苏浩一些其他琐碎的事情要做，这几天忙得更是脚不着地，花了1个多星期的时间，苏浩才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直到这天，苏浩再次准备出门，将5个女孩一起叫了出来：“走吧，带你们去新家。”几个女孩一愣：“新家？”苏浩有些无奈：“你们也不能一直住在我家吧？虽然自己也不是养不起这4个女孩，但到底男女有别，住在这里也都不是特别方便，又都是女艺人，现在都还好说，要是以后万一被狗仔拍到了，那肯定也是一堆惹不完的麻烦。之前甜橙女孩在5乐公司的时候，那边也是给安排了宿舍的，自己在这方面肯定也不能亏待人家。于是他找了中介，抽空去看了看房子，终于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公寓。几个女孩这才反应过来，她们在苏浩家的确待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总不能一直赖在这。几个女孩这才忙着收拾自己的东西，不过她们带的东西并不多，只是一些衣服，不到半小时就是整理好了。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出发了。苏浩找的那个地方离工作室的位置很近，这也方便他们来回往公司走。很快，一行人到了目的地。苏浩租下的是一整栋公寓，上下3层，里面房间很多，房子里的东西苏浩基本也准备好了，几个女孩直接入住就行。放好行李，丁路又提议在新家开个灶，吃顿火锅。于是一行人又这么忙碌起来了。饭桌上，几个女孩举着杯子和苏浩道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他们和苏浩之间的相处都很融洽。苏浩长得帅，还很有才华，几个女孩都非常欣赏，甚至是有些崇拜他。在苏浩家度过的那段日子也是相当愉快的。突然就这么搬离了苏浩家，不知道为什么，几个女孩都不免有些伤感。不过苏浩现在算是他们的老板，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于是这股伤感的气息很快就消散了。几人说说笑笑了一会，苏浩也准备离开。临走前，丁路单独叫住了他。丁路突然不知道说些什么，还是苏浩先开了口：“以后就算我不在，你们也要勤加练习，我随时都有可能抽查。”丁路点了点头：“放心，一定会的。你们也别太担心哥的事，有我在，你们肯定能红的。”
我相信你。丁路转了转眼珠，看着苏浩停在门口的那辆车，随后目光又转回了苏浩的身上，最终鼓起勇气说道：苏浩，我们以后还能不能找你玩？我是说，像之前那样相处。丁路很担心，离开苏浩家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冷淡，毕竟人都是这样。苏浩看着他的眼神，笑着点了点头，当然可以。丁路的眼神逐渐亮了起来。第二日中午，云逸音乐制作公司，徐少办公室内，苏浩，我来和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和你提过的刘康泰。刘康泰约50多岁，体型微胖，两鬓的头发有些斑白，五官端正，不说话的时候看着有些严肃。刘康泰是专门拍广告的，他拍的广告画面唯美，还拍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公益广告，曾经还获得过不少奖项。虽然不如拍电影的那些导演有名气，但刘康泰手上还是有2把刷子的。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朝着苏浩伸出一只手，你好。作为一个导演，他身上倒是没什么架子。苏浩也伸出一只手，回握了一下，你好，我是苏浩。几个人很快就进入了正题。刘康泰先是说了下自己的要求，是这样的，我希望这首歌可以是带点国风的，也就是华夏风，不能太吵，要舒缓一些。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对于什么是华夏风并没有特别的定义，甚至所谓的华夏风也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刘康泰以前拍了不少广告，但这次突然想换种风格，于是便想起了几乎没有人做过的华夏风。可是他很苦恼，什么才是华夏风？刘康泰想不出个所以然，因此才决定先把主题曲搞出来，这样多多少少也能有点灵感。于是徐少便将苏浩介绍给了他。刘康泰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但苏浩对华夏风很了解呀。他让徐少拿出了他们录好的那首《玉生烟》，放给刘康泰听了一小段。是这种感觉吗？如流水一般悦耳的音乐倾泻而出，刘康泰眼神不由得一亮。对，这就是我想要的。但是他很快就皱起了眉头，不过还差点意思，这个太柔媚了，我想要的是一种更加豪迈的符合酒水定位的歌曲。第35广告主题曲。刘康泰觉得苏浩这首《玉生烟》是不错，但是和他想要的那种感觉还是差得太远了。酒水广告吗？要是的，就是一种豪迈的感觉。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这种歌曲？我想要的是柔情和豪迈并存。刘康泰问道。刘康泰这要求可不低，柔情和豪迈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东西，想要把2个完全对立的风格写进歌里很难。苏浩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下，没有直接回到他的话。他想了想，从衣服口袋里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稍等一下，我看看。苏浩一页一页地翻着自己的笔记本，这些日子只要想到什么歌曲，他基本都会记在这个本子上。这么长时间过去，他这个笔记本基本已经写满了。他记下的歌实在是太多了，一时间还真想不起来哪首比较符合刘康泰的要求。刘康泰看着苏浩的动作，几乎望眼欲穿。足足过去了5分钟，苏浩翻动笔记本的手才停了下来，抬起头看着刘康泰微微一笑，你看看这首怎么样？刘康泰连忙接过笔记本，徐少也凑了上来，看着上面的歌词，一江春水情不尽，我梦绕魂牵，一夜春雨梦不休，你多情缠绵，一朝春露万花开，我美丽无限，一日春风人心暖，你风情万千，一生情深似海，爱到春潮滚滚来，五凉春光灿烂，相醉人间3000年。刘康泰细细品味着这段歌词，眼神越来越亮，这词真有韵味。光是看着这几句词，刘康泰就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古典韵味，特别是最后一句相醉人间3000年，很符合这次酒水广告的主题。不过这词虽然好，但刘康泰没有听过这歌的调子，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想要的那种感觉。苏浩知道刘康泰的想法后，干脆问徐少要了把吉他弹唱起来。办公室内响起苏浩淡淡的歌声，刘康泰听着这动人优美的旋律，闭上双眼，脑海中仿佛看到了一对相爱相知的男女，在竹林之间举杯对饮，相视一笑，竹林间酒香四溢，仿佛置身世外桃源。听完苏浩的弹唱，刘康泰仿佛灵感爆发了一般，激动地站了起来。徐少，给我笔和纸。他面色通红，像中了几千万一样兴奋。徐少认识刘康泰也很长时间了，知道他这是灵感爆发，也没多说什么，取来了纸和笔。刘康泰埋头在纸上开始写画画。苏浩看了一眼，明白他这是在画分镜。画分镜
是在拍摄影片之前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简单来说，就是先把自己脑海中的画面先画下来，后期正式拍摄和剪辑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能明白导演到底想要的是哪种画面，以方便拍摄和制作。苏浩只是看了一眼，就收回了视线，他也没打扰刘康泰，就这么静静的等着。直到1个小时后，刘康泰才抬起了头，长舒一口气。他看着自己的分镜画面，满意的点点头。他之前还没什么灵感，没想到只是听了苏浩这一首歌，就文思泉涌了。剧情他想的大概是差不多了，剩下一些细节慢慢填充就行。刘康泰从自己的思绪中回神，抬头一看，才发现自己居然把苏浩给忘了。他看了看时间，已经过去了1小时。刘康泰尴尬一笑，摸了摸脑袋，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就把你们给忘了，对不住啊。苏浩笑了笑，并不在意，毕竟灵感是一时的，说不定很快就会忘记。刘康泰这样，他能理解。你这首歌叫什么名？我很满意，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下午就可以签合同。刘康泰道：爱到春潮滚滚来，爱到春潮滚滚来。刘康泰反复将这歌名在嘴里回味了几遍，有些奇怪，这歌怎么叫这么个怪名？不过苏浩是作者，人家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哦，对了，刘康泰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拍了拍脑袋，有些疑惑地问道：你那首歌的歌词里面，五粮春光灿烂里面的五粮是个什么意思？这下轮到苏浩有些尴尬了。这首歌就是前世五粮液给自己量身定制的，歌词里面自然也就带有五粮2个字。这个是我随便填酒名，到时候你们可以改成你们厂家酒水的名字。刘康泰琢磨了一下，五粮液这名字不错呀，那酒厂新研究出的名字还没想好呢，我到时候提议一下，看能不能用上。这样也行，相当于把广告融入到歌词里，到时候人们一听到这首歌就能想起厂家的名字。苏浩其实也就是随口一说，哪想到能这么凑巧呢？不过他也没说什么，毕竟五粮2个字放在歌词里面也的确更适合一些。行，既然如此，那咱们就直接签合同吧。刘康泰将早就准备好的合同取了出来，他这个人懒，不想因为一份合同跑来跑去，这份合同他就一直带着。正好，现在也方便了。苏浩看了下合同，价格依旧和之前的一样，看来是徐少提前和他说好的，花300万买一首歌为广告做陪衬。不得不说，刘康泰的确也挺大胆的。在看过一眼合同之后，苏浩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这首歌需要他来亲自演唱。这首《爱到春潮滚滚来》是双人合唱的歌曲，苏浩要求女方必须由他亲自挑选。刘康泰倒是没什么意见，点了点头。苏浩这才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按上了手印。解决完一桩大事后，刘康泰心里松了一口气，笑呵呵地看着苏浩，合作愉快。那女歌手那边就交给你了。苏浩肯定比他专业多了，这方面刘康泰还是很放心的。他收好合同，又拿起自己放在桌上的分镜看了一下，准备收进自己的文件包里。苏浩瞥了一眼上面的画面，最终还是忍不住出声道：刘导，其实我觉得分镜几处还可以改一改。刘康泰的手顿住了，他看了一眼苏浩，苏浩刚说完这句话，心里就后悔了，人家可是导演，自己在别人眼里可是外行，这话说出来就像是给刘康泰挑刺一样。苏浩正要道歉，刘康泰却说话了：哦，那你说说看，我这里有什么不足的？第36范柔锦回来了。刘康泰虽然是导演，拍的广告也得了不少奖，但他这人有个优点，那就是不自傲。若是有人朝他提意见，哪怕对方只是一个小人物，刘康泰也都愿意听一听对方的意见。苏浩见刘康泰语气平和，似乎是真的想要听他的意见，也就直说了。他指着刘康泰还没收回去的分镜画稿，说道：我觉得这个画面应该放在水上比较好，男主撑着一叶扁舟，还有这个地方，男女主应该在竹林间穿梭飞舞。然后苏浩又将其余几处他觉得应该要改的地方说了。刘康泰的眼神越来越亮，猛地拍了一下苏浩的肩膀：看不出来啊，你对这方面还有了解。苏浩笑了笑：我也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已。刘康泰捧着刚刚修改好的分镜，越看越喜欢。他想了想，说道：苏浩，你要是有空的话，到时候可以来我们片场转转。其实刘康泰是想让苏浩到时候指点一下，但他没好意思说，毕竟人家能给你指出分镜上面的一些问题就很不错了。不过嘛，先把人拐到片场之后再说吧。刘康泰打着这样的主意。苏浩想了下，随后点了点头：好，到时候我一定去。其实他也想看看刘康泰拍出的华夏风是什么样子。二人签好合同之后，也没有在这里多留，
很快就离开了。苏浩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空荡荡的，他坐在沙发上，看着变得冷静的客厅，微微叹了口气。这几个女孩一走，自己还真有点不习惯。他打开系统面板看了一下，之前在消耗完100万声望值之后，他的声望值基本就没有再涨过了。苏浩只是看了一眼，就关掉了系统面板。女孩们的歌曲录制完成，工作室的文件审批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下来。接着就是电影主题曲的录制了。自从上次主题曲被泄露一事发生后，倒是给电影带来不小的热度。廖导也抓紧时间，准备尽快将电影赶制出来。苏浩也找时间去把主题曲录好了。再过上2个月，电影应该就能上映了。把录制主题曲的事情办完，苏浩终于闲了那么一点。不过他还是有事要做的，比如想想范柔锦剩下的2首歌该用什么。苏浩沉思了一会，提起笔，在笔记本上刷刷刷的写了起来。日子就这么一点点过去，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半个月后。一辆飞机从云城的天空中划过，随后稳稳地停在了机场。范柔锦和经纪人小敏一起从飞机上走了下来。小敏四处张望了一下，随后侧过头对着范柔锦说道：“柔柔，等会咱们从 VIP 通道走，尽量避开粉丝。”范柔锦远远地朝着出口看了一眼，大量的人群汇聚在那里，其中不少人还举着范柔锦名字的灯牌，一脸狂热地朝着这边张望着什么。若是仔细看，还能看到不少扛着机器的媒体，这是在等他。范柔锦收回目光，点了点头，跟在小敏的身后，从 VIP 通道离开了。自从易燃易爆炸爆红之后，范柔锦的通告就没停过。他已经连轴转接近2个月了，今天才终于有机会喘口气。回到云城，自然也是为了这次专辑的录制。不知道苏浩给他准备了什么样的好歌，范柔锦有些期待。2人从机场走了出来，一辆保姆车早就等着他们了。范柔锦上了车，坐在座位上，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真是累死人了。小敏关上车门，笑眯眯道：“有钱赚就好，咱们这次还挺幸运，没被粉丝发现。”范柔锦之前虽然红，但粉丝来接机的人算不上多。但是自从这次火了之后，接机的粉丝人数暴涨。第一次他们遇到的时候，没什么准备，被一群狂热粉丝困在机场，差点没能离开。最后还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将粉丝赶了出去，他们才能脱身。不仅粉丝，当时在场的媒体都有30-40家。结果当天下午，范柔锦就上了热搜，可见范柔锦现在有多火。车辆一路行驶，范柔锦这次没有直接去公司，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她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一下。结果这一睡就睡到了第2天早上7点。范柔锦原本疲惫的身体终于恢复了点精气神，整个人的起色都好了起来。她坐起身，穿上一件吊带裙，推开房间的窗户，舒展身体，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现在是8月份，天气依旧很热，但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此时空气中伴随着丝丝凉意，凉风吹拂在范柔锦的脸颊上，让她精神一振。范柔锦又站在窗口吹了会风，这才关上窗户，走进卫生间。过了几分钟，范柔锦洗漱完毕，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她坐在床上，拿起放在床头的手机。一晚上过去，手机上又多了许多信息，要不是她开的静音，昨天晚上估计都能被吵醒。范柔锦将这些信息一条条的看了，回复的回复，无视的无视。她滑动着手机，在看到苏浩的名字后，手指一顿。范柔锦点开他的名字，犹豫了好几分钟后，给苏浩发了一条信息。他不知道自己的该说什么，一条信息删删改改了好几遍，才终于发了出去。苏浩，我回到云城了。其实范柔锦是想和苏浩见一面。这段时间过去，他虽然一直忙着工作，但他也很想他。现在才早上7点多，范柔锦估计苏浩还没醒，应该没那么快就看到消息。他放下了手机，只是没想到苏浩很快就回复了他：“我知道，今天我也会去云艺公司，把2首新歌给你。”范柔锦看到消息，心里有些雀跃，回复了苏浩：“好，很期待。”他想了想，又发了一个小兔子的表情包过去。苏浩没有再回复了，范柔锦这才放下手机，走到客厅里。为了方便工作，小敏和范柔锦住在同一个地方。他来到客厅的时候，小敏比他起得还早，早饭都买好了。他看到面色红润，脸上带笑的范柔锦，朝着他挤了挤眼：“怎么，你家那位给你发消息了？”第37电影宣传的邀约。范柔锦面色一红：“什么我家的？”小敏笑得狡黠：“没说什么。这么多天来，范柔锦在工作结束后，偶尔会抱着手机发呆。他曾经不小心看到了范柔锦的手机屏幕，
结果发现范柔锦是在对着和苏浩曾经的聊天记录发呆。小敏在娱乐圈都快混成人精了，奶还不明白范柔锦的心思，这肯定是看上人家苏浩了。小敏不反对范柔锦谈恋爱，甚至还相当支持他和苏浩在一起，毕竟苏浩这个人以后肯定是大有前途的。早餐过后，范柔锦和小敏一起到了云艺公司。范柔锦爆火之后，这还是头一次来公司，刚一进公司，看到他都纷纷向他道贺。范柔锦都笑着回复了。他来到徐少办公室，徐少看了他一眼，哟，我们的大明星来了。范柔锦摸了摸头，对他笑了笑，你就别打趣我了。他朝着四周看了下，此时办公室里除了徐少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别看了，苏浩这会估计还在路上，还要等一会才来呢。范柔锦面色一红，谁说我在找他呢？徐少摇了摇头，暗地了翻了个白眼，心想你那一副望眼欲穿的样子，是个人都能看出你对苏浩有意思。不过徐少没戳破，而是和范柔锦交代起了之后的工作流程。约1个小时后，办公室的门被敲响，范柔锦连忙跑了过去，将门拉开。苏浩站在门口，看见范柔锦之后，对着他笑了笑，好久不见。是啊，好久不见。二人走了进去，苏浩倒也没废话，直接进入了主题。他拿出写好的歌词和曲谱，放在了桌子上，往徐少和范柔锦的方向一推，给你们看看。二人将这2首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越看越吃惊。这2首歌的完成度可一点都不比《易燃易爆炸》差。徐少真的很好奇，苏浩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随便写一首歌都能有这么高的质量，而且还只是用了这么点时间。怎么样？苏浩出声道。他这2首歌，一首是《阴天》，另外一首则是《白天不懂夜的黑》。这2首歌在前世也算得上是经典了，传唱度也很高，并且也很符合这次范柔锦专辑的主题。徐少和范柔锦自然是满意苏浩的作品的，当即就和他签了合同。至于价钱，还是按照之前的那样，300万一首，并且专辑发售后还要给他净利润30%的分红，30%的分红已经算是不错了。毕竟人力物力都是云艺出了，苏浩也不贪心。办完事后，苏浩也没着急走，而是留在云艺指导了一下范柔锦。范柔锦惊讶地发现，一段时间没见面，苏浩的唱功好像更厉害了，至少他的唱功比自己强太多了，自己也要努力才行。时间如流水，转眼又过去了半个月。这些日子，苏浩工作室的一些文件终于拿到手了，工作室那边还差一点东西需要布置，再过上半个月，应该就能正式营业了。这天，苏浩正吃着饭，廖导那边突然打电话过来了。苏浩看着手机，心中好奇，廖导的电影应该制作的差不多了，现在不应该忙着到处宣传吗？怎么有空给他打电话？这个念头一闪而过，苏浩接起了电话，对面传来了廖永年的声音：喂，苏浩，好久不见啊，最近忙什么呢？苏浩将嘴里的饭咽了下去，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一边擦嘴一边说道：就还是工作上的那些事呗。老廖，你最近怎么样？两人先是寒暄了几句。这部电影马上上映了吗？忙得脚不着地的，我这也是吃饭时间才好不容易腾出了点空，才给你打了这个电话。苏浩笑了笑，懒得和他在这里绕弯子，说道：老廖，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我能帮的肯定就帮。廖永年道：是这样的，电影呢我们已经制作完成了，明天准备在云城这里办首映礼，想邀请你过来帮忙宣传宣传。要不是苏浩，他们的电影恐怕还得不到这么大的反响。虽然电影现在还没上映，但是有这么多人关注，已经算是一个好的开端。明天？苏浩想了下，自己明天好像确实没什么事，而且廖永年都亲自邀请了，他点头答应了下来。行，我明天正好有空，一定准时到场。那行，我这边还要忙，我们明天见。廖永年匆匆挂断了电话。另一边，任琪琪疲惫地推开了卧室房门，直接瘫倒在床上。他这段时间忙得飞起，各大城市到处跑，只要是能接的戏，能接的综艺，他都接了个遍。任琪琪初入娱乐圈，就因为出演了一部电视剧而爆火。一次为了配合新剧的宣传，他演唱了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没想到反响出乎意料的好。后来他尝试着发了几首歌，效果也都还不错。任琪琪这么多年一步步走过来，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才累积了这么多人气。但任琪琪清楚的知道，就算自己现在再怎么红，想要在娱乐圈长远的发展下去，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他就只能趁着他现在人气最多的时候，多赚点钱。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和苏浩聚少离多，最终离婚。休息了一会，
任琪琪打开微博，在回复了几个粉丝的留言之后，无意间看到了一条热搜：范柔锦新专即将发布。想起上次在节目上输得那么惨烈，任琪琪的心紧了紧。她从床上爬了起来，走出房门，看着坐在沙发上的红姐说道：红姐，上次那个电视剧我接了。红姐摇了摇，琪琪，我们的档期很紧。虽然任琪琪一向都很拼命，但自从上次见过苏浩之后，她发疯了一样不停地接着通告。这段时间任琪琪基本都没好好休息过，有时甚至只能在飞机上睡那么一会，下了飞机还要去参加各种演出和综艺。红姐很担心任琪琪这样会吃不消。第38电影首映，任琪琪抿了抿唇，没关系，再挤点时间出来。红姐知道自己劝不动，只能叹了口气，去联系剧组。第二天下午，苏浩来到了一家大型商场，商场顶楼则是一家电影院。商场门口前，一幅巨大的海报立在旁边，正是廖永年的新电影宣传海报。少年少女背靠背坐在草坪上，面带微笑，说不出的温暖和谐。苏浩凑近看了看演员表，这才知道男主角真名叫做白明哲，女演员叫做童瑶，两个都是小有名气，但算不上特别出名。苏浩走进了商场，这里平时人流量就很多，今天一些粉丝涌现在这里，更加人挤人了。苏浩看了一眼，给廖永年打了个电话，廖永年让他在另外一个入口处等着，程毅马上去接他。入口处有工作人员，苏浩不认识，也没有凑近，直到程毅出现，他才走了进去。苏浩进去的时候，电影院里已经坐满了观众，两个主演还没有到，台上是主持人和廖永年在进行着活动的预热。程毅带着他来到前排的嘉宾席，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苏浩刚坐到座位上，后面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苏浩一回头，竟然是许久没见的丁路。丁路很惊喜：苏浩，你也来了？苏浩这才想起，丁路这参与了这次电影的演出，虽然演的只是一个小配角。苏浩朝着他笑了笑：老廖让我来的。丁路点了点头，正准备再说些什么，程毅拍了拍苏浩的胳膊，侧着头低声说道：待会他们那边流程结束了，估计要让你上去说几句话，唱个歌什么的。苏浩点点头，表示了解。丁路和苏浩的交流被打断，台上廖永年说话了，丁路就没有再和苏浩搭话，专心看上台上的动静。廖永年在上面和主持人暖场，没一会，入口处一阵躁动，原本还有些无聊的粉丝瞬间躁动起来。苏浩抬头看了一眼，是女主童瑶挽着白明哲的胳膊走进来了。两位主演一到，现场的气氛立即热络起来，粉丝激动地呐喊着两位主演的名字。两位主演和粉丝互动了一会，现场的气氛在此时达到了顶峰。主持人摆了摆手，示意粉丝安静。其实除了两位主演之外，今天我们还邀请了一个特别嘉宾，大家猜猜是谁？主持人一脸神秘，卖了个关子。粉丝们的好奇心也被高高的吊了起来。主持人见胃口吊的差不多了，朗声道：那就是本次电影主题曲的演唱者，让我们有请苏浩先生。苏浩理了理衣服，站起身，朝着台上走去。粉丝还没反应过来苏浩是谁，媒体倒是先是沸腾了，举起相机咔咔咔的对着苏浩拍照。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媒体可都还记得几个月前的那次热搜，仅仅只是一段模糊不清的视频，就引得无数人疯狂。那段时间，无数媒体都想采访这个叫做苏浩的歌手，但是没人能联系到他。没想到现在却有了这个机会，这可是头号新闻啊！那些年的作者苏浩全露脸了，一众媒体纷纷涌向了前方，将相机对准了苏浩的脸。苏浩从主持人手中接过了话筒，说道：大家好，我是苏浩，也是这部电影主题曲的演唱者。作为童瑶和白明哲的粉丝，这部电影宣传一出，粉丝们自然也就关心起这部电影相关的一切。当时电影主题曲泄露时间，粉丝们也是清楚的，其中还有一部分人也是因为苏浩的歌曲才选择来看这次电影的首映仪式。此时知道苏浩的身份后，粉丝们也激动了，粉丝们尖叫着，嘴里大喊着苏浩的名字，竟然比刚刚男女主演出现的时候还要疯狂。廖永年乐呵呵地走到苏浩身边，举着话筒，看来大家很热情啊。电影马上开始，不如咱们就请苏浩来唱首电影主题曲吧。下面的粉丝开始疯狂尖叫着：苏浩老师，来一首，来一首。苏浩没有推辞，点了点头，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早就准备好的吉他，轻轻弹唱起来。苏浩现在已经拥有了神级唱功，这一开嗓就将电影院里的人给镇住了。苏浩老师也太强了吧，这可是现场。是啊，这是行走的人形 CD 吧？有人嘀嘀咕咕，震惊于苏浩的唱功。
这可不是什么正式的表演，连话筒都还是普通的话筒，也没有后期的修音。没人想到苏浩的唱功居然这么厉害。苏浩唱完一曲，台下的粉丝站起身，鼓起了掌。随后苏浩又简单说了几句，大概就是自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之类的。大家的时间都有限，之后又和粉丝互动了一番之后，电影院的灯光暗了下来，电影正式播放。苏浩打起精神，怎么说，这也是自己参与合作的第一部电影，自然要好好看一下。只是看到一半，苏浩就觉得有些无聊了。这剧情太俗套了，大概就是两个年轻人在青春期时期相遇相知，最后相爱吵架分手，许多年后各自都有了家庭，两人擦肩而过。不过电影的构图和光影都还不错。苏浩打了个哈欠，打量了一下周围人的反应，其余人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主题曲响起的时候，配合着唯美又伤感的画面，甚至有人流眼泪了。苏浩低着头，差点睡着了。突然，后面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苏浩！丁路凑到苏浩耳边，小声叫着他的名字。苏浩趁着没人注意到他，回过头，压低了声音：“怎么了？待会首映礼结束了，你还有事吗？”苏浩摇摇头：“没有。”丁路双眼一弯，笑眯眯地看着他：“那待会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丁路的眼珠滴溜溜地转了一下，像是怕被拒绝了一般，眼神中还带着一丝忐忑。苏浩想着两人也的确是好久没见了，于是点了点头：“好，没问题。”丁路心满意足地恢复到了原来的姿势，专心地看着电影。第39，注册微博。大概1个半小时后，电影结束了，四周的灯光亮起。苏浩扫了一眼观众的表情，发现不少眼睛都红红的。这电影还行，挺感人的，特别是主题曲响起来的时候，我直接没绷住。我觉得这电影要是没有那首主题曲，估计影片的质量会减一半。确实，苏浩老师太强了。虽然他们的声音很小，但苏浩坐在前排，将观众的话听进去了，也听进去了一部分。其实放在苏浩看，这电影算得上烂片了。没想到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评价还不错。当然，混娱乐圈的，苏浩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这种话埋在心里就行了。电影放映结束，一行主演和导演再次上台，说了些感谢观众之类的话。随后一行人在粉丝的掌声之中走出了演播厅，苏浩也走了出去，站在出口处等丁路。没一会，丁路出来了。苏浩给廖永年发了条消息说自己走了，随后就和丁路一起出了电影院。两个人在商场随便找了一家餐厅吃了饭。晚饭过后，两人从商场出来，天色已经微微暗下来了，此时正吹着微风，气温没中午那么闷热了。丁路不想这么快就和苏浩分开，便提议一起去散步。苏浩点了点头，带着他来到了这附近的公园。这公园靠着江水，环境很不错，不少人都趁着下午凉快在这边散步。丁路心情雀跃，他扭过头看着苏浩：“我们还真是好久不见了呀。”自从上次正式录完歌曲之后，几个姐妹也没闲着。苏浩之前给他们找了舞蹈老师，现在正学习着舞蹈呢。算算时间，他们有差不多1个月没见过了。丁路没想到能在电影首映上遇到苏浩，苏浩被他看得有些心虚。虽然说了让甜橙女孩跟着他混，但这段时间自己几乎没管过他们，毕竟工作室开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也确实没办法给他们安排工作。放心，工作室马上就能开起来了，以后天天都能见到。苏浩没想太多，随意回答了一下丁路。丁路双眸亮晶晶的，笑得更开心了。两个人说说笑笑了一路，又聊到了刚刚的电影首映。丁路叹了一口气，眼神有些低落。刚刚在电影院，我听到有人骂我演技差，虽然自己的演技确实不行，但听到别人这么说自己，丁路心中还是忍不住失落。苏浩安慰道：“没事，慢慢来，没有人是一开始演技就很好的。”丁路点点头，话锋一转，又提起刚刚苏浩在电影首映时的表现。你知不知道你就是那首主题曲的作者的时候，那些媒体跟疯了一样。我猜今晚你一定会上热搜，上次歌曲被泄露时就上了热搜，这次苏浩露面肯定还会重现之前的局面，说不定还要比之前的动静更大呢。苏浩笑了笑，没说什么，毕竟他对这种事并不是很在意。丁路拿出手机，点开微博，抬头看了眼苏浩。对了，你的微博是什么？我关注一下。苏浩摇了摇头，我没有微博。啊？丁路一愣，想了想之后说道，要不你注册一个吧，以后要是有什么宣传也要用到。对于娱乐圈的人来说，微博可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东西，一个明星的人气高不高，作品的水准怎么样，可都能从上面看到。苏浩想了想，
注册一个微博的确是有助于积攒自己的人气，以后获取声望值似乎也要更加容易些。他点了点头，好，我回去就注册一个。丁路收起手机，朝着苏浩一笑，那你回去注册好了之后，可要第一个告诉我哦。苏浩点了点头，二人又继续走了一会，天色彻底暗沉了下来。苏浩开着车，先是把丁路送回了家，随后才回到自己的家中。苏浩洗了个澡，把头发吹干，躺在床上也有些累了。他想起今天丁路说的话，又坐起了身，打开手机，将微博下载好了。他按照了提示，用手机号注册了微博，上面却提示账号已存在。苏浩直接登录了这个账号，然而在苏浩登录上之后的下一秒，无数消息弹出，苏浩的手机直接卡死。苏浩点了半天，手机没有任何的反应，甚至连关机都做不到。苏浩无奈，只能暂时把手机放在一边。足足过去了10分钟后，苏浩的手机才恢复了正常。他点开微博，查看了自己的 ID， 一个名字显示在上面，白棋。苏浩摸了摸下巴，这才想起来，自己以前好像是注册过这个账号。他用这个账号发过半首歌之后就再也没登录过了。苏浩随便点了一条私信，白棋大神，你人在哪里去了？我有生之年还能听到完整版吗？白棋，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白棋，至少你也要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吧。他随便扫了一眼，私信数量已经是999加，时不时还有几条新的留言出现，这根本看不完。之后苏浩又点开了自己的微博，上面只有一条动态，这是一支不到1分钟的视频。苏浩点开看了下，是自己抱着吉他在里面自弹自唱，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跟夜风一样的声音，心碎的很好听，手在键盘敲很轻。苏浩终于想起来这首被自己遗忘的歌曲，这还是他当年无聊的时候随便发到网上的，就当是他随手的一个记录。没想到居然红了。他看了下自己的粉丝数，500多万。苏浩有些惊讶，没想到只是发布了一首歌，居然暴涨了500万粉丝。苏浩看了下时间，是很早之前了，应该是他刚穿过来没多久。那个时候他好像还没有得到系统，可惜了，不然他就有500万的声望值了。苏浩又点开评论看了眼，评论数量都已经破了50万了，里面大多都是求他出完整版歌曲和求歌名的。苏浩想了想，退出了这个账号，又重新用微信注册了一个账号，这次他用的是自己的真名。第40参加宣传，苏浩给丁路发了条消息，告诉他自己微博已经注册好了。没过一会，苏浩的微博就多出了几个新粉丝。苏浩点进几个女孩的微博，大概看了一下，几个人的粉丝数量都差不太多，都是200-300万左右。200-300万的粉丝，在现在这个时代，可能还比不上一个网红。苏浩回关了几个女孩后，就放下了手机，睡觉了。第二天，苏浩懒得想睡个懒觉，却被一个电话给吵醒。苏浩接了起来，喂，苏浩，你上热搜了。丁路的声音从对面传了过来。什么热搜？微博热搜啊，你快去看看。丁路很快挂点了电话。苏浩打了个哈欠，这才登上微博，点进热搜榜。苏浩扫了一眼，热搜榜上竟然有好几条和他相关的。那些年，作者苏浩亮相昨日电影首映礼，苏浩现场演唱歌曲。那些年，苏浩点进这些词条，一点点看了过去。虽然昨天是电影的首映礼，媒体和网友的关注点竟然都在苏浩的身上。苏浩这边正看着消息，消息提醒里面突然多出了一个艾特。苏浩点进去看了下，是丁路，公司号老师喜提热搜，祝廖导票房和大卖，后面艾特了自己，还有廖导。丁路的粉丝算不上很活跃，发出去这几份，下面也不过寥寥数十个评论。没一会，转发突然多了起来。苏浩一看，这条消息被廖永年转发了，还附带了一句话：谢谢苏浩老师的演唱。被廖永年转发之后，苏浩的微博粉丝突然暴涨起来，开始只有几百粉丝，后来几千的涨。苏浩的微博里没有东西，他想了想，发了条微博：大家好，我是苏浩。发完这条动态后，苏浩就关掉了手机。他起了床，洗漱完吃了早餐，准备去工作室一趟。工作室这几天在忙着装修呢，刚好订的那批设备也到了，他得去看一下。苏浩没有开车，而是随后拦了一辆出租车。苏浩上车的时候，司机正放着范柔锦的那首《易燃易爆炸》，嘴里还小声哼哼着。苏浩笑了笑，没想到这首歌的受众范围还挺广。工作室离他住的地方有点距离，苏浩又低头玩着手机，就这么一会的功夫，他的微博粉丝数量就已经破了10万。苏浩想起自己还没回复廖永年，
连忙点了关注，顺便在他的评论区留言道：多谢廖导抬起，一句老师不敢当，祝票房大卖。苏浩正看着手机呢，突然弹出来一条短信：您的账户 XXXX 到账20万元。苏浩愣了一下，自己最近应该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才是。正这么想着，廖永年的电话打进来了。喂，苏浩啊，我刚刚给你打了20万，算作是之前的出场费，你看看收到了没有？苏浩反应过来，笑道：太客气了廖导，就是宣传一下而已，亲兄弟明算账，我请了你做宣传，那肯定是要给出场费的。苏浩给他的电影带来那么大的热度，之后上映的票房肯定是不愁了。虽然之前没有提过说要给出场费，但廖永年还是主动给苏浩赚了20万。苏浩听完也再没有推辞，但廖永年还没有挂断电话。苏浩直言道：老廖，还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廖永年笑了笑，也没客气，说道：是这样的，我想之后再请你来配合我们做几次宣传，我们这边准备上个综艺，到时候想让你在上面唱那些年，还准备去其他几个城市宣传，你考虑下。苏浩这次带给他们的热度是出乎意料的，廖永年想趁着这波机会，看看能不能给电影带来更多的热度，毕竟这种事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每次的出场费我肯定还是要给的，而且那些电视台给的肯定比我给的要多。苏浩沉默了一下，随后回道道：抱歉老廖，我去不了。老廖急忙问道：你要是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可以配合你来，出场费这边我也可以再多给你要点。廖永年是真的很想要苏浩一起宣传了。苏浩叹了口气：抱歉廖导，这事我没办法答应，我最近忙着处理工作室的事，刘导那边估计马上就要我过去，我这边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处理，实在是没有时间，抱歉。廖永年有些失望，但苏浩没有时间的话他也不强求。没事，你给我们带来的这波热度已经足够了，倒是票房肯定不会难看，那我就在这里祝你一切顺利。苏浩回道：谢谢，也祝你票房大卖。哈哈，客气了，那我们回头再聊。好，再见。苏浩挂断了电话，又行驶了一会，苏浩终于到了工作室楼下，付了钱，苏浩下了车。这附近不少公司，现在这个点正巧是上班时间，不少上班族都神色匆匆地走来走去。苏浩走进了工作室所在的那栋大楼，和一群上班族挤着上了电梯。这栋楼什么类型的公司都有，不过大多都是一些网红经纪公司，还有一些艺人经纪公司。这一路走过来，倒是看到了不少美女，很是养眼。至于明星嘛，人家肯定不会选择在人最多的时候来公司，所以苏浩也没能看到。进了电梯，苏浩按下楼层，一抬头，却发现不少人在偷偷打量自己，还小声的和同事窃窃私语着什么。苏浩摸了摸自己的脸，有些疑惑，难道自己早上洗脸没洗干净？不对啊，自己走之前明明照了镜子。电梯停了一下，从电梯上下来不少人，瞬间电梯变得空旷不少，零零散散的还剩下5、6个人。请问你是不是苏浩？突然有人戳了戳他的胳膊，小声询问着。苏浩一转头，发现对方对面是个年轻的圆脸女生，看着他的眼神亮晶晶的，很是崇拜。苏浩没否认，点了点头，没错，我是苏浩。圆脸女生瞬间激动了。第41上传新歌。圆脸女生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笔记本和笔，一脸崇拜地看着苏浩：麻烦您给我签个名可以吗？苏浩点了点头，接过纸和笔，在笔记本刷刷签下自己的名字。圆脸女生开心接过，小心翼翼将签名收好，谢谢苏浩老师。苏浩给圆脸女生签完之后，电梯里其余几个人也站不住了，趁着电梯还没到，纷纷找纸和笔想要苏浩的签名。有个女生因为没带纸和笔，干脆拿了支口红让苏浩签在了自己的衣服上。苏浩将签名快速签完，这才如此直接真实地感受到了自己这下真的是红了。不过估计也就在这每天都必须接触网络的经纪公司附近才有这效果。苏浩这边刚签完名，那边电梯就开了，到达了他工作室所在的楼层。苏浩出了电梯，来到自己的工作室，里面有2个工作人员正在安装设备。这套设备花了苏浩不少钱，但为了保证以后的音频质量，设备这东西当然还是要在经济范围内买最好的。设备安装完之后还要调试，苏浩在一旁等得有些无聊，于是下了楼，在公司附近转了转。他还没有仔细在这周围转过，现在就当作是熟悉环境。这个地方虽然有些偏僻，但周围的环境还是不错的，餐馆、超市，还有一不算特别大的商场。逛得差不多了，工作室那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打来电话，说设备已经调试好了，
苏浩回到工作室，试了试设备，在确定没什么问题之后，签了签收单，坐在了办公椅上。他工作室所在的位置在高层，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的风景。苏浩看着外面的风景，同时脑海中在想一些事情。范柔锦专辑的事情基本没他什么事了，刘导这些天估计也忙着拍广告的事，暂时也没联系他。接下来就是找和他一起合作的女歌星了，不过暂时他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先放一边，等到过2天相关文件下来，苏浩的工作室就能正式开业了。至于工作室的名字吗？苏浩则起名叫做星耀，希望他旗下的艺人都能够星途闪耀。苏浩暂时闲下来了，他无聊地打开手机，刷起了微博。半天时间过去，他的热搜排名下降了几位，估计明天就掉下热搜了。他扫了一眼自己的粉丝数，已经破了100万。苏浩有些吃惊，没想到自己的粉丝数量比直接想象中的涨得还要快。他连忙打开系统属性，查看自己的声望值，100多万。苏浩有些激动，他又有一次可以神级抽奖的机会了。不过苏浩想了想，克制住了自己激动的心情，暂时没有动用这一次抽奖机会。他之前在进行高级抽奖的时候，经常什么都抽不到，倒是10连抽能有机会抽到一些好东西。他估计这神级抽奖也是这种尿性。苏浩关掉系统页面，目光再次移到了微博上面。就这么一会的时间，他的粉丝又涨了好几万，他的私信也几乎被塞满。苏浩懒得去看，而且随后切到了自己白棋的号上。白棋的微博账号倒是没有那么热闹，只是时不时的还能收到几10条私信，其中有一个人的消息竟然已经到达了999加。苏浩有些好奇，点开看了一下，令他惊讶的是，里面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只是这位粉丝每天都会给他发一次消息。白棋今天发完整版的歌曲了吗？苏浩随手滑了一下，实在滑不到头，于是点开了这个人的微博界面。他浏览了一下，吃惊的发现，从他发歌的那天开始，这位粉丝竟然每一天都在坚持不懈地等待着他的歌曲。苏浩心中突然有些愧疚，他叹了口气，从办公椅上站了起来，走进了录音棚。他熟练地操作着设备，开始编曲。一整天过去，苏浩坐在电脑前，看着这首已经完成的歌曲，长舒一口气。一个人单独制作一首歌曲，还真是有点费时间。不过，他的速度已经算很快了，正常人哪有一天就完成一首歌曲的？而且，编曲、后期、演唱都是他一人完成，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肯定惊掉大牙。苏浩听了一遍自己录好的歌曲，确认没有什么问题之后，登上了全国最大的音乐平台千音。他快速登录了自己曾经注册好的账号白棋。这个账号虽然他注册了，但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账号上也没有粉丝。然后他上传了自己刚刚录制完成的歌曲夜曲。完成这一切后，苏浩长舒一口气。千音平台听歌免费，但下载则是2块钱一次。不过在这以前，还要经过平台的审核才能够正式上架。苏浩也不着急这一会，看天色也很晚了，就下了楼。此时已经是晚上8点，苏浩出来的时候，整栋楼都黑了，只剩下那么几家公司的灯还亮着。苏浩回到家，做饭吃饭，洗完澡之后，已经是快12点了。他打了个哈欠，躺在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然而就在苏浩入睡的时候，另外一边，千音公司却依旧灯火通明。千音审核部还有几个员工在这里加着班，加班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并不是什么歌曲都能够随便被上传至千音平台的。有些歌词里面有不健康内容的，那肯定是不能通过。员工丁则打了个哈欠，泡了桶泡面，随后又坐到工位上，捧着泡面稀里呼噜地吃了起来。同时他也没浪费时间，想完成工作后早点下班。一边吃着泡面，一边戴着耳机，听着耳机里最新上传上来的歌曲。听完几首之后，丁则叹了口气，觉得无聊，每天来来去去都是这么几种风格，有些人唱功还那么差，真是糟蹋我的耳朵。他忍不住吐槽道，其实相对于国外，国内的音乐质量层次不齐，很难出什么好歌。不过最近范柔锦新出的那几首歌还不错，算是给大众洗了洗耳朵。尽管听歌听得有些厌烦，但这到底是自己的工作，只能耐着性子继续听下去。他点开了下一首待审核的歌曲，丁泽扫了一眼名字，夜曲。丁泽按下了播放键，10几秒之后，丁泽忍不住喊了一声卧槽。第42千音平台的激动，丁泽猛地站起身，没注意自己手里还端着泡面，泡面顿时洒了一地。然而他此时却顾不上这些，专注地听着耳机里的歌曲，表情沉醉。其余同事被他这边的动静吓了一跳，朝他张望过来。
一边骂道：“丁泽，你没事抽什么风？大晚上的吓我一跳。”丁泽没理他，继续沉浸在歌曲里。过了几分钟后，丁泽才摘下了耳机。太好听！刚刚骂过丁泽的那个同事翻了个白眼，有些兴致缺缺。好听的歌曲又不是没有，至于那么激动吗？他觉得最近范柔锦的新歌就不错呀，还有那个叫苏浩的那些年都很不错。不过说起来，范柔锦的新专辑好像快要发布了吧，到时候他一定第一个下载。丁泽听了他的话，却2步走了过来，一把将他拉到自己的工位上，将耳机戴到同事的头上。你快听听。几分钟之后，这位同事也变得和丁泽一样，大喊了一声卧槽。他激动地指着屏幕，大喊道：“这歌一定会火！”其实圈子里大火的歌曲很多，不过很多都是一段洗脑的旋律，乍一听很不错，但是经不住细细品味。但是这首歌，它一定会引爆整个音乐圈。说着，他推了推丁泽：“快，你赶紧给人家审核通过呀！”丁泽这才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一把拉回椅子，坐到了工位上，点击了审核通过。他转过头，对着同事说道：“好久没听到这么符合我口味的歌曲了，等会回去了我一定……你们在这吵什么吵？不好好工作，今天是准备留下来通宵了？”正在这时，一道严肃的声音传了过来。二人扭头一看，是部门主管出来了，他手里夹着公文包走了过来，但丁泽却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条睡印，这肯定是睡觉被他们给吵醒了。但丁泽肯定不敢戳破，只能干巴巴地说道：“主管，是这样的，我们听到一首好歌，太激动了。”主管嗤笑了一声，斜着眼睛看他：“好歌？什么好歌？能让你们激动成这样？”丁泽连忙将耳机戴到了主管的头上。“主管，你听听，就是这首。”丁泽点开了那首歌曲，音乐响起。几分钟过后，主管的表情从一开始的不屑，一点点转换成震惊。这首歌的质量，竟然一点都不比最近大火的《易燃易爆炸》和那些年差，甚至他觉得这首歌曲比这2首还要更加好听。主管激动了，这首歌一定能够给他们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快，给我看看这首歌的下载数据！主管大喊道。丁泽连忙拖动鼠标，从曲库里将《夜曲》这首歌找了出来，播放量88，下载数量81。3个人震惊了，这个播放量看着很少，但是要知道，这首歌通过审核，前后后还不到10分钟，竟然就已经有了80多个播放量。更恐怖的是，一首播放量为88的歌曲，下载量竟然就有81，这就说明这首歌的下载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就连范柔锦的那首《易燃易爆炸》，下载率也不过70%几而已。这首歌的作者是谁？我要知道他的全部信息。主管激动道。丁泽点开看了一下，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名字出现在这首歌的下方：歌手白起，编曲白起，混音白起。白起？主管也愣了一下，他当然知道这个名字，当年因为半首歌而爆火，粉丝量在短短几天就突破了500万。然而在这之后，白起就再也没有以歌手的身份出现过。后来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一些歌星的专辑中，每一首歌曲都是大火。知道了作者是谁之后，主管反而有些迟疑了。这个白起，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个白起？这些年，白起从来不露面，这也就造成了不少人打着他的名义出来骗人。不过，骗子终究是骗子，没有白起的那个实力，自然很快就会被人发现。主管在看到白起的名字之后，第一个反应自然也是这个。不过，这首歌的质量倒是很不错。丁泽干脆拿出手机，找到了白起的微博。他一直关注着白起，但是白起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微博了，没人能找得到他。白起的微博主页依旧是好几年的那条视频。他打开听了一下，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和千音平台上夜曲一模一样的调子和歌词传了出来。3人瞪大了双眼，心中是无法克制的激动。一定是他，一定是白起！主管大喊道。原来这半首歌的名字叫做夜曲，原来这是千音上发布的，是他完整的作品。丁泽也跟着大喊。主管又点开夜曲，足足听了好几遍，最后取下耳机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还有些意犹未尽。好听，曲风悲伤颓废，讲述了失去爱情之后的麻木。主管盯着上面不断上涨的数据，一拍桌子，做出了一个决定：明天把开屏封面给这首歌，把白起的名字给我带上，还有各个榜单推荐位也全部都留给这首夜曲。主管这是准备大力将这首歌推广出去了。丁泽有些犹豫，迟疑了一下，道：可
高层那边不知道会不会同意，他们要是擅自就将推荐位给白起，高层一些人恐怕不会满意。主管冷哼了一声，像是想到了讨厌的人。呵，这首歌的歌曲质量有多高，我想你们心里应该也清楚。主管转过身，定睛看着二人，这首歌一定会火，也一定会给我们公司带来一步不小的利益。我想那些人就算再怎么不满，也一定没有理由多说什么。就算是不满，那又怎么样？仅仅只是白起这个名字，就足以让他们不留余力的宣传。总之，无论如何，抓紧时间联系宣传部的人，按照我的说的做。是。第43，火爆全网。次日清晨，原本还有些冷清的街道逐渐热闹了起来，人们睡眼惺忪地挤上地铁，朝着公司出发。地铁上人很多，但小桃很幸运，抢到了一个座位。她神色不太好，眼睛也红肿着，明显是昨天晚上哭过。昨晚她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小桃心中很苦闷，可依旧要早早起来上班。她微微叹了口气，戴上耳机，打开了千音。她平时上下班坐地铁时都会听歌打发时间，只是这段时间手机歌单里的歌曲已经有些听腻了。一打开千音，上面是千音的开屏广告，只是今天似乎有些不一样。上面的内容很简单，只是一张纯黑色的图片，上面加上了一些简单的花纹，而最中间则是一首歌名《夜曲》，白起。开屏广告的时间很短，3秒之后就进入了千音的播放器界面。可这让小桃有些好奇，千音很少在开屏上面给歌曲打广告，除非是像范柔锦那种级别的。这个白起又是谁？她从来都没有听过。带着好奇心，小桃搜索了这首歌曲，点了播放。下一瞬，一个磁性又有些颓废的男声传进了她的耳朵。一群吸血的蚂蚁被腐肉所吸引，一个开头却紧紧地抓住了小桃的耳朵。直到副歌部分，小桃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人抓住了一般，狠狠一揪，想起了自己和前男友在一起时的过往。不知不觉，她的眼角湿润了。地铁上，小桃低着头，耳朵里循环着夜曲，默默流着眼泪。听完这首歌之后，小桃总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感觉，这让她想到了自己的前任。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她不想让自己再痛苦了。几分钟后，她点开手机，给刚刚分手的前男友发了一条信息：我想你了。她擦了擦眼泪，点开了评论。她注意到这首歌似乎是昨天晚上才刚刚发布的，但是评论已经破了3000，并且还在不断的上涨着。小桃有些惊讶，这数据涨得也太快了。惊讶的不只是她，还有千音的工作人员。早上不到9点，丁泽顶着个黑眼圈坐到了自己的工位上，其余人看到他这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吓了一跳。丁泽，你昨晚干什么去了？丁泽打了个哈欠，对着他摆了摆手，别提了，昨晚加班到半夜，4点多了才睡。其实昨晚他2点就到家了，只是当他打开那首夜曲，开了单曲循环，竟然不知不觉又过去了2个小时。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4点了。要不是第2天还要上班，他肯定听歌通宵。丁泽泡了杯咖啡，坐在椅子上抿了一口，苦涩的味道蔓延到整个口腔，这才让他精神了一点。对了，得看看这首歌的数据怎么样。点开了千音的系统后台，找到夜曲这首歌，他又喝了一口咖啡，还没来及咽下，上面呈现的数据却让他一口将咖啡喷了出来。播放量32851，下载量27025。他猛地凑近屏幕，揉了揉双眼，喃喃一声：我眼花了，我没看错吧？在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之后，丁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才1个晚上啊，甚至连这首歌的推荐也是刚刚才安排好的，一早上都还没过去，竟然就达到了这么恐怖的数据。而且这个下载率就连情歌天后范柔锦也比不上吧。正在这时，主管面带红光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走到丁泽身边，拍了下他的肩膀。丁泽吓得差点将自己手中的咖啡泼出去，正想发怒，扭头一看，竟然是自己的主管，这才赶紧将差点脱口出的脏话收进了肚子里。主管，什么事啊？主管乐呵呵地看着他，你小子运气不错，这首歌的数据很棒，月底你肯定少不了奖金。要不是昨天丁泽闹出的那点动静，他估计还发现不了这么优质的歌曲，没办法这么快就安排上推荐。早上高层看到千音的推荐位被换成这首歌，还跑过来质问他怎么回事，甚至有人提议要撤了他的职。他直接将这首歌的数据亮了出来，狠狠地打了那群人的脸，甚至
老总还亲自找到了他，让他专门负责这首歌在千音上的宣传，这让他很是开心。丁泽一脸惊喜，忙不迭地感谢着主管。主管想了想，对着丁泽说道：“你去联系一下微博那边的人，我们买一个热搜位。白起在他们的平台发歌了，他们自然要好好宣传宣传。”丁泽呀了一声：“可是主管，我只是个审核。”主管瞪了他一眼，这个时候哪还管得了这么多，让你去你就去，奖金少不了你的。丁泽这才高高兴兴地联系去了。一早上的时间过去，一条信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微博热搜榜单上：白起新歌《夜曲》在千音平台发布。这个词条的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小的废字，显然热度不低。这是千音平台官方微博发布的一条信息，内容很简单，就是说白起在他们平台上发布了歌曲，并且还在后方艾特了白起的微博，贴上了新歌的链接。下面的评论都快爆了。白起是谁？看到热搜一脸懵逼的点进来，上面的一看就是年轻人。白起就是音乐圈的神，同意，白起永远的神。他终于发新歌了，而且还是他微博那首歌曲的完整版。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有个疑问，白起都消失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出现？不会又是别人冒充的吧？官方发布的信息应该不会有误吧？官方发布的又怎么样？当时又不是没出过类似的乌龙，你们忘记了吗？这怎么验证？就算有人冒充白起，白起也从来都没有出来声明过。我觉得就是白起，除了白起，还有谁能写出这种歌来？你们的关注点是不是不错了？我觉得这首歌，不管是不是真的是白起写的，它本身就是一首高质量歌曲，何必在这吵来吵去呢？第44一定要签下白起。这条微博的评论下面，网民们吵得不可开交。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夜曲这首歌带来了不少的流量。另一边，苏浩刚刚打开手机，发现手机上有一条信息推送，他本来没有在意，刚准备随手划掉这条消息，却发现这条信息上有白起的名字。苏浩有些疑惑，定睛一看，将这条来自千音的推送从左到右看了一遍。白起新作《夜曲》震撼发布。苏浩摸了摸下巴，怎么自己昨天晚上才发的歌，今天就有推送了？他点进去千音，看了下自己的个人后，惊讶地发现，就这么一个晚上加一个早上的时间，播放量竟然已经破了4万，下载量更是达到了3万多点，而且这个数据还在不断的上涨。他打开系统看了一眼自己的声望值，更是暴涨了20万点。苏浩有些疑惑，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想了想，又点开了微博。他上次退出微博时，并没有切换账号，此时登录的还是白起的账号。他私信里的消息还是那么多，只是粉丝数量突然又涨了10多万。他看了下热搜榜，发现自己果然上热搜了。苏浩点开千音官方微博的，看到了和自己相关的动态。他点开评论看了一眼，里面的粉丝竟然还在为了到底是不是白起本人发布的而吵得不可开交。原来是这样，我竟然又上热搜了。苏浩其实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首歌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他原本也只是想满足一下那位坚持不懈给他发消息的粉丝心愿而已。苏浩想了想，转发了这条微博，并且配上文字：欢迎大家来听我的新歌，反正是白给的热度，站出来澄清一下，肯定能够获得更多的声望值，不要白不要。在转发之后，苏浩就退出了微博，他没有再去关注后续的发展，但是整个微博却因为他这一条转发瞬间炸开了锅。白起，你终于更新微博了！天哪，竟然真的是白起的歌！我现在立马就去下载，都给我去听！我宣布，《夜曲》这首歌是今年我听到最好听的歌。没一会，白起的微博再次冲上了热搜，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他。所有人都在猜测，白起这次到底是不是准备复出了？整个娱乐圈因为白起的突然出现而掀起一阵波澜。金鼎音乐制作公司，金总坐在办公室内，看着手机上的信息，沉着一张脸。他环视了一圈站在周围的下属，今天的消息你们都看到了，白起出现了，这次一定要想办法给我把他签下来。任琪琪从金鼎这里买去打 PK， 结果被范柔锦彻底碾压，这件事几乎被业内人士知道了个遍。现在所有人都很怀疑他们金鼎的实力，甚至有些人宁愿违约，也不愿意再在这里购买他们的歌曲，转头就去联系云艺音乐公司了。因此金鼎现在业绩下滑的厉害，每制作一首歌曲都是需要成本的，但是现在大量的成品歌曲卖不出去，虽然不至于影响到金鼎公司的根基，但也足够他们喝上一壶了。金总痛恨那个给范柔锦写歌的小人物，也痛恨云艺公司，要不是他们，
公司也不至于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最关键的是，公司的名声坏了，外人都开始觉得他们金鼎写不出什么好歌。但金总除了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其余什么都做不了。眼看公司经营状况大不如前，金总急得都上火了。但是老天有眼，在今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白棋竟然现身了。要知道，这么多年，白棋在音乐圈子里，除非白棋主动联系，否则没有人能够联系到他，几乎活成了传说。但是现在，白棋第一次以个人的身份发布了歌曲，这是不是就说明白棋准备正式踏入娱乐圈了？总之，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将白棋签到他们金鼎。记住，不惜一切代价，给他一份1年3000万的合约，不，价钱随便他提，只要他肯签约，我们金鼎。下面的人有些犹豫，说道：“金总，这个价钱是不是给的太多了？3000万，一个一线歌手才能拿到这个价。他一个粉丝只有500万的白棋，就算白棋在音乐圈里再怎么是传奇，但现在市场和以前可不一样了。白棋在娱乐圈里未必能混得好，不过这一点倒是其次，最主要的是，没有人能够保证白棋的每一首歌都是精品，说不定之前那些歌也只是运气好才能够爆火的。”金总冷哼一声，瞪了他一眼：“你懂个屁！500万粉丝又怎么了？你也不想想，白棋当年可仅仅只是靠着一首不完整的歌曲就收获了这么多粉丝，现在他发歌，短时间内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金总拍了拍桌子，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自己的下属：“你们自己想想，金鼎这么多年，自己手底下有哪个歌手能达到这种高度，出道即巅峰？何况现在白棋还没有出道。下面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确实心惊胆战。仔细一想，他们手底下好像确实没有这种艺人，不只是金鼎，就连整个娱乐圈都未必能够比得上白棋这恐怖的数据。别在这里给我浪费时间了，现在肯定不止我们一家公司准备签下白棋，速度给我放快点，要是白棋被别人签走了，你们就给我卷铺盖走人。”是。办公室里的人全部走了。金总坐在办公椅上，点燃一支烟，手竟然有些不受控的颤抖。他太激动了，多少年都没看到过白棋这种级别的人才了。他深吸一口烟，又缓缓吐出一个眼圈，拿出手机，在微博一栏搜索了白棋的名字。这么一会的时间，有关白棋的搜索量竟然已经突破了300万，这还仅仅只是微博的数据。白棋是彻底火了，要是能把白棋签下来，他一定会成为金鼎的摇钱树，说不定还能替代金鼎旗下的天王尹天，成为金鼎的第2个顶梁柱。金总心里更加坚定，无论如何，他们一定要把白棋签下来。第45，暗潮涌动，不仅是金鼎，娱乐圈内所有音乐公司都因为白棋的出现掀起了一场风暴。然而，作为当事人的苏浩，此时正悠闲地躺在沙发上，看着自己的声望值一点点上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他的声望值就已经暴涨了30万，现在总共有150的声望值。虽然很想抽奖，但苏浩最终按捺住了。苏浩打个哈欠，躺在沙发上闭上了双眼，准备午睡。然而，正在苏浩刚刚睡着时，手机铃声响起，一个电话打了进来。苏浩迷迷糊糊的接起了电话。喂，徐少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苏浩，恭喜你又上热搜了。”哈哈，我刚刚听了你的新歌，这又是一首神作呀。徐少先是恭喜了一下苏浩，知道白棋身份的也就云艺公司那几个高层和范柔锦了，这回打来电话道喜也没什么问题。苏浩被吵得瞌睡也没了，精神了不少。他坐起身，笑了笑，客气了徐总，我就是随便写写，也没想到那这么大动静。这话要是让别人听了，估计也只会觉得苏浩是在装逼。但清楚苏浩本事的徐少明白，苏浩说的是实话，这可能真是他随便写的歌。徐少笑了笑，随后道：“其实给你打这个电话呢，就是想给你提个醒，这次热度这么高，肯定会有很多公司想方设法的来签你。我知道你不准备签公司，但是吧。”徐少顿了顿，声音中带着一丝担忧：“别的公司都还好说，金鼎公司这次肯定也要所有动作，你一定要小心他们公司。”苏浩挑了挑眉，这话怎么说？徐少叹了口气，道：“我和金鼎公司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的手段有多脏。你要是拒绝了他们的邀请，恐怕他们会开始疯狂打压你。”他就亲眼见过，明明前途大好的一个小歌手，因为拒绝了金鼎的邀约，从而被封杀。金鼎这么一个大公司，想要封杀一个不出名的小歌手，轻而易举，这让徐少忍不住担忧，万一金鼎对苏浩做点什么，苏浩孤身一人，又能怎么办呢？闻言，
苏浩淡淡一笑，眼神里没有丝毫惧怕。没关系，金鼎不会有这个机会的。苏浩很有自信，他明白自己的歌曲能够给各大平台带来多大的利益。现在这些公司，说白了就是为了一个利字，只要他能够给这些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就算金鼎公司想要对他下手，相信那些平台也一定会保住他的。想要打压他，可没那么容易。而且，没有人知道白棋就是苏浩，他完全可以在这两个身份之间自由切换。就算封杀了白棋，那也还有一个苏浩。苏浩展现出来的强大自信，让徐少放心了些。不过，他还是有些担忧，叹了口气，说道：“反正你一定要小心金鼎，要是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的。”苏浩给他们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帮助。现在，光是范柔锦一个人，1个月就能给公司带来几千万的利益。人要懂得感恩。要是苏浩被金鼎打压，那他肯定也是不能袖手旁观的。苏浩没有拒绝，那到时候就麻烦徐总了。客气了，客气了。对了，柔柔的专辑就出了，到时候一定多多支持啊。苏浩自然是答应了。两人又寒暄几句之后，便挂断了电话。苏浩刚挂断电话，手机铃声又响起来了。喂，对面传来一个声音甜美的女生。喂，你好，我们这里是金鼎公司的，请问是白棋先生吗？苏浩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打来电话了，他从未在任何地方公布过自己的手机号，金鼎竟然能这么快就拿到自己的联系方式，倒还真是有几分手段。苏浩眼神微冷，声音里没有什么情绪，淡淡道：“是我。”怎么了？对面的女生笑了笑，语气十分热络：“是这样的，白棋先生，我们看到您在网上发布的新歌，想问一下，您有没有意向来我们金鼎呢？当然，您愿意签约我们金鼎，我们将会给您最好的待遇。合约方面的话，也是按照一线艺人的待遇来，3000万1年，这仅仅是您1年的工资，其余的活动和通告，我们也会给您分成。您考虑一下怎么样？”苏浩勾了勾唇角，不得不说，对方开的条件的确十分诱人，这条件甚至比一些一线艺人的待遇还要好。若是放在一般人身上，能签到这种合约，肯定是欣喜若狂了。但苏浩直接拒绝了对方：“不了，我不考虑签公司。”对方笑了笑，还没有放弃：“白棋先生，要是对价格和合约不满意，我们可以再商量，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一定满足您。我说过了，不签，贵公司还是找别人的吧。”苏浩扔下这句话，就挂断了电话。金鼎公司内，王小丽拿着被挂断的电话，皱了皱眉，心中十分生气。金鼎的姿态都放得这么低了，这个叫白棋的还不满意。王小丽踩着高跟鞋，噔噔噔的走向了金总的办公室。金总一抬头，看见他，放下了手中的文件，问道：“怎么样？”王小丽皱了皱眉，脸色不好看，添油加醋的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说了。金总听了，没有说话，表情淡漠，眼神却沉了沉。王小丽迟疑着开口：“金总，要不我再去打一次电话？”金总摇了摇头：“不了，这件事就这样吧，不用再找他了。”王小丽一愣，没想到金总竟然这么快就放弃了。只见金总冷冷一笑，站起了身，眼神中闪过一丝阴狠：“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很快，他就会为自己这个愚蠢的决定付出代价。”王小丽一愣，的确，金鼎作为圈内排名第1的音乐公司，白棋竟然拒绝了他们的邀请。白棋总有一天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金总想了想，转过了身去给千音施压，让他们下架那首歌曲。第46金鼎出手。王小丽点了点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找到千音平台的联系方式，拨了过去。手机铃声响起，过了几秒之后，电话被接通了。对面是一个中年男生，语气之间听起来十分谄媚：“喂，王姐，好久没联系了呀，您有什么事吗？”每年金鼎公司都会在千音平台输送大量的歌曲，其中不乏一些爆款作品，两个公司之间其余合作也相当紧密，双方互惠互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作为金鼎的高管之一，王小丽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可不低，至少千音平台的这些人可不敢轻易得罪他。王小丽懒得和这人废话，直言道：“是这样的，夜曲那首歌，我们想要你们那边下架了。”对方愣了愣，自然知道夜曲这首歌，也清楚夜曲今天那恐怖的数据。他皱了皱眉头，为难道：“王姐，这事恐怕不太好办。夜曲这首歌的成绩太好了，这个时候下架，恐怕高层那边不会同意。虽然他有这个权利去下架夜曲这首歌，但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可能无视公司的利益。夜曲的爆红，光是播放量和下载量，都能给公司带来至少1000万的利润。千音是在和金鼎合作没错，可是也不能因为千音的一句话就下架夜曲，这肯定会给公司带来不小的损失。让千音放弃这块肥肉，恐怕不容易。王小利冷哼一声，知道对方是在问自己索要好处，于是便道：只要你们下架白棋的歌，等到尹天的新歌发售，我们给你们千音独家版权。王小利干脆抛出了一个重磅。尹天在国内已经火了15年了，虽然他现在已经40多岁，但每出一首歌也必定遭到众人的追捧。他的每一首歌曲都被国人奉为经典，就连现在当火的范柔锦也比不上尹天。这种天王级别的人物，要是能够得到独家版权，其中的利益可想而知。而白棋就算再怎么红，再怎么被音乐圈奉为神话，也都是比不上尹天的。用尹天的独家版权来换一个小人物的歌曲下架，那自然是再划算不过的事了。对方当即答应了下来。好，既然王姐这么有诚意，那我现在就去下架这首歌曲。王小利笑了笑，等到这件事情过去，我就去你们公司签合同，那我就恭候王姐的好消息了。王小利嗯了一声，随后挂断了电话。另一边，千音高管看着刚刚挂断的电话，随后打开了千音的后台，他看了一眼已经快要破10万播放量的夜曲，心中有些惋惜。可惜了，这么好的数据，要是能够再发酵个几天，肯定能够成为当下爆火的歌曲。不过，谁让这个白棋惹怒了金鼎公司呢？和金鼎公司作对，往往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他找到夜曲这首歌曲，随后点击了下架。傍晚，人们陆陆续续下了班，小黄一屁股坐在公交车上，熟练地点开千音平台，准备继续听那首最近他喜欢的夜曲。然而，就在点开的一瞬间，他傻了，这首歌不见了。他连忙将自己的所有歌单一遍遍翻了过去，却仍然找不到那首歌。怎么回事？怎么不见了？小黄嘟囔一声，又点开音乐搜索栏，输入了夜曲2个字。抱歉，暂未找到该歌曲。黑色的字体弹了出来。小黄有些疑惑，挠了挠脑袋，以为是自己输入了。他又搜索了一次，还是没有。小黄这下有些慌了。卧槽，他还没来得及下载，现在竟然找不到了。后悔，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赶紧打开微博，点开了千音的官方微博，但他惊讶地发现，早上千音发布的那条关于夜曲的微博竟然被删除了。小黄又找到白棋的微博，白棋的转发还在，只是原博显示已经被删除。他看了看最新评论，下面清一色的都在询问歌曲怎么下架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回应。小黄皱了皱眉，早上的热度那么大，现在突然下架，应该是会有人来说明原因的。怎么现在连条相关热搜都没有？除非有人故意压下了这条消息。小黄敏锐地察觉到，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他退出微博，点开了自己的微信，其中有一个置顶，是他建立的白棋粉丝群，这里面有300多人，都是白棋的粉丝。此时正聊得热火朝天，小黄赶紧将刚刚自己遇到的事情在群里说了一遍。很快，有人回复了：卧槽，我刚刚去搜了，确实被下架了，我也是，而且官方也没有说明，难道是版权问题？怎么可能？这可是白棋自己传上去的，哪来的版权问题？小黄想了想，在群里说道：我觉得有点不对劲，现在白棋的热度这么高，谁傻了才把这首歌下架？我猜是有人想要搞白棋。卧槽，真恶心啊！白棋是碍着谁了？好不容易发歌，竟然让下架了。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一定要搞清楚是这么回事。我去发微博了，咱们这次送白棋上热搜，算我一个。小黄退出了微信，心里越想越气，很快也加入了大军。事情一点点在发酵，越来越多的粉丝知道白棋歌曲被下架事件，纷纷来到微博质问千音微博，但千音没有任何回应。粉丝并没有轻易的放弃，终于在3个小时之后，白棋新歌被下架，冲上了热搜第40位。这个排位很低，阅读量也不高，但小黄却舒了一口气，既然上了热搜，那肯定就会被更多人看到，事情的真相也一定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不管怎么样，白棋好不容易复出，他们绝对不能让白棋受到一丝委屈。然而几分钟过后，小黄再次刷新微博，这条刚刚冲上热搜榜的新闻不见了。小黄的眉头狠狠一皱，这让小黄心里更加确定，肯定有人要故意搞白棋。粉丝群里也炸翻了锅。卧槽，真恶心啊，竟然把热搜给撤了，这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动的手脚，我肯定不会放过他的。别说那么多了，想想现在应该怎么办吧。
第47，再发新歌。小黄看着群里的聊天记录，只觉得气不打一处来。可是现在他却没有任何办法。小黄想了想，干脆给白棋的微博上发了私信，询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仅是小黄，许多人在发现这件事情之后，都纷纷私信了白棋。苏浩并没有注意到网上的动静，但是他很快也发现了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苏浩摸了摸下巴，看着系统中自己几乎停滞不涨的声望值，心中疑惑。这才刚刚到晚上，按理说应该正是流量爆炸的时间点，怎么自己的声望值反而不涨了？苏浩点开自己的千音后台，准备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千音后台上，他的歌曲还在，只是却变成了灰色。点击播放，上面的文字提示歌曲已被下架。苏浩又点开微博，登上了白棋的微博账号，刚一打开，大量的新私信出现在他的微博里。苏浩随便扫了一眼，大部分人都是在询问他为什么歌曲被下架了。苏浩眯了眯眼，眼底一道寒芒闪过，自己这首歌的数据这么好，千音没理由会放着钱不赚，除非有人故意要打压他。想都不用想，肯定是金鼎那边动的手脚。就因为自己拒绝了金鼎的签约，果然和徐少说的一样，金鼎的手的确很脏。苏浩从卧室里拿出吉他，将手机录像调出来，对准了自己。苏浩没有露脸，只是将镜头对准了自己抱着吉他的那双手。苏浩双手拨弄着琴弦，无意识地在上面滑动。其实自己在发布这首夜曲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也并没有想靠这首歌红。他最开始也仅仅只是想满足一下那位粉丝的心愿而已，却没想到竟然引来了金鼎的打压。苏浩嘴角一口，眼底带上了一丝嘲弄。如果金鼎是想自己因此一蹶不振，从此消失在娱乐圈，那他们可就大错特错了。他苏浩注定会化身一只雄鹰，翱翔在娱乐圈这片天空上，俯视着他们所有人。想到这，苏浩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了一首十分符合他现在心境的歌。他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手机上的录制键，随后拨弄琴弦。苏浩声音低沉，又带着一丝沧桑。随后，一首在前世鼓舞了无数人的歌曲弥漫在这一片小小的客厅。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捆住，无法挣脱。这谜一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翅膀卷起风暴，心声呼啸，飞得更高。1分半的时间过去，苏浩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按下暂停键，随后将视频的片尾稍微剪辑了一下，便将这段视频发布到了网上。晚上10点，虽然明天并不是周末，但很显然，现代人混乱的生活作息让每个人都变成了夜猫子。小黄自然也是熬夜大军中的一员。他窝在沙发上，此时还在因为今天的事情生着闷气。他一遍又一遍地刷新着白棋的微博，希望能够看到有人站出来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终于，再有一次刷新后，白棋的账号突然更新了一条动态。小黄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猛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白棋，你终于出现了！小黄忍不住大喊道。这下他总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吧？然而令他意外的是，白棋并没有发出任何声明，只是发了一段视频，没有任何的文字。从视频封面来看，是白棋穿着一件白色 T 恤，抱着一把吉他，看这架势，似乎是要唱歌。小黄连忙点了进去。视频的开头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一段舒缓的吉他声传了出来。前奏过后，白棋沧桑的声音响起，吉他的伴奏也开始变得紧凑了起来。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捆住，无法挣脱。这谜一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小黄微微一愣，想起了自己并不是云城本地人，而是从很远的西部过来的。他喜欢这个城市，想要在这个城市扎根，但云城生活压力太大了。尽管他勤勤恳恳的上班，却依旧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想到这些年的辛酸，小黄眼角微微湿润了。然而，下一瞬，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像是挣脱了枷锁一样。白棋沧桑沙哑的声音突然变得高亢，肆意张扬。小黄像是被人打了一棍似的，身体狠狠一震，双眼逐渐变得火热。是的，就像这首歌一样，就算是生活布满荆棘，他也要张开翅膀，在天空中自由的翱翔，没有人能够将他击倒。这首歌已经完全引起了他灵魂的共鸣。小黄激动地将这首歌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这才意犹未尽地退出了视频。就这么一会的时间，
白棋的评论已经被上百条评论淹没。听完这首歌之后，我想到了很多。原本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但仔细想想，我现在还不到30岁，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努力。我绝对不能被眼前的困难击倒。本来心情很差，但是听到这首歌之后，我被鼓舞了。谢谢你，白棋。除了这些留言之外，还有一部分则关注着其他的事情。白棋，你的歌曲被下架之后，又发布了这首歌曲，是不是想表达什么？楼上的，太明显了。今天关于白棋歌曲被下架的热搜根本就上不，肯定是有人打压他，白棋才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反抗。反抗的好，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白棋的才华绝对不可能就这么轻易被埋没，这首歌绝对要火，让那些幕后黑手看看，就算再怎么被打压，白棋也只会越飞越高。小黄也在评论区里留下了自己的感想，只不过刚发出去就淹没在了评论区了，但是他此时已经不在意，顺手将这条微博分享到了白棋的粉丝群。粉丝群里再一次炸锅，众人疯狂地讨论着白棋的这首新歌，热度一点点上来了。终于，一条关于白棋在发新歌的词条再度冲上了热搜。第48苏浩的反击，越来越多的人点进了白棋的微博，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这首歌。这个夜晚，整个微博开始因为白棋的这首歌曲沸腾。与此同时，金总正搂着自己的情人苏苏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金总被吵醒，看了一眼上面的名字，是王小丽打过来的。金总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刚闭上眼，王小丽的电话又打了进来。苏苏睁开了双眼，夺过金总的手机，一把将电话挂断。他打着哈欠，将手机重新塞给金总，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金总嘿嘿一笑，搂着苏苏就开始往他脸上亲，反正醒都醒了，不如我们。苏苏嗔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讨厌，贴在了金总的胳膊上。然而这次电话又打进来了，金总很是不耐，一把接起了电话，大吼道：有什么破事不能明天再说吗？说完，金总正要挂断电话，另一头传来了王小丽急切的声音：金总，白棋又上热搜了。金总的手顿住了，一把推开往他身上贴的苏苏，面色一沉：你说什么？金总，白棋在几个小时前又发布了一首新歌，现在已经冲到热搜第15位了，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到热搜第1。金总，咱们现在怎么办？金总面色阴沉，没想到这个叫白棋的竟然还有2把刷子。他没回话，只是挂断了电话，随后亲自登录上了微博，点击了白棋的账号。看完视频，金总都被气笑了。在他看来，苏浩的这首歌是在朝着他们进行反抗。他再次拨通了王小丽的电话，把这条热搜撤了。王小丽有些犹豫，可是为了他这么一个小歌手，撤热搜要花不少钱，特别是现在已经到了第15位，王小丽感觉有些不值。金总皱了皱眉，哪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做你就去做，拒绝我们金鼎的签约也就算了，现在还公然挑衅，我一定要让他知道，和金鼎对着干是什么下场。是。另外一边，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多，苏浩难得没有早睡，而是看着自己的不断上涨的声望值，微微勾唇。虽然现在的涨幅不是很多，但现在是深夜，能有这么多的声望值已经很不错了。苏浩打了个哈欠，洗漱完毕之后很快入睡。次日清晨，虽然昨天睡得很晚，但苏浩还是早早的就醒了。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信息，除了一些日常的新闻之外，竟然没有关于他的信息推送。苏浩皱了皱眉，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他点开微博热搜榜看了一眼，自己昨晚的热搜竟然不见了。苏浩冷笑一声，知道这是金鼎又对自己出手了。稍加思索之后，苏浩打通了徐少的电话。铃声一响，徐少睡眼朦胧地拿起手机，在看到上面是苏浩的名字之后，瞬间清醒了。苏浩，怎么了？苏浩将昨天晚上的事情全部说了一遍。徐少也是被金鼎的操作给气到了，当即说道：放心，我肯定帮你。说吧，怎么做？苏浩想了想，说道：既然千音和金鼎沆瀣一气，那我就不在他们的平台上发表了。能够发表的平台可多了去了。徐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回答道：好，你放心，只要我这边能联系到的平台，我都让他们给你安排推荐位，你大胆的发。好。商量过后，苏浩挂断了电话。目前国内的音乐平台之外，除了千音之外，还有3家音乐平台，流量虽然比不上千音，但也还算得上是不错。苏浩直接将这几个平台的账号都注册了，将夜曲和飞得更高都传了上去。当然，这样做还不够，
苏浩想了想，又下载了魔音。魔音是一款短视频 App， 在国内十分火爆，只是里面的视频内容很差，甚至还有不少低俗脑残的视频出现。虽然里面也有一些人通过魔音爆火，但是一般的歌手都不会选择在这里发歌，毕竟要是从这里爆火了，自己的身上可就贴上了一个网红的标签，想要拿掉可就难了。但苏浩却没想那么多，很多人都看不起网红，但是苏浩却不这么想。无论是怎么进入大众视线，至少人家红了，而苏浩想要的就是魔音那恐怖的传播率。他注册了名为白棋的账号之后，又将夜曲和飞得更高的副歌各自截取了15秒，随后点击了发布。魔音的运作方式和千音差不多，都是需要审核的。魔音审核部在看到自己带审核小李的作品里面出现了白棋的视频之后，差点一口将嘴里的水喷出来。卧槽，白棋竟然在我们平台发歌了！白棋的那首夜曲虽然很快就被下架，但还是被不少人看到了，特别是他们这群天天都要接触网络最新热点的审核员。小李点开白棋的视频，发现除了夜曲之外，竟然还有一首新歌。小李瞬间激动了，赶紧点了通过。千音那边为什么要下架苏浩的歌曲，他不知道，但这对于魔音来说，这可是大好的流量。视频刚刚发布完成，小李就立马登录上自己的账号，关注了白棋。随后他点开视频，发现这2条视频竟然已经有了100多个赞，数十条评论。小李微微一愣，这前前后后才不过1-2分钟，竟然有这么多赞。20分钟后，小李看着眼前的数据，差点惊掉自己的眼睛。视频才发布不过短短20多分钟，白棋这2个视频的平均点赞量竟然已经达到了4-5千。不仅如此，下面的评论更是多达2000多条，还有转载和下载量竟然也快达到了好1000，这让小李十分吃惊。网民们总是习惯性潜水，喜欢评论的人在网民中的占比相对来说比较少，可是在这条视频下面，仅仅4-5千的点赞，竟然多出了2000多条评论。这么恐怖的数据，小李敢打包票，这绝对已经打破了魔音的历史记录。这视频要火！小李大喊道。上班时间，你吵什么？同事不满地瞪了他一眼，然而小李却没有功夫理他，转身就朝着部门主管的方向跑去。不一会，魔音高层纷纷聚集到了会议室内。第49，全网议论。会议室内的屏幕上，此时正播放着白棋刚刚发布的2条视频。从视频发布到现在，也不过过去了1个小时，但是这2条视频的点赞量已经突破5万，下面的评论也已经突破了1万。1万条评论，就算是一条10几万点赞的视频，最多也只是几千评论而已。但是白棋的视频下面竟然有这么多的留言，这是魔音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魔音总裁沈鹏关掉了屏幕上的时候，随后环视了一圈四周的魔音高管，缓缓说道：“这件事你们怎么看？”会议室内安静了一会，随后一个声音说道：“我觉得这个白棋虽然有几分天赋，但是我打听到的消息，金鼎和千音正在打压他。我们要是推他的视频，可以说就是和这2家公司对着干。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冒险了。”沈鹏听了这人的话，皱了皱眉头，沉思起来。的确，他说的没错。魔音作为一个短视频平台，其中比较吸引人的就是每支视频里面的背景音乐，而想要使用这些音乐，拿到这些音乐的版权，魔音少不了要和这些音乐公司打交道。要是因为白棋的事情和2家交恶，只怕是吃力不讨好。然而正在这时，另外一个人又站了起来。我不这么认为。沈鹏抬起头来看向了他，那人继续说道：“白棋微博上也不过几百万粉丝，但是仅仅凭着发布了2首歌曲，却造成了这么大的轰动。即便是金鼎公司出手打压，白棋依旧顶住了这种压力，来我们魔音发布视频，而且造成这么恐怖的数据。虽然现在这个点赞量还不算高，但是现在并不是流量的高峰期，可以想象，一旦上了热门推荐，白棋这2首歌曲必定爆火全网。”那人接着说道：“所以我断定白棋一定能够给我们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他顿了顿，看了一圈周围神色各异的人，道：“我相信，要是保住白棋，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利益，远远比千音和金鼎带给我们的利益要多得多。”办公室内瞬间哗然，没想到这位高管的对白棋的评价竟然这么高。沈鹏皱着眉头，衡量着刚刚那人所说的话，这件事风险有点大。沈鹏缓缓说道：“他是这家公司的老总，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全，何况这还不是件小事。”机遇和风险并存提出保住白棋的那人又说道。沈鹏眉头一跳，他看向了那人，做出了决定：“你说的对，我们魔音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从现在开始，全力推广白棋的作品，所有的推荐都优先安排给白棋。是。另外一边，苏浩打开了手机，他点开自己的视频，看了眼数据，点赞马上就快突破6万了。正在这时，苏浩收到了一条魔音官方私信：您的作品已经获得热门推荐位，24小时内将获得更多流量，期待您创造更多的作品。苏浩挑了挑眉，他点开评论区，看了下评论，听到这首飞得更高，就想到了我自己。谢谢作者的激励，我以后一定要继续努力。飞得更高，从飞得更高点进来的，没想到这首夜曲也很好听，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曲风，作者是怎么做到的？卧槽，这2首歌都好好听。跪求完整版，楼上的这2首歌的完整版我都找到了，除了千音平台，其余3个比较大的音乐平台上都有这首歌，只有我发现这首歌的作者是白棋吗？白棋，那个音乐圈远古大神。白棋这首夜曲之前本来是发在千音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下架了，然后白棋就发布了这首飞得更高。白棋是不是意有所指？卧槽，终于有人提起这件事了。你们不知道，在白棋发布飞得更高这首歌之后，是上了热搜的，结果我第2天起床一看，热搜没了，肯定是有人在搞鬼，嗅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观望一下。苏浩随便看了几眼之后就关掉手机。苏浩勾了勾嘴角，如果自己的歌爆火全网，就算是金鼎有意打压自己，也绝对不可能做到。毕竟这次金鼎要面对的是全网网民。1天的时间过去了，苏浩魔音视频也即将突破至700万，这还没有到流量最高的晚上，过了今晚，这支视频的点赞量绝对会突破至1000万，这还仅仅只是1天的数据。不仅如此，因为白棋这2首歌曲在魔音的爆红，很快就有其他短视频博主用来将其当作背景音乐。很快，苏浩的2首歌曲充斥在整个魔音，几乎每10条视频中有近8条用的都是白棋的这2首歌曲当作背景音乐，甚至一些行动快的商家快速在音乐平台上下载了这2首歌曲，在店内开启了单曲循环。突然之间，整个大街小巷都充斥着白棋的2首歌，2首歌曲的传播率越来越广。终于，在晚上8点的时候，有关白棋的新闻再次冲上的微博搜热，大量的网民蜂拥而至，就为了看一眼这2首歌曲的首发地。令人没想到的是，情歌天后范柔锦竟然转发了白棋的这2首歌曲，并且配上配文：谢谢白棋老师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白棋的账号很快就在下面回复了他，感谢他的支持。这下网上炸了，白棋竟然和范柔锦认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国民女神任琪琪也转发了白棋的歌曲，网民们彻底懵了。不是音乐圈的人基本不会知道白棋的存在，只觉得她是一个网红。现在2位一线女星竟然转发了白棋的微博，而且作为情歌天后的范柔锦竟然还尊白棋为老师，这让所有人都傻眼了。在沸沸扬扬的讨论之下，白棋的名字直接冲上了热搜第1，娱乐圈因为她彻底刮起了一场风暴。而作为风暴中心的苏浩，此时正坐在家中，开心地看着自己飞速上涨的声望值。第50，有人欢喜有人愁。自从苏浩将2首歌发布在了魔音上之后，这一段时间过去，经过网络的发酵，他的声望值已经突破了1000多万。苏浩暂时没打算用来抽奖，他准备等到这次的热度过去之后再进行抽奖。不过他倒是没想到，范柔锦竟然帮他转发了微博。虽然只是一条普通的转发，但对方的身价在哪，即便是帮忙说说话，那意义肯定是不一样的。也正是因为范柔锦的转发，他的歌曲才能够传播的这么快。到时候得好好谢谢范柔锦了。苏浩又看了下自己上传歌曲的几个音乐平台，经过网络上的一番闹腾，这几个平台上数据都高得吓人。这个几个平台的平均播放量和下载量都已经突破了600万，下载量也高达400多万，接近500万。仅仅不到1天的时间，这个数据已经很吓人了。而且现在这个数据还在不停的上涨，甚至比之前上涨的更为迅速。次日，网络上再次炸锅，昨天的时间被各大娱乐新闻整理出来，第一时间推送至了人们的手机上。白棋回归，连发2首新歌，单日播放量突破1000万，2大天后争相转发。白棋到底是何身份？刷新纪录，截止发稿前，各音乐平台播放量总和已经突破至3000万，登上各平台榜单第1。苏浩的这2首歌像是给整个娱乐圈扔了一颗重磅炸弹。各大网站的新闻一出，白棋的粉丝们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哈哈，白棋太牛了
2首歌就造成了这么大动静，不愧是我偶像，一个人就能带来这么大流量。你们不知道，昨天晚上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微博差点都崩了。没错，我就是微博的程序员，昨天半夜突然被叫回去加班。虽然不知道千英和白起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现在千英的总裁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另一头，魔音总部办公室内，老总沈鹏手里拿着一份刚整理出来的数据，缓缓念了出来。白起的2首歌发布仅1日，魔音点赞量已经达到了1500多万。评论区的留言，由于涌入人数太多，差点造成平台崩溃，我们不得已暂时关闭了白起的评论区。沈鹏深吸一口气，眼底是按捺不住的激动。仅仅白起一个人，昨天一天就给我们带来了几千万的流量。办公室里的其余人沉默了，眼底闪过一抹震惊。太恐怖了！虽然这些流量里面有很多都是一个用户的重复播放，但就算是这样，也是魔音创立以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沈鹏此时也很庆幸，自己昨天没有下架白起的歌曲，要是下架了，他们损失了这么多流量不说，白起以后肯定也不会再跟他们合作。他缓缓开口，从此之后盯着白起的账号，一旦他发布作品，第一时间给他推荐，所有人的热门都安排给他一个人。有人欢喜，有人愁。千英平台音乐公司办公室内，此时却弥漫着一股低气压。千英老总将手里整理好的文件啪的一下甩到了对面人的脸上，看看你干的好事。对面躲都不敢躲一下，就这么直直的被文件砸在了脸上。文件散落在地上，上面的内容全是和白起相关的报道和各大平台的流量数据。他苦着一张脸，嘴巴长了半天，却说不出一句话。他答应王小丽电话的时候，确实没有想那么多的，谁知道白起能够造成这么大的轰动，要是他能早点知道的话，也不至于这么做呀。千英老总都快被自己的员工给气死了。如果只是一个小歌手的歌曲被下架，那就算了，但那可是白起。音乐圈子里，但凡稍微了解一点白起相关事迹的，都不会蠢到去下架白起的歌曲。他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事，还是后来这件事上了热搜之后，被别人看见，别人跑来告诉他的。蠢货！千英老总又忍不住骂了一句，这么重要的事，你竟然连汇报都不会汇报一声，就私自做了决定，是谁给你的胆子？对不起老总，我下次一定调查清楚，对面这人只能低头道歉。哼！千英老总冷哼了一声，心里气得快要吐血。下次？你觉得还会有下次？惹恼了白起，你觉得他还会来我们平台？千英虽然用户多，是国内第1大站，但国内的音乐网站多了去了，白起这种基本的人物，只要他去哪，用户肯定就跟着去哪。就因为自己属下的这一个举动，让公司至少能损失几千万。最重要的是，他们甚至失去了和白起继续合作的机会。千英老总揉了揉被气得发疼的太阳穴，对着自己的下属摆了摆手，行了，你走吧，以后不用你来公司了，自己去找财务把这个月工资结了。这人面色一白，没想到自己这么一个随手的举动，竟然连工作都弄丢了。他张了张口，还想为自己辩解些什么，只是被千英老总打断了。开除你已经是给你面子，别不知好歹。那人才灰溜溜的走了。千英老总叹了口气，心想着该怎么解决这件事。金鼎音乐制作公司办公室内气氛压抑，金总沉着一张脸，脸色难看。本来是想打压一下他，结果也没想到这个白起居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钱花了，却没有一点用处。金总，咱们现在怎么办？王小丽看了眼金总的脸色，小心翼翼地问道。金总夹了支烟，思索着对策，但想来想去，却没有丝毫的办法。这让他的脸色更难看了。现在白起成了大红人，自己就算是想打压，那些平台也肯定不会放过白起带来的利益。他还能怎么办？良久，金总叹了口气，阴沉沉道：算了，这次就放过他。他既然敢混圈，那以后肯定会有接触的机会，只要有接触的机会，他就能想办法给白起找点事。王小丽心有不甘，但金总都这么发话了，只能无奈点点头。第51，抽到大奖。事情过去了2天之后，网络上的动静总算是沉静了下来。毕竟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总不能一直盯着白起。但是经过这几天的发展，白起的微博已经突破了2000多万。这是什么概念？就算是当今的一线明星，平均也不过3、4千万粉而已。而且这都还是年复一年积攒下来的。但是白起却只用了3天的时间，仅凭2首歌曲，微博粉丝就突破了2000万。苏浩刚刚睁眼，就迫不及待地点开了系统。宿主苏浩，能力神级唱功，高级作曲，高
高级音乐鉴赏，高级吉他弹奏，高级剪辑，高级演技。声望值25694230，2500多万。苏浩激动了，毫不犹豫道：系统，我要进行神级抽奖。熟悉的转盘再次出现在了苏浩的眼前，是否消耗100万声望值进行一次神级抽奖？是。转盘开始疯狂转动，没一会，转盘停了下来。苏浩紧紧地盯着系统，不由得有几分紧张。这次能抽到什么呢？丁什么都没抽到，请宿主继续加油。卧槽！苏浩气得想要吐血。这狗系统，自己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多声望值，竟然给抽空了。虽然早就知道系统的尿性，但苏浩还是忍不住心疼自己的声望值。没事，我还有2400多万，还够我继续抽。再来一次。丁什么都没抽到，请宿主继续加油。苏浩不信邪，继续抽奖。丁恭喜宿主获得现金500万。苏浩的手机短信很快提醒到账500万，没有抽到技能，让苏浩有些多多少少有些失望，但500万的现金奖励也让他多多少少有些心理安慰。继续。丁什么都没抽到，请宿主继续加油。继续。苏浩接连抽了5次，什么都没有抽到，声望值还剩下1700多万。苏浩叹了口气，不由得感叹，神级技能虽好，但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抽中的。但是他没有放弃，继续抽奖。丁恭喜宿主获得身临其境。身临其境。苏浩愣了一下，连忙点开这项技能描述。看完描述之后，苏浩眼神一亮，这是个好东西啊！拥有这项技能之后，无论是在唱歌还是演讲，都会拥有加倍的感染力，让观众感觉到仿佛身临其境一般，让人更容易达到共鸣。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让他唱歌事半功倍的技能。苏浩平复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继续抽奖。又继续抽了5次，又是什么都没抽到。此时声望值还剩下1100多万。苏浩咬咬牙，又抽了一次。丁恭喜宿主获得特殊物品记忆饼干，一个被单独包装过的小小的饼干出现在了系统的物品栏中。苏浩看了一下记忆饼干的介绍，记忆饼干在食用之后可以帮助宿主寻找潜藏的记忆，并且可以强化这一部分的记忆，使宿主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段记忆。比较逆天的是，这个记忆饼干只要是曾经看到过的东西，哪怕只是一眼，它都能够让你回忆起来。就算是很模糊的记忆，比如路边上的小广告，不经意之间看到的东西，也能回忆起来。不过这东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块只能有半小时的时间。太好了，苏浩忍不住道。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扰他很久了，就算是上辈子混过娱乐圈，看过不少作品，自己也不可能将这些作品的细节完全记住。自己之所以在笔记本记录那些歌曲，就是怕自己哪天突然忘记。现在有了这个，他就不怕了。这100万声望值花的值。苏浩又继续抽奖，只是抽了2次之后，苏浩没有再继续抽到什么了。看着还剩下的800多万声望值，苏浩收手了。万事都得留一手，万一接下来还是什么都没出，那这么多声望可就打了水漂了。这800万声望还是留着下次再抽吧。虽然抽空了很多次，但这次能够获得身临其境技能和记忆饼干，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了。知足常乐嘛。苏浩心满意足地瘫在床上。正在这时，他的耳旁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商城功能已解锁，宿主可在商城内购买已抽到的特殊物品，请宿主自行选择。苏浩脸上一喜，系统还有这功能？他连忙点开系统，商城中只出现了一个物品，记忆饼干。他看了眼声望值，傻眼了，这么一个记忆饼干竟然有500万点声望值，这系统也太黑了。苏浩忍不住在心里骂道，幸好自己留了800万的声望值，还足够买一块记忆饼干，万一哪天要用，自己也不至于干着急了。叮铃铃。正在这时，苏浩的手机响了，上面显示着一个陌生号码。这几天因为白棋的爆火，自己的联系方式也被不少公司找到，这几天内一直都有电话打进来，不过倒不是很多，毕竟能够拿到他联系方式的想必也不是普通公司。苏浩懒得和这些人周旋，所以从来没接过。苏浩十分干脆地挂断了电话。他起了床，洗漱完毕之后，就开车去了星耀工作室。今天他的工作室就能够正式营业了。昨天他也拟好了和甜橙女孩的合同，今天就是正式签约的日子。赶到工作室楼下的时候，几个女孩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他了。苏浩跑到几个女孩身边，喘了口气之后道：不好意思啊，有点堵车，来迟了。几个女孩连忙摇头说没事。几个人上了电梯，来到了工作室。苏浩将合同递给他们，你们看看合同。
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签吧。丁路拿起笔，连看都没看一眼，直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苏浩愕然地看着他，你就不怕我在里面写霸王条款，把你们坑了？丁路扬起微笑，双眼晶亮地看着他，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的。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就算你这么做，那我们呢也心甘情愿。第52参加选秀，在丁路心里，苏浩可是救他们于水火的大恩人啊，他们没给苏浩带来一丁点的利益，甚至还没有签约苏浩的公司，1000多万的违约金，苏浩说付就付了，这让女孩们打从心里感激他。苏浩多看了他几眼，没想到这个小丫头竟然这么信任他，当然他自然也不会辜负丁路的心意。这份合同没有给他们开年薪，不过是55分成，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国内大部分的娱乐公司可都是46分成，要是黑心些的连28分成的都有。这样一份合同，很多艺人想求都求不来。除了丁路之外，另外几个女孩也都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们也如同丁路一样信任着苏浩。签好合同之后，几个女孩先展开了笑颜，丁路像是心中放下了什么似的，长舒一口气，笑眯眯地看着苏浩，这下我们就都是你的人了。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有歧义，丁路脸瞬间红快要滴血，讷讷地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们以后就都是星耀的人了。苏浩笑着摇了摇头，也没太在意丁路刚刚说的那句话，随后将眼神放在了几个女孩的身上，说道，好了，现在正式签约了星耀，接下来就要忙起来了。几个女孩面色兴奋，摩拳擦掌地看着苏浩，恨不得现在就找个地方施展他们这么久以来的一身本领。丁路向前走了一步，靠近了苏浩，捏着粉拳放在胸前，神采奕奕地看着苏浩，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苏浩沉思了一下，思考着他的问题。现在女孩们的新歌《落花情》是已经制作完成了，但是苏浩还没有想好应该从哪里开始，直接发布到音乐平台。虽然这样做也不是不行，但是这样做的苏浩总感觉差了那么点意思。他目光放在了女孩们美丽的脸蛋上，突然灵光一闪，有了，你们去参加选秀吧。苏浩说道。女团选秀是当今非常流行的一种综艺，节目组先进行海选，随后在经过精挑细选之后，选出几百名女孩参加节目，通过唱歌和舞蹈进行 PK， 获得粉丝支持最多的那一组就有机会成团出道，获得一些不错的资源。当然了，虽然看起来很公平，私底下肯定还是会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出现的。几个女孩眨了眨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丁路咬了咬嘴唇，面色犹豫，选秀好是好，可我们年纪这么大了，虽然几个女孩也才不过20出头，但参加选秀的其他女孩比她们年龄还小，甚至还有16、17岁的。选秀都喜欢要那种青春小女孩，像她们这个年龄的实在占不上什么优势。苏浩一笑，摇摇头，我让你们参加选秀不是为了让你们赢得比赛的，最主要的是想要让你们刷个脸。这几个女孩的颜值这么高，不去刷下脸可惜了。不用在意名次，那只是你们的一个小小跳板而已。苏浩道。几个女孩这才点了点头。丁路一脸严肃地说道，好，我们会加油的。决定好之后，苏浩当即拨通了徐少的电话。徐少听完苏浩的来意之后，先是惊讶于苏浩竟然真的将过气的甜橙女孩签下了，随后不由得一笑，嘿，这不就巧了吗？水果台刚好要举办一个女团选秀，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截止报名了，我帮你联系下节目组，看能不能再插个队。苏浩对着徐少说了一句谢了。徐少摆了摆手，和我你还客气什么，顺手帮忙而已，到时候几个女孩火了可一定要请我吃饭啊。苏浩点了点头，那是一定的。行了，到时候我让节目组那边负责对接的人来联系你，我这边还忙着，先挂了呀，拜拜。徐少的效率很快，还不到下午，节目组那边就有人联系到了苏浩。先是电话简单沟通之后，二人加上了微信，对方传来了一份申请表。苏浩填完之后给对方发了过去，对方很快回复了消息，大致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甜橙女孩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只不过到时候名次可能不会太靠前，女团选秀大多都要是18、19的小女生，甜橙女孩最大的都已经24岁，放在以前别说参加节目了，海选就直接被刷下去了。苏浩这边是由徐少推过去的，节目组也不想得罪人，干脆就直接将话提前说明白，免得到时候闹矛盾。苏浩明白对方的意思，他让几个女孩参加选秀也只不过是用来刷刷脸，长长知名度而已，其余的就不追求，也正好让这几个女孩在里面锻炼锻炼。节目组要求几个女孩尽快赶到节目组参加录制，苏浩直接给他们买了第2天就飞到香省的机票。节目组在进行录制的时候，
是禁止参加选手带手机的。也就是说，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苏浩是完全联系不到人的，只能从节目中看到他们的近况。离别来得如此突然，几个女孩跟苏浩一起吃了顿饭，随后就回到了家中，开始打包自己的行李。第二天，苏浩在机场刚把几个女孩送走，范柔锦就打来了电话，依旧是有些沙哑性感的声音：喂，苏浩，好久不见啊，你最近有空吗？苏浩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坐了上去，一边回答道：是好久没见了，最近不太忙。现在这个时间点，他确实也没什么可忙的，刚刚经历了之前那番事情，苏浩想暂时先歇歇。范柔锦娇俏一笑：那能不能赏脸请你当一回我的男伴？男伴？什么男伴？是这样的，周末云城天籁音乐回厅要举办一场音乐鉴赏会，我收到了邀请，但是现在缺一个男伴，我在云城认识的异性不多，这不就想到你了吗？音乐鉴赏会，苏浩从来没参加过这玩意，心中还有几分好奇。他想起范柔锦上次帮他转发的那条微博。苏浩点了点头，行，没问题。第53，顶级学院。甜橙少女在抵达水果台录制现场之后，和苏浩报了平安，随后就将手机交给了节目组。这2个月的时间，他们是联系不上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周六。苏浩的生物钟一向都很固定，因此闹铃刚响了一声，苏浩就睁开了双眼。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从床上爬了起来。洗漱完毕之后，苏浩换好衣服，朝着楼下的早餐店走去。现在是8点多，早餐店排队排了不少人。苏浩等了好一会，才拿到自己的早餐。拿着早餐，苏浩打了一辆车，一边吃着，一边听着司机播放着《飞得更高》。在歌曲唱到副歌部分时，司机还摇头晃脑的，跟着歌词唱了2句。苏浩就听了这么一路的单曲循环。到了地方，苏浩下了车，远远就看见范柔锦戴着一副墨镜，站在回厅门口，张望着什么。范柔锦今天显然精心打扮过的，一件黑色连衣裙，头发被烫了大波浪，脸上化了淡妆，整个人明艳美丽。苏浩走到他附近时，范柔锦一眼就看到了他，小跑着走了过来。苏浩看着他，怎么不进去？不怕被人拍到？要是被狗仔拍到他和自己的在大街上，肯定又要闹绯闻。范柔锦自然而然地挽上了苏浩的胳膊，朝着他微微一笑：没事，拍到了我也不怕，参加一个音乐鉴赏会而已，有男伴很正常。他还巴不得狗仔赶紧拍到他和苏浩的合影呢。2人一边朝着会场走着，听到范柔锦这么说，苏浩点了点头：今天都有谁要来？音乐鉴赏会，苏浩前世也参加过一些，这种场合肯定是会邀请一些业界大拿来参加的。范柔锦想了想，回答道：这次的音乐鉴赏会是央音、云音、曲音这3所学校联手举办的，3位院长都在，而且我听说今天要邀请了一名来自多维尔音乐学院的教授过来。今天的交流会上，这几个学校里的人肯定是要相互切磋的。央音、云音、曲音这3所学校都是国内排名前3的音乐学院，但这些学校在国内排名很高，但放眼整个世界，连排名前50都挤不进去。没办法，国内音乐发展起步晚，音乐历史不如人家悠远，落在后面也是正常。而多维尔是全世界排名第1的音乐学院，苏浩是没想到，居然连多维尔学院的人也来了。苏浩的眼中闪过一抹好奇，他倒是想知道，这多维尔学院的教授到底是个什么水平。2人很快走进了会厅，虽然才早上9点多，但会厅中已经坐了不少人。在台上放着一架巨大的钢琴，此时台上没有人，众人都在台下相互打着招呼。苏浩大概扫了一眼，其中有很多都是他不认识的面孔，不过倒还是有1-2个明星，其中被粉丝誉为天王的尹天也在。范柔锦挽着苏浩，带着他来到了一个背对着他们，看起来约有60岁，气质儒雅的男人身边。陈院长范柔锦打了一声招呼，神色之间十分恭敬。听到声音，陈院长转过了身，在看清是范柔锦之后，微微一笑：柔锦，你来了。范柔锦点了点头。陈院长的目光移到了苏浩的身上，好奇地打量他了一眼，问道：这位就是你向我提起的苏浩？范柔锦再次点头，向苏浩介绍了一下：苏浩，这位是云音的陈院长。苏浩的神色也立即变得恭敬起来，规规矩矩地和对方握了握手。不管怎么说，能够成为云音学院的校长，在音乐上面的造诣肯定是不简单的，这样的人值得他尊敬。陈院长哈哈一笑：柔锦时常和我提起你，说你在音乐上的造诣极高，总是夸你。范柔锦面上一红，抓紧了苏浩的胳膊，抛开他的个人崇拜不说，
单独从专业角度来看苏浩，他的天分的确极高。苏浩谦虚地笑了笑，陈院长客气了。陈院长笑了笑，行了，咱们先找个地方坐吧。3个人来到了座位的第1排坐下。没一会，从侧面又走来了10多个人。陈院长是这次鉴赏会的主负责人，他站了起来，起身迎接。走在最前头的是一个外国老头，身形高大，但有些太过于消瘦了，下巴上蓄了一把白色胡子。这位就是多维尔的钢琴系教授艾伯特，他的身边则跟着2个比较年轻的青年，也都是西方面孔，眉眼深邃，鼻梁高挺，很显然是多维尔的学生。3个人一出现，全场的目光几乎都聚集在了几个人的身上，毕竟那是全世界第一音乐学府，从那里出来的人天生就自带光环。陈院长和几人握了握手，用流利的英语说道：艾伯特教授，欢迎你来参加这次的音乐鉴赏会，请坐。艾伯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点了点头，坐在了最中间的位置。陈教授则坐在了他的右侧，2个学生坐在艾伯特的左侧，苏浩就坐在陈教授的身边，能够很清楚地听到他们在讲什么。虽然说的是英文，但拥有高级英语技能的苏浩完全能够听明白他们在讲什么。没一会，央音的杨院长、曲音的罗院长也都到了，一一和艾伯特打了招呼。艾伯特的脸上还是没有什么表情，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随后用英文问道：人都到齐了，可以开始了吗？陈院长道：当然，我们几个学校的学生已经做好准备了，马上就开始。艾伯特点了点头，随后对着自己身边的一个学生说道：杰克，等会你上去一曲绝望的220。红头的杰克微微一愣，随后微微勾起一抹微笑，点了点头。绝望的220是这个世界历史上一位钢琴大家创作出来的，这首曲子的难度很高，就算是一些学习钢琴的专业人士都能难将这首曲子完美演绎，甚至在多维尔这样的学院都未必能够有几个人能弹奏出来。现在艾伯特居然让杰克去弹这首，这是准备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第54顶尖学府的水平。实际上，这位名叫杰克的学生已经完成了在多尔维的学业，马上就要毕业了。杰克本人在他们的国家也都有了部分名气。艾伯特点了点头，又将目光放在了另外一个学生身上，对着他扬了扬脑袋：贝西，等会你也上去，弹奏什么你自己想。好的，教授贝西回答道。这场活动会美其名曰交流鉴赏，但多尔维和国内的音乐学院之间免不了要交流碰撞。艾伯特收回目光，看向了舞台上。很快，来自云音钢琴系的女学生走了上来，原本还有几分嘈杂的会厅逐渐变得安静下来，上千名观众都将目光投向了舞台上的女孩身上。她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一头黑发被高高扎了起来，脸上带着恬静淡雅的微笑。她朝着台下的众人轻轻鞠了一躬，随后朝着舞台上那架钢琴走去。范柔锦轻轻道：她叫向音瑶，是云音钢琴系的尖子生，自从她来云音之后，成绩一直都是排行第一。既然受邀来到这场交流会，范柔锦在这之前也是做足了功课的。苏浩听着范柔锦的介绍，看了一眼神色有些严肃的陈院长，随后将目光放在了向音瑶的身上。向音瑶已经调整好了坐姿，将手指放在了黑白相间的琴键上。当钢琴声响起，节奏轻快，不急不缓，仿佛潺潺小溪，拂过众人的心上。向音瑶一边弹奏着，眼神偶尔朝着钢琴上架着的琴谱上看去。苏浩细细地听着，这首曲子难度只有，无论是节奏、技巧，这位向音瑶弹奏的都很不错，毕竟是云音出来的，不可能太差。但是苏浩对着这个世界上的钢琴曲目并不了解，所以也听不出向音瑶弹的是什么，所以向音瑶到底有没有出错，他听不出来。不过苏浩今天只是一个听众，能不能出来有没有错，对他来说不重要。苏浩注意到陈院长脸上的表情逐渐放松下来，这说明向音瑶表现的还不错。很快，向音瑶结束了演奏，再次向台下的观众鞠了一躬，随后就走下了台。啪啪啪啪，台下的观众鼓起了掌，陈教授、苏浩也鼓了鼓掌，艾伯特等人随便拍了2下，就放下了手掌。艾伯特笑了笑，说道：还行，只是这么简单的曲子，我已经30多年都没弹过了。艾伯特的这句话，声音不大不小，仿佛只是自己的一句呢喃，在坐在他身边的人都清清楚楚地将他的话听到了。陈院长双眼一眯，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只是苏浩能够明显察觉到他眼底的那一丝不悦。艾伯特的这话简直就是在往他们脸上踩呀！在座的几位学院院长心里都有些不愉快，但他们又不能当场发作，只能这么将心里的怒火憋着。随后
央音的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开始弹奏。范柔锦又介绍道，这位名叫唐岩，从6岁时就开始练习钢琴，天赋非常不错，前阵子还在云城开了一场自己的个人演奏会，据说到场的人很多，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被人誉为钢琴小王子。演奏开始，过了1分多钟，唐岩还在演奏，杰克却轻轻叹了口气，还行吧。杰克话锋一转，补充道，应该能到我10岁时的水平。这下连陈院长脸上的笑都挂不住了，面无表情地看着台上的演出。一曲结束，台下的人鼓掌。最后一位是曲音的学生，也是个女孩。开始弹奏后，苏浩看了下艾伯特的表情，艾伯特闭着眼，像是已经睡着了，而杰克则低着头，百般无聊地看着自己修长的手指。苏浩不动声色地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曲音学生的演出结束了，艾伯特地拍了拍杰克的肩膀，去吧孩子，期待你的表现。杰克站起身，扣上被松开的西装纽扣，微微一笑，好的教授，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杰克缓缓朝着舞台上走去，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了他。杰克身形高大，面容帅气，顿时吸引了不少女孩的目光。他走上舞台，来到了钢琴前，将手指放在了琴键上。当，杰克的手指砸在了琴键上，音符从他的指尖倾泻而出，像是一个女人面对悲惨命运的无声呐喊。杰克的手指在琴键上快速飞舞着，会厅内顿时骚动起来。绝望的20，有人低呼一声，这是世界上最难的钢琴曲目之一，他竟然能弹出这首，真是不可思议。他看上去还很年轻。普通人要练多久才能达到他这个水平？放眼国内3大音乐学院，有谁能弹出这首曲子？不愧是最高音乐学府多尔维出来的学生。台下议论纷纷。苏浩看着台上的杰克，虽然他听不出这首曲子是什么，但也不难看出杰克的弹奏水平很高，至少要比前面3个学院的学生的弹奏水平高很多。范柔锦凑到他身边说道，杰克16岁就以超高天赋被多维尔破格录取，只是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休学了好几年，现在他马上就要从多维尔毕业了，而且我听说等到他博士毕业之后将会留在多维尔任教。苏浩多看了杰克2眼，这么厉害，16岁就能进入世界第1的音乐学院，这天赋着实惊人。范柔锦叹了口，摇摇头，他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另外一个学生贝西，被他们国家誉为第1年轻的钢琴天才，他作为最后的压轴上场。苏浩看了一眼贝西，贝西长得相对普通西方人来说较为瘦小，他站起来的时候高昂着自己的头颅，看起来有些不可一世。不过天才嘛，高傲一点正常。贝西上了台，他选了一首比绝望的20难度更大的曲子。一摸到钢琴，贝西身上的气质就变了，他像是一个疯子，疯狂地弹奏着手下的琴键，像是一艘木舟飘摇在海面上，承受着眼前巨大的暴风雨，但他没有退却，任由雨点泼洒在他的身上，努力和风暴做着抗争。一曲中毕，台下爆发出比之前更为激烈的掌声。第55，苏浩的底蕴。所有人都无比惊艳地看着从台下走来的贝西。贝西走到了艾伯特的面前，颇为自信地说道，教授，您觉得我表现怎么样？艾伯特点了点头，还不错。艾伯特很少夸人，能从他嘴里蹦出来这几个字已经很不错了。但贝西并不满意这个回答，耸了耸肩，看来我还是要多加努力才行。一旁的杰克笑了笑，贝西，你还谦虚什么？要努力练习的应该是其他人吧，再多练10几年，说不定就能达到你的水平。说着，杰克的视线瞟到了陈院长等人身上，那意思再明显不过。陈校长的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这是赤裸裸的在挑衅了。可是他现在却有些无可奈何，因为多维尔学院的2名学生的实力确实是很强，他们这边3个学生加起来都未必能有对方一个杰克厉害。倒是艾伯特皱了皱，朝着他呵斥了一声，随后对陈院长表达了歉意。杰克不以为的耸了耸肩，他说的可是实话啊。苏浩叹了口气，这下是被人彻底碾压了呀。苏浩站了起来，会厅里的人都坐着，苏浩突然这么一站，又是在第1排，就显得有些突兀。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了他。苏浩微微一笑，看向了陈院长。陈院长，请问我是否能上去弹奏一首？陈院长讶异地看着他，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这次是音乐鉴赏会，按理来说只要想上台，那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他们被多维尔打压的那么狠，苏浩要是上台了，下来说不定还会被多维尔嘲讽一顿。他倒不是怕，只是担心到时候让苏浩尴尬，毕竟他是范柔锦带来的人。范柔锦仰头爱慕地看着苏浩，
见他笑容自信，范柔锦看向了陈院长。陈院长，苏浩想去，就让他去吧。虽然苏浩从未提起过自己是否会弹奏钢琴，面对苏浩，他总是有一种莫名的信任。陈院长轻轻叹了口气，随后点点头，好。苏浩神色从容地朝着舞台上走去。杰克看着苏浩的动作，知道他要做什么，他鼓起了掌，眼中却带着一丝嘲弄。他倒是想看看个华夏人还能玩出什么花来。其余人也鼓起了掌，看着朝着舞台上走去的这个年轻人。范柔锦则是一脸期待地看着苏浩，这次他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会场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视线都放在了苏浩的身上。苏浩走到了舞台前，先是朝着众人鞠了一躬，他的目光在现场的人脸上扫过，有疑惑的，有不屑的，还有面带惊喜之色的。有人认出了他，苏浩之前在参加电影首映礼时露过脸，还上了热搜，在场能有人认他也很正常。台下，陈院长眼中闪过一抹担忧，毕竟他才刚刚认识苏浩，并不清楚苏浩的钢琴是什么水准。苏浩坐在了椅子上，抚摸了一下琴键，顿时他的气质变了。虽然穿着简单的休闲装，但依旧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一种从容优雅的气质。艾伯特微微眯眼，坐直了身体，他侧过头，低声对着身边的杰克说道：杰克，好好听一下他的演奏。艾伯特成名数十年，和不少钢琴大拿打过交道。苏浩仅仅只是坐在那里，他就一眼看出来了苏浩的不一般。杰克有些疑惑，语气中还是有几分嫌弃。教授，为什么？他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人呀，而且我从未在钢琴界见过他的面孔，一个普通的演奏，恐怕连前面几个学生都比不上呢，又有什么可看的？艾伯特摇摇头，叹了口气，心中对杰克的狂妄和自大有几分不满。他虽然高傲，但也知道华夏有句老话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只要看着就好了。我感觉这个人不一般。艾伯特淡淡说道。艾伯特都这样说了，即便是杰克再怎么不情愿，但在此刻还是竖起了耳朵，准备仔细听一下苏浩的弹奏。接着苏浩直接将食指放在了琴键上，而并没有像之前上台的那些人一样拿出准备好的琴谱。他这是要做什么？不用琴谱？有人低呼了一声。不用琴谱只有一种情况，说明弹奏的人已经将琴谱完整的记下来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前提是记住的这首谱子难度不大。难道苏浩要弹奏的是首十分简单的曲子？杰克漫不经心地看着苏浩，眼底带着一丝嘲弄，像是看好戏似的看着苏浩。华夏的音乐市场，他在来之前做过一些调查，实在是太糟糕了。华夏甚至连一首出名的钢琴曲都没有。所谓华夏顶尖的音乐学院，上来的那几个学生水平也就那样。这也是为什么杰克如此自大的原因。在他看来，华夏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出钢琴大家，何况此时的苏浩在杰克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这时苏浩轻轻闭上了眼，自己拥有钢琴高级弹奏技能，虽然在这个世界里水平还达不到世界顶尖，但是苏浩有自信，自己的水准肯定是要比那个所谓的天才贝西要高出一些的。见苏浩闭眼，众人又惊讶了，这是准备盲弹。不过众人倒也不是很震惊，在场的几乎都是专业人士，能够做到盲弹的也不少。一首曲子经过不断的练习，在达到的一定熟练度之后，是完全可以不看琴键极度不来啊。苏浩的话清晰地传入了周围每个人的耳朵里，原本还有些嘈杂的环境顿时安静了一瞬。所有人看向苏浩的眼神宛如在看一个疯子。他是疯了吗？3位高校院长亲自邀请，这是多大的荣誉啊！苏浩竟然拒绝了，为了他甚至不顾自己的姿态，为了他在现场争吵，而苏浩居然一个都没答应。为什么？曲音院长急切地看着苏浩，一旦入职曲音成为教授，你的地位将会变得不一样，很多曾经接触不到的人物都有机会一起交流，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光是高校音乐教授这一职，光是说出去都会让人觉得倍有面子，一般人怎么可能会拒绝？陈院长也有些不甘心，加把劲说道：苏浩，你放心，只要你肯来我们云音，我们肯定给你最好的待遇，甚至你想上几节课那就上几节课。央音和曲音的2位院长见陈院长这样说，也都和他说了同样的话，随后有些紧张的等着苏浩的回答。所有人都惊了，为了让苏浩进学校任职，几位做出的让步可真够大的呀，这下苏浩总该同意了吧。然而在众人的注视下，苏浩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抱歉，我实在是没有时间，
他的心思在娱乐圈上，并不想去做什么音乐学院的教授。他苏浩这个身份，虽然在娱乐圈里暂时还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忙起来的，哪有什么时间去担任音乐学院的教授啊？众人愕然地看着他，这个苏浩怕是傻吧？人家都这么邀请了，竟然还不同意？没时间？你没时间去，他们有时间啊，他们也想去音乐学院做教授。不过这些话，众人也只敢在心里想想，毕竟苏浩弹奏的那首曲子实在是惊艳，而在场的根本就没人能够做到和苏浩一样的水平。就在这时，陈院长突然拍了拍两位院长的肩膀，示意他们在别的地方说话。苏浩，稍等一下，我们商量点事。苏浩点了点头，也没走，就站在原地等着他们。他远远地看着三个人脸上的表情，先是惊讶，随后是纠结，最终三人似乎达成了一致，纷纷点了点。没一会，三个人走了过来。曲英和央音的两位院长没说话，这次是由陈院长作为代表。他清了清嗓子，开口了：苏浩，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不如……陈院长顿了顿，又继续说道：不如你就在我们3个学院做个挂名教授吧。你想什么时候去我们学校教课，随时都欢迎你。当然，你要是不想上课，也没有任何问题。每个月的工资，我们肯定是照样发。陈院长这番话是彻底惊掉了众人的下巴。挂名教授，还是同时担任3个学校的挂名教授，这待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吧？如果说因为看中苏浩身上的才华，所以希望他能够给自己学校的学生上课，那他们还能理解。但是现在居然开出了这种条件，这又是为了什么？苏浩这人的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竟然让几位院长连着这条件都开出来了？这是不惜以一切代价都要把苏浩请过去吧？众人猜不到3位院长的心思，但他们自己的心中可是清楚得很。的确，苏浩的弹奏的曲子很简单，只要学习过钢琴的人很轻松就能够弹奏出来。但是几位院长却想到了其他的，这首曲子必定能够成为华夏钢琴曲中的经典，甚至能够传播到全世界也不一定。然而卡农却是出自一个没有学习过钢琴，而且还是即兴弹奏的人的手中。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钢琴家创作出的曲目能够成为经典，然而他们却在苏浩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华夏实在是太缺这样的人才了，相信假以时日，苏浩一定能够站在华夏钢琴界的巅峰。这也是为什么几个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和苏浩沾上点关系的原因。等到苏浩出名了，他们就可以告诉众人，苏浩是他们学校钢琴系的教授。这样一来，可以大大的提高他们学院的名声。听到陈院长的话，苏浩拖着下巴沉吟了一下，随后点了点头。既然这样的话，没问题，我同意担任3所学院的钢琴系教授。人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自己已经没什么可考虑了，挂名而已，平时又用去学校，只需要在有空的时候去讲讲课就行了。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见苏浩同意，所有人皆是松了一口气。陈院长脸上带着笑容，同苏浩握了握手。那可就太好了，欢迎你入职我们学院。等到有时间，我们就去把入职手续办了。同时你还可以参观一下我们学校。陈院长说道。苏浩想了想，云音学院就在云城，也不麻烦，就点了点头。其余2个院长也凑了上来，也随时欢迎你来我们学院参观。苏浩点头，没问题。围观的众人则是又羡慕又嫉妒地看着苏浩，看看人家就弹奏了一首曲子，就同时被3个学院的院长同时邀请。关键是这3所学校在华夏的地位还不低。不远处，杰克通过翻译的诉说，将这一切收入眼底。他皱了皱眉，神情依旧倨傲。不就是即兴弹奏了一首简单的钢琴曲，居然也能让华夏人高兴成这样，还邀请他担任教授？杰克双手插兜，仰着脑袋，鼻孔都快朝到天上去了。成为华夏音乐教授的门槛居然这么低了，如果我在华夏的时候，说不能还能混个院长当当呢。杰克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掩饰什么，他虽然说的是英语，但在场的人大多精通英语，自然也就将他的话听了个清清楚楚。在他身边的人纷纷皱了皱眉，有些人则是愤怒地看着杰克，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尊重？有人怒吼道。第59一曲震惊所有人，其余人也觉得杰克有点过分了。虽然华夏没有出过钢琴大师，在钢琴的造诣上比不上其余国家，但杰克说的这些话却是在往他们的脸上踩。不过也有一部分觉得杰克虽然说的过分，但也没什么问题，毕竟一首简单的曲子而已，就算是即兴弹奏，也不至于让3个学校的院长抢着要人吧。
苏浩，怎么了？这时，原本在和别人交谈着的范柔锦走了过来。苏浩摇了摇头，没什么事，一只井底蛙罢了。苏浩脸上的表情淡淡，杰克的话，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他也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没有见识的人去生气。苏浩不生气，反倒是周围3个院长气得脸色铁青。他们邀请多维尔学院的人来，是一起交流学习的，而不是让他这样指着鼻子骂的。陈院长面色一沉，正要训斥杰克，远远地传来了一道声音：发生什么事了？远处的艾伯特听到这边的动静，和贝西一起走了过来。杰克身边的翻译犹豫了一下，随后便将刚刚发生的事告诉了他。艾伯特皱了皱眉头，不赞成地看着杰克：杰克，你不该这么说，你应该向他们道歉。艾伯特虽然高傲，但他觉得杰克也确实有点过火了。杰克轻轻转了转头，眼底闪过一抹不屑：我有什么好道歉的？不过是实话实说说罢了。艾伯特叹了口气，一步步走到了苏浩面前，歉意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微微鞠了鞠躬：抱歉，苏先生，各位院长，是我没有教育好我的学生。陈院长等人面色松动，叹了口气，人家多尔维的教授都道歉了，他们除了原谅，也不能多说什么。但是苏浩，所有人都扭头看向了他。然而，苏浩还没说话，杰克不满的声音又传了过来：老师，没必要给他们道歉，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杰克走了过来，一把将艾伯特弯下的腰扶了起来，挑衅地看着苏浩：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我承认，你自创的曲子很好听，但是它太简单了，就算是刚入门不久的新手，都能够将它弹出来。虽然苏浩完美将这首曲子演奏了出来，但再怎么完美，也不能改变这首曲子结构简单的事实。杰克，就连艾伯特都有些生气了，自己这个学生实在是有些狂妄的过了头。苏浩则是眯了眯眼，既然如此，那我就再给各位即兴弹奏一首吧。苏浩是一个不容易生气的人，但是3番2次被杰克这么挑衅，倒还真的被他勾出了点火气。他要是还忍着不出手，那才是真的孬种。杰克微微一愣之后，嘴角缓缓勾起，带着几分嘲弄：那我期待你的表现。在杰克看来，苏浩现在说不定只是打肿脸充胖子，就算上台，可能也只是随便乱弹一通吧。陈院长此时略显担忧，现在杰克显然就是想故意激怒苏浩，想让他当众出丑罢了。虽然他看好苏浩，但即兴弹奏可不是那么简单的。苏浩一步步朝着舞台上走去，范柔锦握了握拳头，对着苏浩的背影轻声喊了一句：加油。他当然是十分相信苏浩的，相信苏浩可以给杰克这个自大的人好好上一课。终于，苏浩坐在了钢琴面前。苏浩来之前并没有准备，他上台时身上还是穿着那套休闲装，头发也没有搭理，整个人看起来很随性。然而，就在他碰到琴键的瞬间，这个人浑身的气质就变了，优雅从容，仿佛世界顶尖钢琴大师的气质出现在了他的身上。台下的人看到他身上的变化，忍不住吞了吞口水，心里有一些紧张。可是，在紧张之中，还带着一丝期待。尤其是范柔锦，此时双手交握在胸前，看向苏浩的眼神里满是崇拜和信任。当演奏开始了，苏浩敲下了第一个音符，微微停顿了一下，优美的琴声再次响起。苏浩闭上了眼睛，带入了一下感情，左右手交替着，在黑白色的琴键上来回飞舞，音符如流水一般随之而起。现场彻底安静了，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闭上了双眼，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中。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位无忧无虑的少年，在月光下，在一个奇妙的世界中嬉戏着。然而没过多久，曲调突然一变，原本那个无忧少年突然沉寂了下来，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充斥在他的周围，忧郁、彷徨、躁动不安的情绪一点点堆积，最终转换成为了一串如流水般的音符。范柔锦双手交握在胸前，一幅幅奇妙的画面出现在他的眼前，不知不觉，一滴眼泪从他的眼角流出，像他一样反应的。现场不止一人，所有人都仿佛置身在了这个奇妙的世界里。艾伯特闭着双眼，手指微微在腿上打着拍子，心潮澎湃。多么美妙的曲子！他时不时呢喃几句，从专业角度评判着这首曲子。苏浩依旧专注地弹奏着，指尖轻轻跳跃在琴键上，每一个音符一点点从他的指尖倾泻而出，感染到了每一个人。时间一点点流逝，苏浩最终还是敲下了最后一个音符。然而现场的人们足足过了几分钟，才慢慢回过神来。随后，爆发出一如雷鸣一般的掌声，啪啪啪啪，太好听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感动。不仅曲调优美，更重要的是这首歌听起来也太复杂了点。
让我上的话，看着谱子我都未必能弹得出来。苏浩真的没有学习过音乐吗？这也太牛逼了！没学过就有这么强的天赋，要是学过，说不定咱们国家现在早就出一个钢琴大师了。呵呵，怪不得3大学院争着邀请苏浩呢，人家有这实力。原本我还有些嫉妒，但是我这下是心服口服了。啧，这下是狠狠地打了那个叫做杰克的脸了。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但是在这一刻，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了杰克。第60，艾伯特的邀请。杰克苍白着一张脸，一双眼睛瞪得都快掉出来了。他实在是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华夏人的钢琴水平，居然比他想象中的还高出很多。我不信，这说不定只是提前写好的谱子，现在却说是自己的即兴弹奏。杰克不甘心地说道。苏浩摇了摇头，没想到这个杰克竟然这么执迷不悟。那要不然，你给我一段旋律，我也可将这段旋律即兴成一首完整的曲子。够了。杰克·艾伯特走到了杰克面前，神色严肃地看着他。你应该给苏浩先生道歉。苏浩都已经做到这份上了，如果真的还要让他继续演奏的话，那丢人的就是他们多维尔学院了。可是你如果不道歉的话，就不要继续在学校里待了。艾伯特神色淡淡地说道。杰克的脸色更白了。教授这是怎么了？他竟然帮着一个外人说话。可是艾伯特的这话说的已经很严重了，他要是不道歉的话，真的是会被赶出多维尔学院的。因此尽管杰克再怎么不情愿，也只能走到了算好的面前，然后低下了他那颗原本还十分高傲的头颅。对不起，苏浩先生，我为我之前的发言而感到抱歉。苏浩轻飘飘地看了他一眼，嘴角一勾。现在你觉得我们华夏的钢琴水平怎么样？其实这个杰克如果只是单纯的针对自己，那倒是没什么问题，别人说2句而已，自己完全可以充耳不闻。但他万不该说他们华夏的钢琴水准低。虽然华夏的历史上的确是没有出过钢琴大师，但这并不代表杰克可以踩着他们的头上。杰克没想到苏浩在这个时候问他这种问题，瞬间脸都憋红了，但几秒钟过头，他还是点了点头。我承认，华夏的确是人才辈出，是我之前没有见识，才说出那种话。对不起了，苏浩先生。杰克微微侧身，又朝着3位院长鞠了一躬，也对不起3位院长。3位院长冷哼了一声，扭过了头，没有看他。看到这一幕的众人心中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他们看向苏浩的眼神也都变成了欣赏和敬佩。苏浩用实力教杰克做人，狠狠地打了他的脸，实在是让人大快人心啊。苏浩眼中划过一丝满意，随后对着杰克点了点头，没事，大家都是过来交流的，起了冲突也很正常。杰克听了这话，差点气得快要吐血。艾伯特轻轻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不再去看杰克脸上的表情，而是走到了苏浩的身边，朝他伸出了一只手。苏浩先生，我为今天发生的一切感到抱歉，你的钢琴水平的确很高，连我都自愧不如啊。此话一出，无异于往水中投入一块巨石，砸出了一朵巨大的水花。所有人都震惊了，皆是瞪大了双眼，不可思议地看着艾伯特。那可是来自多维尔学院的艾伯特教授啊！艾伯特，世界有名的钢琴大家，从10岁时就开始弹琴，一直到现在50多岁，都没有放弃手中的钢琴。他一生开了无数场演唱会，每次的门票都能被炒出天价，甚至还有女王亲自邀请他在皇宫进行演奏。也就是这几天，艾伯特身体差了点，没办法在全世界到处跑，于是选择在多维尔当个教授。他竟然说苏浩的钢琴水准比他高，杰克和贝西更是浑身一震，将艾伯特仔仔细细看了遍。这还是艾伯特教授吗？他们跟着艾伯特学习了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夸过谁。就算是天才贝西，从艾伯特的嘴里最多得到的也不过是一句还不错的评价。现在艾伯特教授居然说这个华夏人的水平比他还高。苏浩谦虚一笑，我就是随便谈谈，还远远比不上您。艾伯特摇摇头，你们华夏人就是太谦虚了。对了，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苏浩想了想，片刻过后才回答道，升 C 小调幻想即兴曲。升 C 小调幻想即兴曲，前世大钢琴家肖邦的一作。这首曲子还是他去世之后才被众人从他的遗物中发现。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肖邦当时没有发表，但是这首曲子可是被列为最难弹奏的钢琴曲目之一，无论是节奏还是情绪都很难把握。艾伯特愣了一下，随后哈哈一笑，升 C 小调幻想即兴曲，真是个随性的名字，就像你一样。随后艾伯特看了苏浩一眼，脸上换上了一副表情，带着一丝丝热切，的确是非常不错的曲子。
苏浩先生在钢琴上有这么深的造诣，不知道是否愿意来我们多维尔学院任职？哗！此话一出，全场哗然。如果说之前艾伯特说的话，众人可以当作是一种夸赞的话，那么这句话的意义可就非同一般了。多维尔学院，光是在那里上学，都不是想去就能去的，更别说在多维尔任职了。在多维尔任职的，哪个不是在钢琴界有头有脸的人物？有人十分激动道：多维尔学院里似乎还没有华夏人任职吧？天哪，这真是天大的荣誉啊！的确，而且还是艾伯特教授的亲自邀请，恐怕要任职的职位分量也不轻啊。苏浩他值得这样的邀请。刚刚那首即兴曲是我见过最完美的一场演出。苏浩还愣着干什么？快同意啊，这可是多维尔啊。然而三大学院的院长在听到艾伯特的邀请之后，心却是猛地一沉。多维尔学院只要是学习钢琴的就没有不向往的，可是多维尔学院无论是老师或者是教授，从来都没有让华夏人担任过，这还是多维尔学院头一次邀请华夏人去学校任职。对普通人来说，这的确是天大的荣誉。三位院长的眼中划过一抹担忧之色，这样的诱惑普通人很难会拒绝吧？如果苏浩走了，那他们三所学院又该怎么办？正在这时，杰克站了出来，皱了皱眉：艾伯特教授，您的决定是不是太过于仓促了？他苏浩只不过是一个无名无分的普通人而已。第61现场谱曲，杰克心中愤愤不平，这个名叫苏浩的华夏人凭什么来他们学校任职？艾伯特瞪了他一眼，苏浩现在的钢琴水平完全在我之上，他为什么不能担任我们学校的老师？教钢看的是一个人的水平，而不是他有没有水平。杰克顿时哑口无言，只能默默闭了嘴。苏浩现在等我回去了，我一定会好好教导我的学生的，所以请你务必考虑一下，来我们多维尔学院任职，我一定会给你争取最好的待遇。艾伯殷切地看着苏浩，所有的视线都聚集在了苏浩的身上。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苏浩会同意时，在众人的注视下，苏浩却轻轻摇了摇头。艾伯特教授，您要言重了，但是很抱歉，我必须拒绝您的邀请。就算是多维尔学院的邀请，苏浩对这个却没有一点兴趣。他来这个鉴赏会，还是因为范柔锦的邀请，也是因为看不惯杰克嚣张的气焰，才选择现场弹奏。的确，如果去了多维尔学院任职，那对寻常人来说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甚至好好在多维尔学院发展经年，将来能够成为世界级的大钢琴家也说不定。但那也仅仅只是在一钢琴这一个领域出名而已。虽然一个名校的邀请满足了一下他小小的虚荣心，但苏浩可没忘自己的目标并不在钢琴上，他要从娱乐圈开始，一点点获得更多的声望值，获得更大的名望。多维尔满脸愕然，似乎是完全没有料到苏浩会拒绝他，连忙问道：苏浩先生，我能问问为什么吗？苏浩轻轻一笑：艾伯特教授，我是做流行音乐的，我的目标是娱乐圈，钢琴只不过是我一个小小的爱好，而且我已经答应了三位院长，在他们学院担任挂名教授一职，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多维尔任职。其余人听得都快吐血了。钢琴在这群人的心中是高雅的，是充满韵味的。苏浩拥有这么高的天分，现在居然放着好好的钢琴不弹，居然去娱乐圈搞流行音乐，真是暴殄天物啊！最关键的是，他竟然拒绝了多维尔的邀请。但苏浩志不在此，艾伯特也不能强迫他。艾伯特满脸遗憾，那真是太可惜了。那苏浩先生，既然如此，那之前你弹奏的那两首曲子，可以给我一份吗？苏浩点点头，当然可以。他转过头，对着负责维持会场的工作人员说道：麻烦请给我2份五线谱和笔。工作人员自然一直注意着这边的动静，在听到苏浩的话之后，不过一会就拿来了五线谱和笔。现场的人都激动了，都纷纷围了上去，想要看看今天这2首出自苏浩手中的惊人之作。以苏浩为中心，人群围了里3层外3层，虽然只有靠前2排的人能够看到苏浩在写什么，后面的人根本就看不见，但也阻止不了他们的热情。说不定苏浩这2首曲子能够成为传世经典了，而他们现在正在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幕。沙沙沙，笔尖在纸张上摩擦出沙沙声。苏浩在五线谱上写下一个个音符，前排围观的都一眨不眨地看着他。在苏浩写下音符的同时，用手指点在腿上，暗暗打着拍子。艾伯特则是伸出了双手，一边眯着眼，在空气中轻轻弹奏了起来。虽然苏浩写谱的速度很快，但最终也花了近15分钟才写完了2首曲子的谱子。没办法，主要是升 C 小调幻想即兴曲这首曲子太复杂，这才多花了点时间。
写完两首谱子之后，苏浩在最上方写下了两首谱子的名字，随后又在最小角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抖了抖纸张，轻轻吹了吹上面桅杆的墨迹，将这份谱子交给了艾伯特教授。艾伯特教授，谢谢您喜欢我的曲子，请收好。艾伯特小心翼翼地接过两份谱子，爱惜地将它收好，随后说道：实在是太感谢了，苏浩先生，回去之后我会让我的学生开始练习的。周围人一愣，这是要让多维尔的学生学习苏浩曲子的节奏。啪啪啪，众人鼓起了掌，心中充满敬佩。苏浩一气呵成写出这么长的钢琴曲目，而且还是默写，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而且艾伯特教授都说了，要让自己的学生去学习这两首曲子。苏浩这下可是彻底要在华夏钢琴圈子里出名了。一旁围观的范柔景则是掏出了手机，在苏浩交给艾伯特教授曲子的瞬间，按下了快门，将这历史性的一刻保留了下来。陈院长凑到了范柔景身边，看了他的手机一眼，低声说道：等会把这张照片传我一张。杨英、曲英的院长看见了，也纷纷道：我们也要。范柔景自然是点头同意。苏浩本以为事情差不多完成了，自己也该走了，却没想到艾伯特教授突然说道：我想要现场演奏一下这首曲子。顿时人群沸腾了。本来他们参加这个音乐鉴赏会只是交流交流，却没想到现在竟然能够亲眼看到艾伯特教授的表演。距离上次艾伯特教授公开演出至少也是10多年前的事了，这实在是太幸运了。而且这还是一首来自华夏人苏浩手中的谱子，这叫人如何不兴奋。苏浩本来是想早点离开的，但艾伯特教授都这么说了，自己自然也是要留下来听一听的。快让人把摄影机拿来，快把现场录下来。陈院长连忙喊道。本来以为今天只是一场普通的鉴赏会，因此并没有全程记录，苏浩的表演没有录上，这次艾伯特的可不能错过。没过一会，从门外走进来几个摄影师，端着器材就走了进来。找好角度之后，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了艾伯特。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艾伯特走上了舞台，他将简谱放在乐谱架上，随后充满怜爱地摸了摸琴键，随后他看着乐谱动了动手指，演奏开始了。大厅再次变得安静，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艾伯特教授。第62，范柔景告白。艾伯特的演奏开始了，他的手指放在了琴键上，按出了几个音符。他这次选择弹奏的是升 C 小调幻想即兴曲。刚开始的时候，艾伯特弹奏的还有些生涩，节奏方面也不是很流畅，但是在适应了几十秒之后，艾伯特已经能够将这首曲子连贯地弹奏出来了。几分钟过后，艾伯特的演奏结束了，他轻轻地朝着台下的观众微微弯了下腰。啪啪啪，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苏浩也鼓起了掌。范柔景微微侧了侧身体，朝着苏浩靠了靠，轻声说道：我觉得他弹的没有你好。不仅是范柔景，其余人也听出了艾伯特和苏浩之间的差距，心里有着和范柔景同样的感觉。苏浩一边鼓掌一边摇了摇头，这首曲子的难度很高，艾伯特教授第一次现场弹奏就能够完整且不出错的将它弹下来，已经十分不错了。艾伯特很快走下了台，演出结束后，众人就可以继续交流了，想上去弹的就上去弹一曲。不过现场弹奏最多的还是苏浩那两首曲子。苏浩见没自己什么事了，便和3位院长打了一声招呼。3位院长，现在是你们的主场了，那我这边就先行告退了。钢琴吗？苏浩虽然对他感兴趣，但是要让他和一群人去交流这么长时间，他实在是懒得。陈院长等人点了点头，也没拦着苏浩，只是对着他说道：既然都要走了，那我们不如合张影吧。对于陈院长等人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时刻。苏浩点了点头，陈院长很快叫来了摄影师，4个人站在了一起，苏浩站在了中间的位置，后面的背景则是舞台上那一架钢琴。咔！摄影师眼疾手快地按下了快门键，留下了这张拥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照片。苏浩又和3位院长握了握手，抬脚正准备离开，艾伯特却突然走了过来。他呵呵一笑，下巴上的白色胡子一颤一颤的。苏浩先生，如果不介意的，我是否也能和你们合张影？苏浩淡淡一笑，自然，荣幸之至。3大学院的院长找好了位置，艾伯特和苏浩一起站在了最中间。摄影师再次按下快门，随后艾伯特转过身和苏浩握了握手。苏浩先生，这次的华夏之旅十分愉快，谢谢你让我听到了这一场完美的演奏，我会永远的记住今天的这一切的。原本艾伯特对这场鉴赏会并没有什么期待，因为他知道
华夏人的钢琴水平远不如他们，甚至一开始在陈院长邀请他过来时，他是直接拒绝的。后来还是3位院长一起邀请他，他不好推辞，才选择来了趟华夏。没想到这个叫做华夏的年轻人给了他意外之喜。还是那句话，苏浩先生，你要是想来我们多维尔学院，我们随时欢迎你的加入。这是我名片，你想清楚了，可以随时联系我。艾伯特从胸口轻轻抽出了一张名片，递到了苏浩的面前。抱歉，艾伯特先生，我也还是那句话，贵校虽然优秀，但我的心思并不在钢琴上面。苏浩摇摇头，坚定地拒绝了艾伯特教授，但为了表示尊重，还是将艾伯特的名片收了起来。同时，他也将自己的名片交给了艾伯特。名片这玩意，他在工作室成立时就印了一大堆，今天正巧带着。艾伯特看了下苏浩的名片，上面有中文也有英文，星耀工作室，真是个不错的名字。艾伯特将名片收入怀中，随后说道：那就祝苏浩先生一切顺利，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我们多维尔学院参观参观。苏浩点点头，承蒙艾伯特教授吉言了，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多维尔学院参观的。这次苏浩倒是没有拒绝，毕竟多维尔是世界排名第1的音乐高等学府，如果真的有机会，他还真的挺想去看看的。苏浩只是站在这里和艾伯特多聊了几句，就这么一会，就又有人凑了上来，想要和苏浩合照。关键是这些人大多有头有脸，苏浩还真不太好拒绝。于是，在接连和几个人合影之后，苏浩想了想，干脆将这些想和他合照的人一起叫了过来。几位院长和他站在最中间，范柔锦则挽着他的胳膊，来了一张大合照。拍完照之后，苏浩总算是解脱了，带着范柔锦赶紧离开了这里。二人从会厅出来，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二人早上就吃了点早餐，此时早已经是饥肠辘辘了，在这附近随便找了家餐厅，苏浩要了个包间，和范柔锦点了些菜。吃上了几口之后，苏浩才觉得自己这下是彻底活过来了。这一早上，虽然全程都是坐着，但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累。这种累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毕竟，范柔锦看出苏浩的疲惫，心疼地看着他，眼底带上了一丝愧疚。抱歉苏浩，今天这些情况，实在是在我意料之外。他本来想着自己只是和苏浩看上一场演出，顺便培养感情，放松一下，结果没想到事情却发展成了这样。苏浩摇了摇头，你和我道什么歉？这事又不怪你，是我自己想要上台的。范柔锦轻轻叹了口气，走到了苏浩身后，伸出了双手，轻轻按摩着他的太阳穴。柔软的手指在苏浩的太阳穴上滑动。一开始苏浩还想着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合适，但是范柔锦的按摩手法实在是太好了，让他不自觉地放松了下来，因此倒也没有抗拒。范柔锦见苏浩没有拒绝自己，脸上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还有一丝窃喜。他觉得现在的感觉很幸福。苏浩闭上了，享受着范柔锦的服务。一时间，包厢里没有任何声音。大约10几分钟后，范柔锦松开了按摩的手指，坐在了他身边的位置。范柔锦轻轻地拉起了苏浩的手指，将他的手捧在了自己的2手中间，一双桃花似的美丽眼眸直勾勾地看着他。范柔锦的樱桃小口动了动，轻轻吐出几个字：苏浩，我喜欢你。第63入围金曲奖提名。苏浩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微微一愣，几秒钟之后，他低着头看了一眼含羞带怯的范柔锦。范柔锦此时双颊微红，嘴角挂着一丝甜蜜的笑意，浓密纤长的睫毛微微垂着，一颤一颤的。在说出那句话之后，他没敢再看他一眼。苏浩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兴奋和紧张。范柔锦此时心如肋骨，不敢去看苏浩的反应。一开始他对苏浩只是崇拜之情，但这段时间接触下来之后，他竟然一点点被他所吸引。终于，在今天，他说出了那句一直不敢说出口的话。范柔锦很激动，他终于做到了。范柔锦等待着苏浩的答复，等了一会，没见他有所动静，又抬起了头，直勾勾地看着他，意思是想要他的一个答复。苏浩看了他良久，不可否认，范柔锦长得好看，身材也好，在事业上也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面对这么一个大美女的追求，几乎没有一个男人不会动心。然而，苏浩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我好像没有告诉过你，我离过婚，而且我暂时不想考虑感情方面的问题。苏浩现在的心思都放在了娱乐圈上，而女情长这种事，他暂时还不想碰。苏浩的回答令范柔锦有些意外，他本以为苏浩只是单身，没想到竟然已经离过婚了。然而，这并不能动摇他想要和苏浩在一起的决心。他眼神坚定，
看着苏浩，离过婚又怎么样？哪怕你有个孩子，我都愿意和你在一起。说完，范柔锦趁着苏浩愣神之际，微微抬起头，对着苏浩的嘴唇狠狠地吻了上去。苏浩反应不及，还真被他这么给亲上了。在回过神之后，他一把将范柔锦推开了。你这是做什么？苏浩轻轻皱眉，倒不是讨厌范柔锦，只是对于作为明星的他来说，这种行为有些不妥。范柔锦舔了舔嘴唇，对着苏浩露出一个势在必得笑。苏浩，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追到手的。既然都做到这个份上了，范柔锦也不是扭捏的人，很干脆的将自己心里的话说了出来。苏浩，我认定你了，无论你同不同意，我都会在你身边的。苏浩有些无奈，你一个情歌天后，肯定是前途无量的，以后你肯定还会走得更高，又何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范柔锦笑了笑，脸上的红晕还未消散下去，整个人像是一朵盛开的玫瑰。苏浩，我追求你，和我的事业之间并不冲突。苏浩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些什么。说不定范柔锦只是一时兴起，等到时间长了，他自己的就放弃了。范柔锦大着胆子和苏浩告白之后，也不惧着自己了。饭桌上一直在不停的给苏浩夹着菜，要不是怕引起苏浩的反感，范柔锦就差直接给苏浩喂饭了。用完饭后，苏浩将范柔锦送回了家之后，这才打了辆车回了家。和范柔锦分别之时，范柔锦还趁着苏浩不注意，又偷偷亲吻了他一次，这让苏浩很无奈，让他不要这样子做，万一被狗仔拍到那就不好了。谁知范柔锦压根不在乎，苏浩这下是彻底无奈了，但是他却拿范柔锦没有任何的办法。回到家也才不过下午6点，苏浩洗了澡走了出来，先是看了一眼自己之前发歌的那些数据，魔音上的点赞都不说，就这么不到1周的时间，已经突破了3000万的点赞，而各大音乐榜单上，他的播放量加起来已经突破了5000万的关卡，下载量加起来则是破了3000近4000万。而苏浩本人在这一段时间里又收获了1000多万的声望值，微博粉丝这几天涨得倒是不多，这几天陆陆续续又涨了200-300万粉丝，主要是这些数据多多少少都有些水分在里面。比如有一个人循环了10次他的歌曲，但是他得到的也只是一个人声望值，所以苏浩这几天也只是获得了1000多万的声望值而已。而且随着热度一点点下去，他的声望值也没有之前获取的那么快了。苏浩点开了系统的抽奖功能，但是转念一想之后，他又关掉了。上次他手黑，抽到的东西不多，还是缓几天再说，说不定过几天运气就好了呢。查看完系统之后，苏浩又点开了微博刷了刷，他用的苏浩这个账号，他这个账号的粉丝数量倒是不多。虽然苏浩之前因为那些年这首歌爆火了一小段时间，但当时他并没有开通微博，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吸粉时机。苏浩倒也不在意，正好粉丝少点也方便他刷微博，不至于像是白棋的账号一样，一登录就要卡好半天。正刷着微博，突然一条热搜引起了他的注意，华语流行音乐金曲奖提名名单公布。金曲奖这个苏浩倒是有所了解，这算是流行音乐里权威比较高的一个奖项了，每年举行一次，时间不定，具体什么时候举行那就要看主办方的心情了。苏浩点进去看了一眼，尹天、范柔锦他们两个是意料之中，每个人的名字后面则跟着获得提名的歌曲名字。苏浩特地看了下范柔锦的，这首歌竟然是他写的，易燃易爆炸。虽然有些意外，但转念一想，范柔锦的歌曲也上线这么久了，有提名也很正常。苏浩又继续看了下去，任琪琪的名字竟然也在上面。苏浩扫了一眼，是一首自己没有听过的歌曲，名单上的很多名字苏浩都不认识。他刚准备关掉页面，手指却猛然一顿。年度最佳作曲人奖白棋夜曲飞得更高，年度最佳单曲奖白棋夜曲飞得更高，年度最佳新人奖白棋夜曲飞得更高，年度最佳演唱奖白棋夜曲飞得更高，年度最佳男歌手奖白棋夜曲飞得更高，年度最佳。苏浩看的眼睛都快花了，他自己数了数，自己一个人竟然获得了9项提名。第64，范柔锦来了。苏浩吃惊地看着这份提名榜单，自己这首曲子上线还不到1周，为什么入选了金曲奖的提名？这太诡异了。不仅是他自己很奇怪，评论下面的网友此时也已经炒开了锅。今年金曲奖提名居然这么早就出来了？不是吧？怎么白棋也入围了？他的歌虽然很好听，没错，但是这还不到1周，怎么就入围了？白棋的数据摆在那，入围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吧？放屁！
金曲奖设立这么久了，可从来没见过有哪首歌上线不到1周就能入围金曲奖提名的，而且是9项。说里面没有内鬼，我是不信的。白起肯定是和里面的人私下交易了，不然怎么会出现这么离谱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白起这件事就是自我炒作，他爆火的太突然了，而且还是突然就火起来的，没有团队在背后运作，我肯定是不相信的。金曲奖主办方，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前几年不是还爆出被某歌手收买吗？这个白起肯定有问题，不然怎么可能入围？我呸！白起的实力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人家就是牛逼。评论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金曲奖官博干脆直接关闭了评论。这件事倒也没有闹大。没过一会，苏浩就收到了来自徐少和范柔锦的道贺，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就那么3个人。现在丁路又不在，他自然也是乐个清闲。苏浩回复了范柔锦之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对方的消息又回了过来，不如我们出来吃个饭，就当作是庆祝你获得金曲奖提名，或者我去你家找你。苏浩的指尖在屏幕上顿了顿，他稍微想了想，3分钟之后回复了范柔锦的消息，不聊，你早点休息吧。苏浩看了看时间还早，就翻了翻各大平台的音乐榜单。他这回倒不是看自己的歌曲数据了，而是点开女歌手榜单，然后选择了全部播放。李永泰那边广告拍摄估计马上就开始了，而苏浩到现在都还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呢，他得抓紧点时间了。虽然那首《爱到春潮滚滚来》他一个人也能唱，但苏浩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如果失去合唱的女生，这首歌始终是缺了那么点味道。毕竟这首歌的特点就是刚柔并济。苏浩躺在沙发上，将这些歌一首首听了过去，直到过去了1个多小时，苏浩也没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声音。他测了测，刚准备换个舒服点的位置，自家的门铃却突然响了。苏浩也没多想，从沙发上坐了起来，走到门前打开了门。门被推开的一瞬间，一道有些熟悉的身影挤了进来，砰的一下关上了门。苏浩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待看清来人是谁之后，不禁有些头痛。范柔锦，你怎么来了？范柔锦手里还提着2个购物袋，她将东西放在了手边的柜台上，随后取下了头上戴着的帽子和墨镜，露出那张绝美的脸蛋，对着苏浩嘻嘻一笑，不是说过了吗？庆祝你进入金曲奖的提名。虽然苏浩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是范柔锦从一开始就没觉得苏浩会同意，于是也没和他打招呼，直接就来了他家。说起来看，他还是第一次来到苏浩家呢。范柔锦好奇地打量着苏浩的房子，苏浩的这栋房子买了有近10年的时间了，但家里被他打扫得很干净，里面的东西也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苏浩一个大男人，居然把家务也做得这么好，他本来还想表现一番呢。范柔锦不知道的是，苏浩和任琪琪聚少离多，平时都一个人住，他不打扫，自然也就没人打扫了，只能自己学着做这些。苏浩是真没想到范柔锦会在这个时候过来，但人来都来了，总不可能将人赶出去，只能从鞋柜里拿了双女士拖鞋给范柔锦换上。范柔锦看着那双女士拖鞋，吃醋道：你家哪来的女士拖鞋？而且还那么多双。苏浩刚刚开柜门的时候，他可看见了，里面有好几双女士拖鞋呢。苏浩只当是他洁癖发作，没有多想便解释道：放心吧，这是新的，没人穿过。范柔锦气鼓鼓地看着他，我的意思是不是有别的女人来过你家里？范柔锦心里不由得多了几分酸涩。苏浩是单身状态，他想把女人往家里带，那也是他自己的自由，但是范柔锦此时在心里还是忍不住吃醋。只见苏浩点了点头，之前是有几个女孩在这里住过。范柔锦瞪大眼睛，心里更加酸涩了，竟然还好几个。苏浩没注意他的脸色，又继续说道：是我工作室的员工，之前没找到房子，就暂时先让他们在我家里住下了，前段时间找到房子，就让他们搬出去了，走的时候忘了把这些拖鞋带走。苏浩也不在意家里是不是多了几双鞋子，放在那里没有扔，万一到时候甜成女孩过来还能穿。苏浩随口解释了几句，一边将范柔锦放在柜台上的2个购物袋提了过来。苏浩将购物袋提起来看了一眼，里面装的都是满满的菜和肉。你买这么多，我们2个吃得完吗？苏浩朝着厨房走去，一边说道。听到苏浩解释，范柔锦再次恢复了好心情，踩着刚换上的拖鞋就追了上去。没事，吃不完就放冰箱里，慢慢吃。2人来到厨房，苏浩将购物袋里面的菜和肉取了出来，正思考着要做什么菜，范柔锦却一把将他从厨房里推了出来。今天是庆祝你入围金曲奖提名，所以我来做菜，让你尝尝我的手艺。苏浩上下打量他了一眼，看他一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样子，很是怀疑，你还会做菜？范柔锦哼哼了2声，小看我了，我的厨艺
就算是我妈吃了都说好。苏浩又走进厨房，取下了挂在墙上的围裙，说道：“那我来洗菜。第65，今晚我不走了。”然而范柔锦说什么都不让苏浩进厨房，一把将他身上的围裙取了下来，将他从厨房赶了出去。苏浩只能回到了客厅中，继续听着手机里的音乐。厨房里时不时传来做菜的声音，让苏浩一阵恍惚。他和任琪琪刚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任琪琪从来不让他进厨房，家里的家务也都全部被他包揽下来。那个时候苏浩几乎是没有做过家务，只可惜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任琪琪就进了娱乐圈，从此之后越来越忙碌，连家都很少回。范柔锦此时出现在他家里，不知怎么就突然想到了这些，这个念头在苏浩的脑子一闪而过，很快消失不见。范柔锦在里面忙活了2个多小时，终于端着菜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苏浩，吃饭了。苏浩走到了饭桌上，范柔锦将饭盛好递到了他的面前。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所以就随便做了一些，下回你要是有什么想吃的告诉我，我再给你做。范柔锦解下了围裙，坐在了苏浩的身边，给他夹了一块排骨。快尝尝我的手艺。苏浩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菜，5菜1汤，3荤2素，食物散发着迷人的香味，让人食指大动。苏浩将碗里的排骨轻轻夹了起来，吃了一口，排骨炖得软烂，轻轻一吸就脱了骨，浓郁的香味瞬间弥漫在了口腔之中。苏浩眼神一亮，连忙将嘴里的肉吞了下去，对着范柔锦竖起一根大拇指。看不出来啊，你居然还有这手艺，我觉得比外面那些餐厅做的好吃多了。苏浩是没想到，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的范柔锦做的菜味道居然会这么好。范柔锦自信一笑，那是当然，我学了好久呢，你可是除了我爸之外第一个吃过我做的饭的男人。范柔锦此时心里都甜出蜜了，没人知道这个外貌火热的性感女神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给自己喜欢的人做顿饭，为此她还苦练了许久的厨艺，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很快2个人吃完了这一桌子菜，苏浩摸了摸凸起的肚子，范柔锦做的菜的确是不赖，就连他都没控制多吃了一些。收拾完碗筷，2人坐到了沙发上，苏浩没闲着，继续听着榜单上的歌曲。榜单上的女歌星实在是太多了，苏浩听到现在都没能听完，也没有找到他想要的声音。范柔锦切了一盘子西瓜放在了茶几上，顺手递给了苏浩一块，从我进门你就在听歌，你想要是想听，我可以当面唱给你听啊。范柔锦随口说了一句，随后小小的咬了一口西瓜，香甜的汁液蔓延在他的口腔，偷瞄了一眼近在咫尺的苏浩。范柔锦幸福的眯了眯眼，和自己喜欢的男人待在一起，这才是生活啊。苏浩接过西瓜，摇了摇头，我有个合作，需要找一个女歌手和我一起录歌，我现在正在找合适的声线。范柔锦一脸跃跃欲试，你觉得我怎么样？他早就想和苏浩一起录歌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他肯定是要自我推荐一番的。然而苏浩只是看了他一眼，你的声线不太适合这首歌。早在一开始签下那份合同的时候，苏浩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范柔锦，毕竟2个人关系熟，合作起来自然也更加的方便，他也不用那么大费周的去找人。只可惜范柔锦的声线偏冷艳了一点，不太符合那首歌的意境。范柔锦顿时像霜打的茄子，窝在了沙发上，突然觉得连手里的西瓜都不香了。不过很快他又调整了心态，那下次要是合适的曲子，你一定要先考虑我，反正时间还长。他不急。苏浩嗯了一声，手指在屏幕上点了点，切换到了下一首歌。一开始他能将这些歌完整的听一遍，但是这么久了还没想到合适的声音，这让苏浩失去了耐心。正在这时，一道缠绵悠扬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苏浩目光一顿，停下了切换歌曲的手。听了一会之后，苏浩点点头，这个不错。唱这首歌的歌手名字叫做于素，苏浩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也不知道在娱乐圈是个什么咖位。苏浩拖着下巴思索着自己该怎么联系到这位女歌手呢。范柔锦听着这声音有些耳熟，于是探过头看了一眼，于素，我认识她啊。苏浩倒是很惊喜，转过头看着她，真的，如果范柔锦认识的话，那事情就变得简单许多。范柔锦将西瓜皮丢进垃圾桶，擦了擦手上的汁水，认真的点了点，认识，她是我大学同学，我们是同一个寝室的，当年关系很好，只是后来毕业了联系就少了，后来我们都成为了歌手，只是他不怎么出名，我们之间接触的也很少。无论是大学关系有多好，现在范柔锦和于素之间现在已经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放弃的。他性格很倔，我之前提出过想要帮助他，娱乐圈嘛，毕竟是同学，
能帮就帮一把，却被他拒绝了。范柔锦耸了耸肩，觉得于素哪里都好，就是有点一根筋。那你现在还能联系到他吗？苏浩问道。范柔锦微微一笑，那自然是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范柔锦知道，只要和苏浩合作，想红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既然是同学，他现在拉一把也没什么。烦恼的事情终于解决了一件。苏浩伸了个懒腰，有些累了。他看了眼时间，已经快晚上11点了。苏浩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低头看着范柔锦道：居然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家吧。范柔锦嘻嘻一笑，坐在沙发上没动。谁说我要回家了？苏浩一愣，范柔锦突然坐了起来，一口亲在了苏浩的脸上。今晚我就住在这里了。苏浩迟疑地看着他，你住在这里，我这里，不太好吧？万一被别人看到，对方怎么说也是个家喻户晓的明星啊。别说狗仔了，要是被邻居看到范柔锦从他家里面出来，那也是一件十分劲爆的事情。第66，共处一室。苏浩也是顾及着范柔锦的名声，而且孤男寡女的，实在是有些不适合。谁知范柔锦用手抚了抚头发，将胸前的长发撩到了脑后，满不在乎地说道：就算看到又怎么了？他又不是流量明星，需要保持单身人设。他可是靠实力说话的，就算真的被拍到，他的粉丝也会帮他说话。范柔锦根本就不在乎这些。范柔锦不愿意离开，苏浩也不可能强行将他赶出去，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那好吧，今晚你睡客卧吧。还好他的房子够大，不然的话他晚上就得睡沙发了。范柔锦这次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笑容，他拖着下巴朝着苏浩眨了眨眼，我没有带睡衣，你把你的衣服给我穿一下。苏浩随后拿了一件 T 恤，范柔锦换上之后， T 恤被他穿成了裙子，只露出一双修长的双腿。洗漱过后，苏浩回了自己的卧室。忙了一整天，苏浩也已经累了，他闭上双眼，很快就进入了睡眠。然而没过久，他正睡得迷迷糊糊，房间门被轻轻推开了。苏浩猛然惊醒，他看了一眼被推开的门缝，范柔锦一只手搭在门把手上，一边虚心对着他笑笑。苏浩，我一个人睡，害怕，我想和你。不行，还没说完，苏浩就打断了他。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实在是有些不合适，你要是觉得害怕，就把灯打开。苏浩淡淡道。范柔锦瘪了瘪嘴，脸上挂上了点委屈，开灯的话我也睡不着。放心吧，我睡地上，不会对你做什么的。范柔锦补充道。这一句倒是把苏浩给逗笑了，好笑的看着他，你还能对我做什么？范柔锦眨了眨，没说什么，只是脸上有些微红。苏浩把被子和枕头抱下了床，对范柔锦说道：行了，我睡地上，你去床上睡吧。范柔锦眼底飞速闪过一抹得逞之色，脸上扬起了一个明艳的笑容，随后快速从自己房间将枕头和被子拿了过来，铺在了床上。范柔锦坐上床边，白皙修长的双腿在苏浩面前晃了晃。苏浩快速别过眼，心里默念了一声非礼勿视。范柔锦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在苏浩没注意到之前，很快又收敛了起来。好了，我关灯了。苏浩嗯了一声，范柔锦按下了开关，房间瞬间陷入黑暗。苏浩确实是累极了，就算是范柔锦在他的房间，他也没有多想，很快就睡着了。范柔锦躺在床上，听着苏浩浅浅的呼吸，只觉得无比安心。如果可以的话，他是想和苏浩睡在一张床上的，不过他也明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种事还是得循序渐进。等着吧，苏浩，我迟早有一天会追到你的。范柔锦暗暗下着决心。第二天，或许是因为头一天实在是太累了，苏浩难得没有早起，醒来的时候已经是9点多了。他打了个哈欠，舒展了一下僵硬的身体，这才感觉舒服了许多。苏浩朝着床上看了一眼，床上干净整洁，范柔锦已经不见了，大概是回去了吧。苏浩心想。然而他刚走到客厅，就看到了范柔锦的身影。他此时正端着个盘子放在了餐桌上。范柔锦也看见了苏浩，冲着他一笑：你醒了，快去洗漱完吃饭了。苏浩没想到范柔锦居然还没走。洗漱完毕出来后，他坐在了餐桌前，问道：你今天没有通告要跑？范柔锦做的早餐是煎牛排，他切了一块牛肉，用叉子插着递到了苏浩嘴边，看着他吃下去之后，这才说道：我这几天闲着呢，不用工作。自从上次发歌之后，范柔锦就没有歇过，一直在全国到处跑，这段时间才闲下来了。苏浩点点头，两个人快速将早餐吃了。范柔锦擦了擦嘴，一边收拾着碗筷，一边说道：于素那边我帮你联系好了，时间约在了今天下午，你下午应该没什么事吧？有事的话我再重新安排。
范柔景一直将苏浩的话记在心里，今天一早起来就联系了于素，商量好了时间。苏浩点点头，我没什么事，就下午吧。现在是8月末，外面的天气还很闷热，两个人也没什么出门的心思，就在家里闷了一上午，直到下午太阳下去点了，二人这才收拾收拾出门了。苏浩开着车来到了约定好的地方，这是一家中式餐厅，价格贵了点，但是胜在服务好。走进了提前订好的包间，于素和他的经纪人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于素长相清淡，背部挺得笔直，脸上的神色有些漫不经心的，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他的经纪人则是一个中年男人，长相普通。范柔景走上前去，和于素抱了抱，素素，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范柔景现在是1线女歌星，但即便是这样，于素的脸上也没有任何奉承的感觉，只是对着他淡淡一笑。两个人上次见面应该也是2、3年的事了，毕竟范柔景现在这种咖位的，两个人遇到一起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二人大学时关系虽好，但于素不想别人说自己攀着范柔景，除了逢年过节发个祝福，平时基本也不怎么联系范柔景。这次还是范柔景说希望他能帮个忙，所以他才来的。二人很快松开，4人落座。范柔景先是给于素和他的经纪人介绍了一下苏浩，这位是我提到过的苏浩，你们应该有听说过他的名字，我的那首《易燃易爆炸》就是他写的，电影《昨日》的主题曲也是出自他的手中。其实范柔景昨天在微信中已经把基本情况说过了，但是既然见了面，还是要当面介绍一下比较好。于素朝着苏浩轻轻点了点头，脸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伸出手同他握了握，轻轻一碰之后很快就收回了手。你好，我是于素。于素的声音条件很优秀，光是这么一说话，听着就十分悦耳。相比于素的冷淡，他的经纪人倒是热络了许多，和苏浩握了握手，脸上挂着热切的笑容。你好，我是于素的经纪人，你们直接叫我李安就行，别在意啊。素素她就是这么性格。第67于素。李安暗中用胳膊撞了撞于素，朝着他挤了挤眼，意思是希望他热情一点。于素像是没有感觉到似的，依旧是那一份淡淡的表情。李安有些头痛，真是位姑奶奶。眼前这2位，一个是已经爆火多年、家喻户晓的情歌天后范柔景，一个则是前段时间在网上引起热议的苏浩。而且范柔景还是他大学时的同学兼舍友，他也不是说希望于素去巴结着谁，但至少看见人了也要热情一点吧。这位姑奶奶因为性格问题都不知道得罪多少人，要不是这性格，说不定于素早就红了。不过李安也知道于素就是这么个性格，只能无奈接受。李安脸上带着笑，看着苏浩，恭维了2句。苏浩先生，你写的歌都太好听了，我最近经常听呢。其实连李安都有些羡慕苏浩，一夜爆红的机会可不是谁都有的。虽然知道热度会过去，但是苏浩既然能写出这种歌，那以后肯定是前途无量的。苏浩淡淡一笑，于素的歌也很好听。这句是苏浩的真心话。于素的歌确实不错，虽然和他比还是差点意思，但是在整个音乐圈子来说，算得上是质量高的。可惜的是一直没红。客气了，客气了。素素还是要继续努力才是。自家艺人被苏浩夸了一句，李安心里自然也开心，谦虚的回答道：苏浩先生，事情呢，范姐大概已经给我们说了，但是具体的还是得给我说一下。昨天范柔景只说了苏浩想要和别人合作一首歌，但具体的范柔景不太清楚，也就没有告诉他们。是这样的，李永泰导演将要拍摄一个酒水的广告，这个广告的时间比较长，大概3分钟，所以需要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是需要男女合唱的。昨晚我听到了于素的歌，觉得她的声线很合适，于是就让柔景联系你们了。苏浩道。李安惊讶地长大了嘴巴，李永泰导演这个名字对于娱乐圈的人来说可是如雷贯耳啊，国内广告拍摄第一人，甚至有模特因为参与了他的广告拍摄，从而爆火全网。没想到苏浩竟然能为李永泰导演的广告演唱主题曲，李安有些激动了。这对于于素来说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怎么样，愿不愿意和我合作？苏浩问道。李安点点头，刚准备同意，一旁的于素却在这个时候开口说话了。什么样的曲子？先说好了，我不唱烂歌。于素依旧是那副淡淡的表情，他这话一出，瞬间让李安急出了一身冷汗。别介意，别介意啊，素素她就是这个性格，说话直了点，她没有恶意的。他凑到于素耳边，眼神里写满了乞求之色，压低了声音道：哎呦我的小姑奶奶，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这么直来直去？而且这都什么时候了，管他是什么歌，那可是李永泰啊，搭上这艘大船，你可就飞黄腾达了。
于素像是听耳旁风一样，完全没把李安的话听进去。他这个人骨子里有些高傲，他热爱音乐，甚至到了有些痴狂的地步。在他心里，音乐是圣洁的。现在的流行音乐充斥着大量粗制滥造的歌曲，这是于素不能容忍的。但他没办法改变娱乐圈，只能专心做好自己的音乐。苏浩的歌曲他听过，的确令人惊艳，但这并不代表他次次都能拿出好歌。红或者不红，对他来说这根本无所谓。但如果让他去唱一首烂歌，那还不如让他去死。范柔锦轻轻摇了摇头，心中微微叹气，没想到于素还是这么执拗。要是他能改掉这性格，说不定现在在娱乐圈的地位都能和自己差不多了。于素这话其实说的有些难听了，但苏浩毫不在意，因为他看得出来，眼前这位神色冷淡的女孩眼底没有任何轻视和恶意，有的只是对于音乐的喜爱。虽然有些偏执，但没人能对他去批判些什么。苏浩将早就准备好的曲子拿了出来，放到了他的面前。这是苏浩随手在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纸张很大，刚好能写下这首歌的谱子和歌词。纸张的边缘上还有被撕扯的痕迹。李安都有些惊了，现在的歌手写歌这么随意的吗？随后扯2张纸，再怎么说那都是首歌呀，应该要好好保存起来吧。于素却没有丝毫的惊讶，将折叠过的纸张打开来，视线一行行扫了过去。在于素低头看着曲子的时候，李安这才反应过来，小心翼翼地问道：这苏浩先生，现在就把这首歌拿给我们看，真的可以吗？不管是哪位歌手，写完歌曲之后都捂得严严实实的，生怕被泄露出去。苏浩倒好，在没有签合同的前提下，竟然大大方方的拿给他们看了。苏浩淡淡道：没什么不可以的，一首曲子而已，他手里面的歌实在太多，根本不怕。李安惊讶于苏浩的随性，点头道：放心，苏浩先生，既然你信任我们，我们肯定不会将这首曲子泄露出去的。苏浩嗯了一声，将视线放在了于素的身上。于素埋着头，看不清他的神情。2分钟过后，他闭着眼，长舒了一口气。正当苏浩以为他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于素再次低着头，从头开始看这首曲子。他伸出一只手，在桌面上打着节拍，嘴里轻轻哼唱起来：一江春水情不尽，我梦绕魂牵。于素神一脸迷醉地唱着，他声音柔媚，如同莺啼燕转，只是这么一张口，苏浩想要的那种感觉就有了。不得不说，于素的嗓音是相当优秀的，在这点上，就连范柔锦也要略微逊色一筹。包厢里的人就这么听着，没有人打扰他。直到几分钟后，于素将这首歌唱完，才抬起了头。相比之前冷淡的神色，此时的他眼神发亮，脸蛋酡红，整个人像是在发光一样。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平复着心里的汹涌澎湃的情绪，缓缓地对着苏浩说道：苏浩先生果然才华过人。第68，因为我是白棋，才华过人。这话一出，李安顿时瞪大眼睛。于素的性格正如其名，素的可怕，也平静的可怕，仿佛什么事情都不会引起他的情绪波动，唯有唱歌的时候才会流露出一些情绪。正因为如此，于素说出这种夸人的话，已经是极为夸张的事情了。苏浩虽然不知道于素的性格，但也能感受到于素真心诚意的称赞。他轻笑一声说道：才华过人这种话就不用说了，倒是于小姐，你对于这首歌感觉如何？很好。于素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这代表他极为满意。李安见状，很有眼力见的说道：苏先生，不知道这首歌你打算卖多少？不卖。苏浩摇头说道：不卖。李安一时间有些傻眼，他都想问那你拿出来干嘛？一旁的于素也是眼神有些疑惑，就算是漫天要价，也该有个价格吧？不卖是不是太绝了？而且，不是听说苏浩跟范柔静的关系很好吗？怎么会？那不知苏先生是想……李安小心翼翼地询问。我想要用这首歌换于小姐帮我一个忙。苏浩本来就是不打算卖歌，就钱而言他是不缺了。至于说卖歌之后于静带来的声望值，哪怕不卖也是有的。他更想要的是于素的声音，这种声音很适合他此前的那首歌。帮什么忙？于素开口说道：帮我唱一首主题曲。苏浩也没有藏，而是开口说道：有关酒类广告的，叫爱到春潮滚滚来，就是刚才那首歌。于素听到这话，并没有立刻回话。他虽然极为喜欢这首歌，也是爱歌痴狂的性子，但是真正涉及到合作什么的，一向都是由李安做主，两人之间分工极为明确。于素只管用心唱歌，李安负责一切其他事宜。因此，李安这位经纪人立刻站出来说道：苏先生，你的歌的确很不错，但是我们家素素的实力你是知道的，
而且时间方面也未必有这么多时间。而且广告这种东西你也知道，里面的门道很深。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开个价，不管多少钱，我们都可以商量。他应付这种事情不要太多了，毕竟自家艺人于素素对于歌曲的挑选极为苛刻。这次于素虽然不再苛刻，但是广告商演这方面必须要卡死。酒类的厂家如何？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对于普通歌手或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于素未来可是要朝着歌后发展的，李安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听到这话，苏浩笑了起来。五粮液的口碑自然不用多说，前世甚至一度有希望超越茅台。这种级别的产业，一旦确立主题曲，那么凭借这首歌，于素就能吃一辈子。可以说，这是于素的机遇。苏先生笑什么？李安以为苏浩是笑于素现在没什么知名度，还不好好接歌赚钱，这让他的语气都变得冷起来。于素也有些皱眉，只是苏浩下一句就让两人都表情错愕起来。这个厂家未来会是酒类行业前3的存在，而且苏浩看向于素，不出意外的话，你现在其实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名曲吧？如果你肯加入我的工作室，我会让在1年内成为歌后级别的存在。歌后？1年？李安愣住了，他忍不住说道：你以为你是谁？就连于素也是讶然地看向苏浩。范柔锦并未跟于素说过苏浩的真正身份，他们自然也不知道。因为我是白棋。苏浩语气平静地说道。白棋？白棋？听到这个话，李安的反应是惊愕、震惊、不敢置信，而后则是浓郁的不信。于素却是瞪大眼睛，惊讶，而后则是恍然，似是想到了什么。他开口说道：难怪柔柔会那么喜欢你，原来是因为这个。范柔锦对于苏浩的态度，他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原本还觉得有些疑惑，只是一首歌的时间，两人就这么在一起了，现在却有些顺理成了。因为范柔锦一直都是白棋的狂热粉丝，不只是范柔锦，便是于素其实也是，只是他的性子比较素，脸上也没有表现出来什么，让苏浩也没察觉到语气之中的不同。反而苏浩哑然失笑地说道：难道就不能因为魅力吗？他对于范柔锦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也就不再说这个话题，而是说道：那么现在相信我了吗？相信。李安这回才回过神来，他吞咽了下口水，看向苏浩的眼神都不太一样，而后拉了一下于素：我跟素素说几句话，请便。苏浩也不多说，李安拉着于素来到旁边，表情变得郑重起来：于素，你这次不能再任性了，必须要同意。我知道你喜欢白棋的歌，也喜欢白棋，想想未来白棋给你写歌是什么样子，那感觉不好吗？于素面色平静地看着李安：你懂不懂什么叫机遇啊？这就是啊，多少歌手梦寐以求的事情。李安压低声音：我知道你是因为跟我签约的问题，但那我不问题，我也会想办法进去的。他那边工作室肯定不会错过我这种优秀的经纪人。谁说我不去了？于素淡然地说道：我肯定会加入。你别不去，你要啊？李安还在自顾自的，反应过来后，一脸呆滞地看着于素，感情他刚才就是想多了，还以为于素这个人性子会因为跟自己当初的约定放弃这个机会呢。他们当初签约的时候，李安帮了于素很大的一个忙。于素说过，这辈子只会认李安一个经纪人，那可是白棋，就算他不要你这个经纪人，我也会去的。于素说着就往前走去，好像是真的认定要加入了，哪怕李安被踢出局也在所不辞。这种态度让李安有些傻眼，他连忙追上，可还没等李安开口，就听于素说道：我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李叔也必须跟我一起加入，而且是10年合同。好，苏浩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伸出手欢迎加入，于素也伸出手，两人手轻轻握在一起。苏浩笑了一下说道：明天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校庆。校庆？于素疑惑。第69云阳校庆。次日，苏浩跟于素出现在了音乐学院门口。虽然暑假还没有结束，但此时的云音一点都不冷清，甚至比开学时还要更加热闹。除了云音的学生之外，还有不少各界人士出现在这里。苏浩远远地看见了站在校门口的于素，连忙跑了到了他的身边，歉意道：抱歉，我来晚了。于素摇摇头：没事，我也是刚刚才到。于素今天穿了件白色衬衫，下半身则穿着一件浅蓝色牛仔包臀裙，她脸上没有化妆，只是涂了点粉色口红，脸上依旧是那副淡淡的表情。她转过头看着张灯结彩的云音，眼底闪过一抹复杂。我已经好久没有回来过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走出校园，还是那个一心沉迷音乐无忧无虑的于素。于素和范柔锦都是从云音出来的。校庆这件事
是在音乐鉴赏会，陈院长邀请苏浩来的，这次顺便把入职办了。苏浩笑了一下，走吧。由于今天是云音校庆，外界来了不少人回来参加这次的校庆活动。苏浩和于素走进来的时候，门口的安保人员先是检查了一下苏浩的邀请函，确认无误之后，才放他进去了。刚走进门口，一个戴着绶带，上面印着云音欢迎您的学生走了过来。这名学生十分热情，领着二人朝着学校的大礼堂走去。不得不说，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音乐学院，云音的环境是相当不错的，绿树成荫，景色优美，偶尔还能听到一两声虫鸣鸟叫。一路上，于素都很沉默，只是时不时在打量着四周，似乎在怀念着什么。于素就是这么个性格，苏浩也没有强行找话题，气氛倒还算是和谐。在路过一片湖泊时，于素转过头看着苏浩，问道：为什么邀请我来这？校庆，他很多年没有来参加过了，要不是苏浩的邀请，于素恐怕连今天是云音的校庆都忘记了。等会你就知道了。苏浩卖了个关子。于素轻轻眨了眨眼睛，有些疑惑，但最终还是没有追问。两个人跟在云音学生的后面，很快来到了云音礼堂。云音礼堂的占地面积不小，粗略估算一下，至少也能容纳1万人。苏浩来的时候，里面已经坐着不少人了，都是为了这次的校庆而来。于素安静地站在苏浩身边，淡淡的扫了一眼礼堂中的空位，靠近前排的地方已经被坐满了，就连中段的位置也被坐了个满满当当，只有最前面几排和后面几排还空着。前面几面都是校领导以及各系教授坐的地方，后排的座位此时也有不少人冲着那边去，要是再不快点，恐怕就只能站在走廊上看了。于素指了指后面2个座位，我们坐那吧，我们来得太晚了，只能坐那了。说着，于素抬腿就朝着后排的位置走去。苏浩连忙拉住了他，等等。于素回过头，不解地看着他。苏浩松开了他的手腕，你和我走就是。于素虽然不解，但还是跟在了苏浩的身后。苏浩带着于素朝着礼堂第1排走去，礼堂中不少人都朝着他看了过去，眼中带上了点好奇。今天可是云音校庆，能进来的除了本校的学生，还有一些音乐方面的大佬。云音校庆的档次和一点都不比前天的音乐鉴赏会差，只能来这的，除了学生之外，在外界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般人要是没点本事，还真进不来这次的云音校庆。无数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苏浩和于素的身上，学生们都好奇地打量着他们，生面孔，而且还很年轻。因此，当苏浩带着于素坐到第1排的时候，不少人都悄悄议论着他们的身份。他们本来以为这人可能就只是坐在前4排或者前3排的位置，前4排大多都是学校的老师，或者是一些在音乐界小有名气人物，却没想到苏浩竟然直接坐到第1排。第1排，那可是校领导，亦或者是在音乐界中拥有极高名望的人坐的位置。所以，学生们开始偷偷议论了：这人是谁啊？居然坐第1排？不知道，不过我猜测，他们可能是一个超级富二代。怎么可能？就算是富二代，最多也只是坐在第3排和第4排的位置，那就不知道了。然而让学生们震惊的还在后面。苏浩被这么多目光盯着，虽然他的心理素质极强，但此刻也仍然感觉到有些如芒在背。于素也有些不自在。苏浩正琢磨着是不是要换个地方坐的时候，陈院长走过来了，他的身后则跟着曲音和央音的2位院长。陈院长远远看见苏浩，脸上就挂起了笑，连忙走过来和苏浩握了握手。苏浩，欢迎来到我们云音，我今天实在是太忙，没能亲自去接你，实在是抱歉。苏浩摆摆手，没事没事，刚刚进来的时候有位同学引路，也没费多少功夫。其余2位院长也和苏浩握了握手，脸上的表情都很高兴。3人坐在了苏浩的身边。陈院长指了指2人，笑道：他们本来都要回去了，听说这次校庆你也要来，还会上台表演，非赖在我这不走了。苏浩要演奏，那我们可不能错过。央音院长插嘴道。曲音院长也点了点头，一脸赞同。苏浩谦虚道：这是我的荣幸。陈院长哈哈一笑，突然看在了一旁似乎有些忐忑的于素，问道：苏浩，这位是？他是我工作室的艺人，也是柔景的大学同学，他坐在这里，陈院长不介意吧？苏浩道。陈院长摆了摆手，摇头道：怎么会介意呢？原来是柔景的同学，那也就是咱们云音的学生了。你好你好。说着，陈院长微微轻身，朝着于素伸出了手。饶是性格淡泊的于素，此时也有些受宠若惊，连忙和陈院长握了握手。除了陈院长之外，其余2个人他知道是曲音和央音的院长，
3个人在音乐方面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了。没想到苏浩和他们这么熟络，甚至于素总感觉3位院长在苏浩面前的姿态似乎放得很低，这是为什么？第70，众人的疑惑，就算苏浩就是白棋，也不至于让3位院长这么对待吧？不知道为什么，于素总觉得似乎还有其他原因，带着淡淡的疑惑。于素安静地坐在苏浩的身边，听着苏浩和陈院长之间的交流。3位院长对待苏浩的这副姿态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众人好奇地打量着苏浩，毕竟能够让3位院长如此特殊对待，说明这个人的身份肯定不会太低，这也引起了众人的猜测。我看错吧？另外2位可是曲音和央音的院长啊，他们怎么也过来了？而且似乎很尊敬这个人。前天有场音乐交流会，就是3位院长联手举办，他们来参加云音校庆，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前天的事情我也听说了，好像当时有个人弹奏了2首钢琴曲，就连艾伯特教授都夸赞他呢，还邀请他去多维尔学院任职。什么人这样牛逼？我倒是知道这个人，前阵子大火的那首《那些年》就是他的，范柔锦的有几首歌曲也都是他创作的，叫做苏浩。你们说前面坐着的是不是就是在鉴赏会上引起轰动的？那更不可能了。苏浩虽然在流行音乐方面很有才华，但是别忘了，这可是钢琴，是古典乐，隔行如隔山。他要是在钢琴上真的有那么厉害，也不至于跑去搞流行音乐吧？说的也是。前排，陈院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差点忘了告诉你，等会艾伯特教授也要过来。苏浩有些惊讶，艾伯特教授，他不是参加完音乐鉴赏会就回去了吗？陈院长摇头，上上下下打量了苏浩一眼，忽的一笑，你呀，还真是低估了自己在钢琴方面的魅力。艾伯特教授，这次可是为了你这次的演奏，特地在云城多待了几天，就为了听一场你的演奏。对了，他今天也要在现场演奏你之前弹过的那2首曲子。说起来，他还要谢谢苏浩才是，毕竟艾伯特教授的演奏对于这些学生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苏浩倒是没有想到艾伯特居然会为了他特地来参加云音的校庆，他有些无奈，我就只是上去弹奏一曲而已。没想到陈院长十分严肃地看着他，苏浩先生，那可不行。陈院长连尊称都用上了，您这次来我们的学校意义重大，经过学校的商讨之后，我们将把您之前弹奏的2首曲子列入教学素材，让学生们联系。所以这次台上，我们是希望您能够大概讲解一下对于钢琴这方面的独到见解的。虽然陈院长承诺过苏浩不需要来学校讲课，但是他既然来了，他自然也不可能放过。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不仅艾伯特教授来了他们的学校，苏浩也将上台演奏，这对于他们云音来说将会是历史性的一天。可是钢琴只是我的爱好，我对钢琴方面的理解肯定是比不上你们的。苏浩连连摆手。陈院长立即说道，放心，你是这2首曲子的原创作者，你就上台随便讲2句，要不了多长时间的，就讲讲之前你弹奏的曲子的重点就行了。而且我们华夏还没有出过一首知名曲目，我们一致认为你的曲子有这方面的潜力，就连艾伯特教授对你的曲子都喜爱不已，还要将其带回多维尔学院，到那时你的曲子一定会被传播出去。所以今天你的发言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苏浩见推辞不过，只能无奈的点头答应了。一旁一直听着他们对话的于素，此时早已经不能用震惊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了。虽然他不是钢琴专业，但好歹也是从云音出来的，耳濡目染之下也知道一些名人的事迹。那可是艾伯特教授啊，钢琴界的传奇人物。而且艾伯特教授还邀请了苏浩去多维尔学院任职，这是于素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苏浩不仅在流行音乐上面很有才华，在钢琴方面居然也有这么深的造诣。虽然他没有听过苏浩的演奏，但是能够被3位院长和艾伯特教授如此对待的，水平肯定不会差。没一会，艾伯特从礼堂侧门进来了，他的出现引起了礼堂的一阵轰动，众人站了起来，对着艾伯特鼓掌，后排的人更是伸着脖子，想要看清这位知名的钢琴大家到底是什么模样。艾伯特面色沉静地走了过来，然而在看到苏浩时，却是双眼一亮，快步走了过来。艾伯特对着苏浩伸出一只手，有些激动地说道，真是好久不见啊，苏浩先生，我回去之后一直在研究你的那2首曲子，不得不说，这2首曲子实在是太美妙了。艾伯特之前对于华夏的钢琴水平一直是有些轻视的，直到遇见了苏浩，艾伯特这才认识到自己的眼界是多么的狭义。
艾伯特如此殷切地对待苏浩，这也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几乎所有人都将视线集中在了苏浩身上，似乎是想要从他身上看出个洞来。苏浩站起了身，和艾伯教授握了握手，用英语回道：“客气了，艾伯特教授，很期待您今天的表演。”艾伯特微笑道：“我回去之后，一直都在练习你的2首曲子，等会上台了，如果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还希望你能够指点一下。”苏浩连忙摇头：“不敢当，不敢当。”艾伯特又道：“苏浩先生，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来我们多维尔学院。”抱歉，艾伯特教授，我的心思并不在教学上面。苏浩再次拒绝了艾伯的邀请。艾伯特十分遗憾。好吧，苏浩先生，祝你前程似锦。和苏浩交谈完毕之后，艾伯特就坐在了央音教授的身边，和苏浩隔着2个人。经过这么一出，现场变得十分安静，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他们疑惑地看着苏浩，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怎么连艾伯特教授都像是粉丝看到偶像一样，如此的狂热？第71万众期待。此时，苏浩已经成为了现场的焦点。他到底是谁？艾伯特身上的光芒像是被苏浩夺取了一样，众人的眼光像是探照灯一样，来来回回地扫射着。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不仅是3大音乐学院的院长，就连艾伯特教授对于苏浩的态度都放得这么低。于素坐在苏浩的身边，将他们的对话听了个清清楚楚。他脸上的表情已经无法维持像之前那样的平静，他心如肋骨，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认识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于素看着苏浩，心中五味杂陈。他有种预感，自己的未来恐怕会因为苏浩的出现，从而发生巨大的变化。具体会怎么样，一切都还是未知。于素深吸了一口气，将自己纷扰的思绪压了下去。很快，演出开始了。主持人上了台。由于这次是校庆，参演的学生并不少，使用的乐器也是五花八门。苏浩听得津津有味。不得不说，云音的学生音乐水平还是很高的。这次的校庆表演也都使出了全力，学生们的表演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很快，主持人上了台。接下来邀请的这位，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就是来自多维尔学院的艾伯特教授。让我们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啪啪啪啪，很多人都等待着这一刻，努力地拍着手掌，掌声更加激烈了。在掌声之中，艾伯特走上了台。他这次并没有直接弹奏，而是在坐下之后，对着话筒说道：“很荣幸来云音学院，这次的华夏之行给了我很大的惊喜，我也十分高兴从苏浩先生这里得到了如此优秀的曲子。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弹奏来自苏浩先生的卡农和升 C 小调幻想即兴曲。”艾伯特在演出时很少发言，这还是第一次开口讲话。不过，主持人很快反应了过来，将艾伯特说的话对着众人翻译了过来。同时，主持人也补充道：“卡农和升 C 小调幻想即兴曲这2首曲子，正是在前天的音乐鉴赏会上大放异彩的那2首曲，是来自苏浩先生的创作。这2首曲子水准之高，获得了业界许多大佬的高度赞扬。现在，让我们欢迎艾伯特教授为我们弹奏这2首曲子。”啪啪啪啪啪，掌声再次响起。前天的音乐鉴赏会，很多学生自然是知道的。至于鉴赏会中发生的事，学生们也只是略有耳闻，具体的情况就不清楚了。这时，许多学生才知道了这2首曲子的背景，也知道了这2首曲子的名字叫做卡农和升 C 小调幻想即兴曲，以及这2首曲子的作者苏浩。许多人都期待地看着艾伯特教授。这次礼堂中在座的大部分可都是冲着他过来的，也有一部分人忍不住低声讨论。听说曲子的水平很高，现在由艾伯特教授弹奏，我更期待了。我也是，不过我倒是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曲子，能够让艾伯特教授都如此称赞。作曲人叫做苏浩，听起来是个华夏人的名字，真好奇苏浩到底是什么样。另一边，艾伯特教授的演奏开始了。先是卡农，卡农这首曲子很简单，艾伯特自然是不在话下，轻轻松松就弹奏完毕了。接下来是难度极大的升 C 小调幻想即兴曲。自从艾伯特教授拿到苏浩的2首曲子之后，这2天里，他一直在没日没夜地研究着这首曲子。光是练习，艾伯特教授已经弹奏了上百遍，因此无论是演奏技巧，整体曲子的意境，已经被艾伯特教授拿捏得死死的。当然，如果要和苏浩相比较的话，那还是差了点意思。但在其他人看来，艾伯特教授已经演奏得相当完美了。如此复杂的曲子，依旧能够被艾伯特教授完美演绎，要是放在他们身上，他们肯定是做不到的。
不少人完全沉浸在了艾伯特教授的音乐里。在场的有不少人都懂得钢琴，他们能够听出来，前面那首卡农虽然十分简单，但是节奏欢快活泼，表达出来的寓意也很好。而后面这首曲子不仅结构复杂，整体情绪也令人动容。现场不少人甚至都有自己上台去弹奏这两首曲子的冲动。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把这两首谱子给拿到手。不少人心里都冒出了这样的想法。很快，艾伯特教授的演奏结束了，他按下最后几个音符，从自己的世界中走了出来，长舒一口气。他再次对着话筒说道：非常感觉苏浩先生创造出了如此动人的曲子，我相信这两首曲子一定会在钢琴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他站了起来，对着众人鞠了鞠躬。啪啪啪啪，众人再次鼓掌，神色都很兴奋，实在是没有想到两首曲子居然这么好听。艾伯特演出结束，陈院长此时拿着话筒走了上去，众人有些疑惑地看着他。艾伯特的表演虽然结束了，但后面还有其余一些演出。陈院长在这个时候上去做什么？陈院长站在台上，对着话筒轻咳了2声，眼神苏浩说道：非常感谢艾伯特教授带给我们的演出。实际上，这两首曲子的作者本人在今天也来到了我们学校，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苏浩先生。众人环顾四周，眼神在一个个陌生的脸上扫过，都在好奇到底谁是苏浩。陈院长一脸激动，继续说道：相信大家也都对这两首曲子的作者感到十分好奇，大家想不听一下本人的演奏？想。掌声响起，众人异口同声的大喊道。众人都一脸期待的看着陈院长，这两首曲子如此好听，大家自然也都十分渴望作者本人能够亲自演奏一次。曲音、央音的院长以及艾伯特教授也都一边鼓掌，一边眼神看向了苏浩。虽然已经听过了苏浩的弹奏，但是在此刻，他们仍然想要再听一次。好，下面就有请卡农和升 C 小调幻想即兴曲原曲作者苏浩先生上台演奏。陈院长扬起一只手，激动的大喊道。苏浩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第72音符跳跃的世界。苏浩神色平静地朝着舞台走去，他的身上只是穿着一件白色短袖，下面是条休闲裤，整个人看起来很随性，丝毫看不出有艺术家的气质。但是当苏浩坐在钢琴椅的瞬间，他的气质瞬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衣服依旧还是那个衣服，人也是那个人，可就是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扑面而来，让人感觉到一种极致的优雅跟自信。大师艾伯特忍不住喃喃自语起来，他本来就是一个真正的钢琴家，而且还是那种世界级的钢琴大师。可是看着苏浩，艾伯特觉得自己这个大师只是聚光灯下各种称谓加持之下的大师而已，是真正的虚名，而非实质的大师。苏浩这种才是真正的大师。演奏之前仅仅只是如同普通人一般不起眼，可当他站在钢琴面前，那么就是真正的大师。这是钢琴赋予他的，也是一种从内到外引发的一种气质，自信到极致的气质。这也是华夏跟其他国家不同，藏于内，显于外。曲音院长也在喃喃自语，这种优雅，他只是在昔日著名钢琴大师身上看过，那位在钢琴领域是真正的殿堂级人物，只可惜英年早逝。但如今苏浩再度带给了他那种感觉。于素也是眼神发亮的看着舞台中央的那个男人。如果说此前只是觉得苏浩是真正的大人物，那么现在就不在意苏浩的身份，而是才华。一如此前第一次看见苏浩写的歌后的想法，是最为纯粹的仰慕。不只是他们，便是全场所有人也都心神有些站立的看着苏浩，那种气质，那种优雅，那种自信，让他们产生浓郁的期待。哪怕骄傲如央音院长这种人，都忍不住惊叹。看来我可以让开位置了。艾伯特笑着说道，他感觉自己完全被忽视了，或者说自己的光芒完全被苏浩遮掩了。这个时候，其他人才注意到艾伯特也一直在坐着，可刚才伴随着苏浩坐下来，却是给了一种只有他一个人的感觉。那不是聚光灯的效果，而是一种气场上的压制。艾伯特走下去的时候，也在轻笑着对着身边的几位院长说道，苏完全把我压制住了，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被人忽视的体验。如果他能专精钢琴，未来必然是引领钢琴领域的一个大师。可惜的是，他好像更喜欢流行音乐。流行音乐，那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存在。央音院长忍不住摇头说道，这是一种浪费。他是央音的院长，更是老派院长，自认为钢琴古典之美才是真正的美，对于流行歌曲根本看不上，因此听到这句话就脸上忍不住露出惋惜的表情。反观曲音院长跟陈院长就没有这么多想法，
他们可没有什么门户之见。虽然也惊叹苏浩在钢琴方面散发出来的气质跟实力，但是更加在意的只是苏浩这个人，而非在意苏浩做什么。这就如同传统作家看不起网络小说作者一样，其实本质没有高下区别，真正的区别只是人而已。也就在这时，叮叮叮，犹如流水一般的清脆音符缓缓响起，那是一种让人心情宁静的感觉。这一首也彻底让所有人见识到了苏浩的功底，一个真正的钢琴大师，仅仅只是一个前奏就足以让人心神彻底陷进去，只是其他人只是陷入进去，曲音院长、央音院长这些人却不是，他们仿若真的看见了一片草原，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阳光的温柔。这种近乎身临其境的前奏，堪称神乎其神。这也是苏浩的能力，身临其境。叮叮叮，伴随着更多的音符在所有人耳边跳跃，艾伯特也渐渐感受到了那片梦幻一般的世界。他宛若真正的进入那个世界，音符在跳动，世界在起舞。简单的音符竟然能够构造出如此优美的世界。央音院长闭上眼，陶醉起来。他此前那种情绪被彻底抛出脑海，唯有享受。同时，于素、陈院长、曲音院长等人也都是闭上眼享受。在场所有人更是脸上忍不住流露出笑容，他们彻底陷入到了那种奇妙的世界，独属于升 C 小调幻想即兴曲的世界之中。那是对于一切美好幻想的世界，也是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梦幻世界，让人如痴如醉，无法自拔。呼，一阵微风袭来，不知何时钢琴曲已经结束了，但是所有人都没有睁开眼睛，仿佛在回味刚才那种美妙的感觉，甚至微风的声音在此刻都是如此清楚。足足20多秒后，于素第一个清醒过来，他满脸崇敬的鼓掌，啪啪啪，伴随着这个掌声响起，雷鸣一般的掌声彻底响彻。此刻，不管身份高低，不管贫穷贵贱，所有人都在疯狂的鼓掌，他们发自内心的为刚才那个世界而鼓掌。艾伯特更是直接站起身，使劲的鼓掌，眼神之中更是充斥着惊喜与满足。曲音院长、陈院长同样如此，一向高傲的央音院长更是脸色通红的鼓掌。好，一时间，鼓掌占据了整个大会堂。只是伴随着苏浩站起身，掌声也渐渐停止。他看着台下的所有人，轻声说道：“卡农这首曲子，我就不弹了。”这话让所有人脸上都流露出错愕与失望。为什么不弹了？这是所有人的疑惑。唯有艾伯特好似明白了什么，他开口说道：“这是因为卡农不适合吧？”不适合。陈院长也明白过来，的确，就刚才苏浩那种感染力，如果弹奏卡农这种的话，恐怕所有人都会泪流满面。虽然谈不上什么丑态，但是在校庆这种节目上的确不适合。只是就在陈院长准备说话的时候，苏浩却是看向于素，伸出手：“我会弹奏一首全新的曲子，并且邀请于素作为演唱。”第73。大鱼，数千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苏浩。陈院长先是微微一愣，旋即很快反应了过来，双眼不由得一亮：“你的意思是说，这又是一首全新的原创曲目吗？”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陈院长的声音激动的都有些颤抖，眼神无比期待地看着苏浩。距离音乐鉴赏会才过去了不到2天，苏浩竟然有创作出的新的曲子。不得不说，陈院长见识过这么多所谓的天才，可没有一个人的才华是能够比得上苏浩的。台下的观众也鼻息凝神地看着苏浩，艾伯特更是伸长了脖子，视线紧紧地锁在苏浩一个人身上，恨不得现在就走到苏浩身边，然后近距离地欣赏着苏浩即将弹奏的这首曲子。整个礼堂变得真落可闻。经过刚刚苏浩的弹奏，每个人对于苏浩这首新的原创曲目都变得十分期待。所有人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苏浩的身上，除了于素，他此时坐在台下，对上苏浩投来的视线，眼底有着淡淡的惊愕。要上台表演这件事，苏浩根本就没有和他提过，他甚至都不知道苏浩要弹奏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子。于素有些不明白苏浩的意图。突然，于素想起了之前刚来到学校时自己问苏浩的那个问题，他问苏浩为什么要带他来这里，苏浩当时卖了个关子，并没有回答。难道这就是苏浩的目的，要给自己的一个考验？不管怎么说了，自己现在都已经是苏浩工作室的艺人了，苏浩想要给自己一点考验，那也是十分正常的。想到这里，于素反而安心了下来，站起身，朝着舞台上走去。舞台上，面对陈院长的问题，苏浩轻轻点了点头，是的。只不过苏浩的眼神清扫在每个人的脸上，看着表情不一的众人，微微一笑，只不过我这次带来的曲子并不是传统的古典乐，而是一首流行曲。流行音乐。所有人的脸上都扬起了一抹疑惑，古典乐不搞，反而跑去研究流行乐，
央音院长心中轻叹了一口气，只觉得有些失望。他本来以为苏浩还会继续演奏古典乐呢，这样的话，说不定在此次校庆上又能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惜了，但这是苏浩的意愿，他能够上台来弹奏一首钢琴曲，已经很不错了。没有人能够强迫他去做什么。好的，那么就有请苏浩为我们来带这首。突然发现自己还不知道苏浩即将表演的歌曲名字，陈院长将话筒递到了苏浩的嘴边。苏浩看了一眼已经走在舞台的于素，开口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鱼》。”于素走到了苏浩的身边，苏浩并没有和他多做解释，而是从怀里掏出准备好的歌词和谱子，递给了他。苏浩对着他低声道：“你先看一遍，等会我们直接唱。”苏浩和于素在台上准备着，陈院长此时也已经回到了座位上。陈院长看着身边央音院长脸上的表情，不禁调侃道：“怎么看你很失望的样子？”央音院长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我是没有想到他会演奏一曲流行音乐，如果是一首新的古典乐就好了。”在央音院长心中，古典乐自然是高于流行乐的。苏浩在钢琴上有这么高的才华，那么就应该好好的研究古典乐，为华夏的古典乐添砖加瓦，而不是去搞什么流行乐，这是一种浪费。说不失望那是可能的，倒不是对苏浩失望，而是对于听不到新的古典乐曲而感到失望。陈院长却是呵呵一笑：“咱们先看着吧，说不定他还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呢。”央音院长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陈院长扭过看向了艾伯特教授：“艾伯特教授，苏浩即将表演一曲流行音乐，不知道您怎么看？”台上，苏浩已经坐在了钢琴前，于素手中拿着稿子，二人似乎已经准备好了。艾伯特伸出手，鼓起了掌，在听到陈院长这句话之后，对着他笑了笑了，下巴上的胡子都跟着他的表情而颤动着。流行音乐，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听说他似乎在这方面上已经取得了一小部分成就，所以我相信苏浩先生，即便是流行音乐，他也能够做到和别人不一样。陈院长挑了挑眉头，有些惊讶地看着艾伯特。他本以为艾伯特的想法会和央音院长一样，觉得流行音乐是种不入流的东西。令人意外的回答：叮叮叮。这时台上传来了几个优美的音符，苏浩埋着头认真地在黑白琴键上弹奏。前奏一出，一种悠然静谧的感觉扑面而来，众人眼前仿佛出现一片灿烂的星空，又像是一汪幽蓝的大海，辽阔空灵。仅仅只是一个前奏，就让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悠扬的旋律渐渐响起，于素看着手中的这份歌词和谱子，在钢琴声响起之后，自己心中的那份紧张像是瞬间被抚平了一般。他深吸一口气，轻轻张开了口，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叮叮叮，于素那空灵悠扬的嗓音响起，众人的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只大鱼，自由地在海中嬉戏，一个个音符在苏浩的指尖跳跃，唯美、哀愁，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于素独特的嗓音，细腻的演唱，随着浅唱低吟，将这首歌中的故事娓娓道来。于素也被自己的情绪带动，不由得闭上双眼，在没有歌词的部分，伴随着悠扬的琴声，轻轻哼唱起来。台下，艾伯特看着台上的二人，神情恍惚，不由得喃喃道：“多么动人的旋律！”陈院长、曲音院长，甚至是一开始有些失望的央音院长，此时都已经闭上了双眼，沉浸在苏浩和于素给他们带来的这场听觉盛宴。直到苏浩按下最后一个音符，于素也收了声，他摸了摸有些湿润的眼角，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自己竟然流泪了。台下足足过去了1分钟，众人才从刚刚的情绪一点点抽离出来。第74震惊全场，也还有不少人此时正闭着双眼，沉浸在刚刚的情绪中，回味着苏浩带来的演奏。苏浩站起了身，拿起话筒，轻声道：“谢谢各位，这就是我新创作出的曲子《大鱼》。”礼堂中再次爆发出一阵剧烈的掌声，这次的掌声比之前的更为激烈。陈院长激动的第一个站了起来：“好，这首曲子不仅十分有意境，而且还和钢琴完美结合。这首流行音乐是我听过最适合用钢琴弹奏的曲子了。”陈院长虽然并没有看不起流行音乐，但他在平时基本上也不会去特地关注流行音乐，但偶尔也会听一听。对于流行音乐，陈院长了解的并不多，但苏浩这首曲子，即便是陈院长都能够听得出来，这绝对是一首制作优良的流行曲。其余人也自发地站了起来，
为苏浩献上自己的掌声。众人都无比惊叹地看着台上的苏浩，发出一声声来自内心的赞叹。我是学习钢琴的，平时也喜欢古典乐。我之前一直觉得流行歌曲登不上大雅之堂，但这首曲子却打破了我对流行音乐的固有印象。它很美。我想起来了，范柔锦的最新专辑就是苏浩写的，他就是娱乐圈里最近刚刚崛起的新秀。原来是他。苏浩不仅流行音乐写得好，就连对古典乐也有这么深的研究。果然天才和我们普通人的脑袋是不一样的。听过他的演奏之后，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连艾伯特教授都对苏浩如此热情。我在想，为什么苏浩会来咱们校庆？他应该不是咱们学校出来的人吧？别想那么多，苏浩钢琴弹得这么好，肯定是院长特地邀请他来咱们学院表演的。曲音院长也站了起来，看着台上优雅从容的苏浩，不仅赞叹道，虽然我更加喜欢古典乐，但不得不说，苏浩的这首流行音乐就算是在娱乐圈里也是首屈一指的。曲音院长这下算是有些明白了，为什么苏浩明明有这么高的钢琴天赋，却非要去混娱乐圈。苏浩在娱乐圈里说不定能够飞得更高。艾伯特教授一边鼓掌掌，脸上露出迷醉的表情。多么美妙的曲子，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我却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感觉到了一种哀愁的情绪。多么美妙的歌曲。一首歌的最高境界就是，即便没有能够听得懂歌词，却依旧能够感染到别人。苏浩做到了，他不仅做到了，还做得非常好，如此的令人意外。即便是已经看过苏浩的表演，但是每一次苏浩都能让人耳目一新。正在这时，在一片掌声中，陈院长拿着话筒再次走上了舞台。于素见这里似乎并没有自己的什么事了，就走下了舞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现在全场的焦点都在陈院长和苏浩的身上。陈院长举着话筒，有点激动，非常好听的曲子，让我们感谢苏浩带来的这首《大鱼》。苏浩，不如你和大家讲讲你的创作过程。下面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一双双包含期待的眼神都看向苏浩。作为一群喜爱音乐的人，他们也都很想知道，苏浩创造出这么多歌曲都是从哪里来的灵感，而且这首曲子又都是如此的优美。苏浩淡淡笑了一笑，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无论是钢琴的技巧，或者说是对于钢琴的理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会比我更加专业。但是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音乐没有高雅之分，只要音乐能够带动人的情绪，哪怕只有一个人为此感动，它就能被称之为音乐。台下再次响起掌声。音乐没有高雅之分，说得好！有人激动地大喊了一声。所有人都觉得苏浩说的这番话实在是太好了。苏浩说完，又朝着众人鞠了一躬。正当他准备走下舞台之时，陈院长却抬手轻轻拦了他一下。苏浩的脚步顿住了。陈院长清了清嗓子，实际上我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台下的学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低声议论了几句，随后又很快归于安静，一脸好奇地看着他。陈院长见台下终于安静，这才缓缓说道，经过我方校领导的商议过后，我们将邀请苏浩先生作为我院钢琴系挂名教授。轰！台下瞬间变得嘈杂起来，一脸震惊地盯着苏浩来回打量。钢琴系的挂名教授，这可是云音啊！挂名教授的名头可不是那么好拿的，至少目前的云音里也就只有苏浩这一个挂名教授。学校这是给苏浩破了先例啊！然而令他们吃惊的则是陈院长的下一句话，将一众学生吃惊的表情看在眼里。陈院长这才慢悠悠地开口道，苏浩的实力大家都有目共睹，相信大家对于学校的决定也不会有什么异议。这次邀请苏浩先生作为我校教授，可是好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实际上除了云音之外，苏浩先生同时也担任了曲音和央音的教练。陈院长这段话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礼堂中安静了好一会，众人都在消化着陈院长的这段话，足足过去了3分，众人才理清楚这段话的真正含义。随后爆发出一阵阵吸气的声音。我没听错吧？一次担任3个学院的教授？不仅如此，这3座学院可是国内排名前3的音乐学院，太夸张了。我以后要是能够担任一个学校的教授就已经很高兴了，结果人家直接担任了3个。正常，你们也不看看苏浩是什么水平，就连艾伯特教授都十分赞赏苏浩。我要是院长，也会不留余力地邀请苏浩来学校。苏浩和其余2位院长则是有些意外，他们没想到陈院长会在这种场合公布苏浩的身份，这也说明了陈院长对于苏浩的重视。于素则是猛地瞪大了双眼，先前那副淡然的表情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第75，无福消受的热情。
于素看着舞台上苏浩自信从容的身影，轻轻咬了咬嘴唇。直到现在，他才注意到，苏浩并非云英毕业的人，但为什么来到了云英的校庆，还坐在了第一排的位置？原来，苏浩竟然已经成为了云英的挂名教授。这样一来，什么都解释得通了。可尽管这样，于素依旧是那么的不可思议。没有人能够想到，苏浩一个小小的流行音乐歌手，在娱乐圈中并不出名，却被国内3大音乐学院奉为座上宾。这件事说出去，恐怕没有人会相信吧。在一片掌声中，苏浩走下了舞台。苏浩的表演结束了，但舞台上还有一些学生要进行表演。苏浩玉珠在前，此时众人已经没有心情去看学生们的表演了，他们脑海里一直都是关于苏浩刚刚弹奏过的那3曲子，甚至在众人鼓掌的时候，也是稀稀拉拉的一片，远远不如苏浩表演时那么激烈。最终，所有的表演结束了，陈院长上台说了一些总结性的话术。这次的云英校庆就算是结束了。艾伯特再次和苏浩握手，眼神真挚地看着他。苏浩先生，看过你的表演，这次华夏之泪我也算是不虚此行了。苏浩微笑道，我也非常荣幸，艾伯特教授可以演奏我谱写的曲子。接着就是众人合照。合照时，苏浩干脆也将于素拉了过来，最后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大合照。后面又陆陆续续来了些老师和学生要签名。在一口气签下几10个签名之后，苏浩手都酸了，只能委婉地拒绝了热情的众人。众人虽然有些遗憾，但也理解苏浩。见时间差不多了，苏浩也和于素离开了。但是陈院长走到他身边，将2人拦了下来。陈院长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轻轻放在了苏浩的手上。苏浩接过钥匙，疑惑地看着他，这是？陈院长笑了笑，这个是我们学校内别墅的钥匙，你以后来云英想住下的话也方便。于素这回是彻底淡定不了了，微微睁大着双眼，看着苏浩手中静静地躺着的那串钥匙。云英学院很大，除了教师和学生宿舍之外，也有几栋单独的别墅。这别墅可不是谁都能住的。于素之前在学校待了4年，也没有听说过有谁能够住进这些别墅。现在陈院长居然把别墅让给苏浩住了，但对于苏浩来说，这串钥匙就像是烫手山芋似的。他对着陈院长摆了摆手，将钥匙塞回他的手里。陈院长，无功不受禄，我也只是一个挂名教授而已，没必要特殊对待。苏浩其实压根就没打算来学校教课，他再怎么厚脸皮，也不好意收下这栋别墅。陈院长笑了笑，道：既然来了我们学校任职，那该有的待遇肯定是要有的。而且这房子平时也没人住，空着也是空着，到时候你要是来这边办事，也算是有个休息的地方。陈院长自然也是有自己的考量的，只要苏浩能够住进这栋别墅，说不定顺便还能给他们学校的学生上1节课，哪怕只是1节课，也足以让学生们受益终身啊。还没等苏浩开口说话，其余2位院长也不甘示弱地凑了上来。曲音院道：苏浩先生，我们曲音附近也有一套不错的房子，您要是过来的话，也可以住在那。您要是觉得不方便，我们这边再给您配辆车，干脆再把司机再给您配上。央音院长上前一步，也轻声说道：我们央音这边房子也有，学校附近正好有个4合院，就是胡同那边路南走了点，不过没事，到时候给您配个助手，让他带您认认路。其余2位院长瞬间安静下来了，纷纷看向了央音。好家伙，4合院都出来了，这一套4合院价值少说也上亿了。央音这是仗着自己家大业大，明目张胆的拉人啊。艾伯特教授也一直没有离开，此时从翻译口中听到几人的交谈，也急忙凑了上来。苏浩先生，您要是能来我们多维尔学院任职，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单独给您配房配车。您要是觉得在那边生活不方便的话，生活助手和翻译我们也能给您安排上。还有，这又是车又是助手的。苏浩觉得他们越说越离谱，赶紧伸出了手，示意他们打住。苏浩无奈地摇了摇头，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这边可能是真的没有时间过去，就算过去了，恐怕也只是教上2节课，那么多资源给我实在是太浪费了，还是留着给需要的人吧。陈院长摆摆手，没事，这都是我们该做的。那2个老家伙的东西你不收，那我们云英的总要收吧，反正别墅也没人住，空着才是浪费。接着陈院长不由分说地将钥匙塞在了苏浩的手中。苏浩本想拒绝，但实在是推辞不过，只能先接受了陈院长的钥匙。其余2位院长见状，正准备继续劝说苏浩接受他们的东西，苏浩抬起胳膊看了眼时间，急忙说道：哎呀，我这晚上还约了人，快迟到了，就先不说了呀。3位院长，艾伯特教授，我先走了。说完，
苏浩对着众人挥了挥手，带着于素逃也似的离开了。三位院长看着苏浩急匆匆的背影，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央音院长惋惜的摇摇头，哎，真可惜，苏浩要是能去一趟央音就好了。曲音院长也十分遗憾，只希望到时候能够有机会邀请苏浩来我们学院吧。艾伯特连连摇头，心中可惜苏浩没能答应来都尔维学院。另一头，苏浩和于素走出了礼堂，来到了学校门口。苏浩擦了擦额头上并不存在的虚汗，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太累了。这三位院长的热情，他实在是有些无福消受啊。于素安静地站在他身边，神色中闪过一抹复杂。本以为只是一个流行歌手，却没想到有这么大的本事，就连三位音乐学院的院长都开出了那么好的条件，为的就只是想要苏浩留在自己的学院。直到这个时候，于素才隐隐约约明白，苏浩这个人恐怕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不简单。第76快破亿了，仅仅是白棋这个身份就足以令人震惊了，更别说苏浩现在已经是3个学院的挂名教授。于素隐隐有种预感，苏浩以后的成就肯定并不止眼前这么点。苏浩转过头，对上于素若有所思的眼神，笑了一下，走吧，我帮你叫辆车，今天辛苦你了。于素摇摇头，没事，李安已经在那边等我了，待会还有一个通道要跑。他指了指远处的一辆车，李安正坐在驾驶位上，对着苏浩扬了扬手。于素虽然不红，但平时也是有许多工作要忙的，今天为了和苏浩参加校庆，还特地把一些工作往后推了推。苏浩远远地对着李安点了点头，算作是打了招呼。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微笑道，好，那我就先离开了。二人告别后，于素上车离开了。苏浩正准备打车离开，突然手机一响，他拿起手机，是范柔锦打来的。喂。范柔锦迫不及待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了过来，苏浩，我这边忙完了，云音的校庆结束了吗？范柔锦本来是准备和苏浩、于素一起参加校庆的，只是今天早上突然被经纪人加了一个临时通告，所以没能来参加云音的校庆。结束了，我现在准备回去。苏浩道，好，那你快点回来，我在你家门口，没有钥匙，进不去。范柔锦压着声音，像是怕被什么人听到似的。苏浩一听也没多说什么，连忙挂断电话，打了个车就赶紧往回走。苏浩回到家的时候，远远就看见范柔锦戴着个帽子站在门口张望。范柔锦几乎是一眼就看到了苏浩，脸上扬起一个灿烂的笑容，朝着苏浩跑了过来。苏浩，你终于回来了。说着，范柔锦顺其自然地挽住了苏浩的手臂，拉着他就往家门口走。你怎么来我家了？苏浩问道。他本来以为在忙完工作之后应该就回自己家了，没想到他竟然又来了这里。范柔锦皱了皱鼻子，冲着他明媚一笑，嘿嘿，我没事做吗？就来找你了，快走吧，晒死我了。范柔锦回过头，拉长了尾音，撒娇似的说道。范柔锦今天穿的是一件吊带连衣裙，苏浩看了一眼在她的胳膊，那里已经被晒得通红。这丫头竟然在大太阳底下就这样傻傻的等了他这么久。苏浩心中有些动容，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二人进了房子，苏浩将空调给范柔锦打开，范柔锦啊了一声，随后舒服地趴在了沙发上。苏浩也坐在沙发上，长舒了一口气，轻轻闭上了眼。范柔锦看出苏浩脸上的疲惫，从沙发上爬了起来，轻轻靠近了苏浩，来到了沙发后面，双手搭在了苏浩的太阳穴上，给他按摩起来。苏浩今天确实是有些累了，被范柔锦这么一按，脑袋确实舒服不少，因此倒也没有拒绝。客厅瞬间安静了下来，只能听得见二人浅浅的呼吸声。直到10分钟后，苏浩睁开了眼。好了，辛苦你了。范柔锦摇摇头，坐在了苏浩身边，摇摇头，不辛苦，这些都是他心甘情愿做的。不仅不辛苦，他甚至甘之如饴。你应该还没吃饭吧？我去做饭。范柔锦留下这么一句，随后朝着厨房走了过去。苏浩看了一眼范柔锦在厨房忙碌的背影，随后打开了手机，登上了微博。他的粉丝数量几乎没什么变动，只是时不时的增添几个新粉丝，私信依旧是爆满，只不过大多是一些粉丝的示爱，依旧一些商家问他接不接广告的。苏浩没有理会，往下翻了翻，发现了几条不太一样的私信。苏浩先生，我是云音的学生，今天听了您的演奏，就在微博关注了您。您的曲子实在是太棒了，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得到这几首曲子的乐谱。苏浩先生，今天您在校庆上的表演非常棒，您那3首曲子可以分享出来吗？我想练习一下您的这几首曲子。苏浩先生，您今天的表演实在是太棒了。苏浩又往下扫了几眼，
发现这种评论并不多，零零散散的只有10几个。如果不注意，苏浩还真看不见这几条私信。苏浩又点开微博的搜索栏，搜索了一下钢琴相关的事，关于云音校庆的报道和新闻，自然是有的，只不过也就那么2、3家新闻发布了，而评论区也基本没有人讨论这次的云音校庆。不过这才是正常的，毕竟这是微博，是一个娱乐性的地方，更多的用户都是用它来追星的。钢琴这种事，别人不感兴趣，自然也不会去讨论。苏浩有点开热搜榜看了一眼，除了1、2件社会新闻之外，其余基本都是一些明星的各种宣传，或者是某个电视剧买的热搜。苏浩觉得无聊，就关掉了。他登上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的各平台音乐 App 看了眼，在看到榜单之时，苏浩目光微凝，心中涌出一阵小小的惊喜。他的2首曲子《夜曲》和《飞得更高》都已经登上了音乐排行榜。由于《夜曲》发布的要更早一下，所以成了排行榜第1，而《飞得更高》发布的晚，所以排在了第2位。苏浩嘴角勾起一抹笑容，看吧，自己的实力在这，就算金鼎和千音打压他，那又怎么样？千音现在恐怕已经气得吐血了吧。苏浩现在的感觉就是很爽。他又仔细看了一下自己2首歌曲的播放量和下载量，仅仅3、4天的时间，他在一个平台的单曲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下载量则是达到2000多万，接近4000万。这仅仅只是一首歌，一个平台的数据，几个平台总体数据加起来，播放量已经突破了8000万，下载量则是达到了6000多万。虽然不是没有明星到达过这个数据，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苏浩一样，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达到如此惊人的数值。多么恐怖的数据，相信要不了多久，他的总体数据就能够破亿了。苏浩心情很好，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点开了系统面板。第77，同床共枕，依旧是一长串的数据出现在了苏浩的面前。苏浩直接将目光放在了声望值那一行上面，声望值70265894。苏浩顿时浑身一震，激动地看着这个数值。此时要不是范柔锦还在厨房，他肯定已经激动地叫出声了。7000多万的声望值，可以让他进行70次的神级抽奖了。苏浩有一种突然暴富的感觉。7000多万，比他预计的已经高出很多了。虽然他各大平台的数据很好，但这些数据并不能够和声望值本身挂钩。毕竟有许多人都是单曲循环，一口气听上10几、几十遍也实属正常。但无论一个人听上多少遍，系统也只会计算成1点声望值。苏浩激动地搓了搓手，恨不得现在就进行一波抽奖。但此时范柔锦还在他家，实在不是适合抽奖的时机。苏浩只能暂时按捺住这颗想要抽奖的心。范柔锦在厨房里忙活了1个小时，终于端着菜出来了。这次范柔锦做的菜倒是少了一点，但依旧很丰盛。范柔锦做的菜很好吃，不得不说，他在的这几天，苏浩的生活的确是改善了很多。其实和范柔锦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也不错。不知怎么的，这个念头在苏浩心中一闪而过。吃完饭后，范柔锦收拾完碗筷，又洗了些葡萄，和苏浩坐在了沙发上。范柔锦将葡萄皮一颗颗包好，亲自递到了苏浩的嘴边。苏浩犹豫的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将范柔锦手上的那颗葡萄吃了下去。范柔锦心情很好，用纸巾擦了擦手上的汁水，随后笑眯眯的看着他。马上就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你的衣服准备好了吗？苏浩一愣，他倒还真是没考虑过这个。范柔锦看着苏浩这副模样，叹了口气，双眼中闪过一抹无奈。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意这些，放心吧，我已经让人帮你订好了衣服，过几天就送过来。苏浩点了点头，倒也没有多抗拒。其实他平时是不喜欢穿礼服这种东西的，就连去音乐鉴赏会和云音校庆的时候，也都是一身休闲服。但金曲奖这种场合，自然还是要正式一点的。范柔锦窝在沙发上，神态放松，比起她之前那副明艳美丽的模样，现在身上的气质显然柔和了不少。苏浩没忍住多看了2眼。说实话，这么一个大美女总是有意无意的聊自己，自己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心动的。这时范柔锦突然开口，到时候走红毯，不如你来当我的男伴。走红毯也算是金曲奖一个比较传统的事情了，女星们在红毯上争奇斗艳，为的就是获得媒体更多的关注。但像范柔锦这种地位的，绝对是焦点中的焦点，至少一个热搜是不会差的。我就是一个小人物。苏浩连忙摆手拒绝了范柔锦。他这么一个小人物和范柔锦走在一起，指不定要被媒体传成什么样。范柔锦摇了摇头，苏浩，等到典礼结束之后，到时候的热点恐怕就不是你的我的男伴这件事了。到时候
范柔锦没将话说完，苏浩却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白棋这个名字获得了金曲奖的提名，到时等到他出现在金曲奖颁奖典礼现场，那么所有人都将会知道自己就是白棋，自己的身份曝光，将会成为一记重磅炸弹。届时，无论自己和不和范柔锦走红毯，自己也将成为整个典礼的焦点。那么，和不和范柔锦走红毯这件事就变得不重要了。既然如此，那自己也没有理由拒绝范柔锦。于是苏浩点了点头，那好，到时候我们一起走红毯。范柔锦这下开心了，心中像是犯了蜜一样甜。无论苏浩到时候会不会接受自己，自己能和他走一次红毯，也算是一次珍贵的回忆。到了晚上，范柔锦再次以自己怕黑的借口挤到了苏浩的房间。苏浩虽然无奈，但拿范柔锦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任由他睡在自己的床上，自己打着地铺。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苏浩刚一睁眼，就看到了近在咫尺的范柔锦。范柔锦正搂着他的脖子，整个人都紧贴在他的身上，一双修长的双腿更是紧紧地勾着他的腰，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二人离得很近，苏浩甚至能够感觉到范柔锦浅浅的呼吸呼在自己的脸上。苏浩有些懵了，一时间脑子没反应过来。正在这时，范柔锦打了个哈欠，动了动身体，缓缓睁开了眼。他睡眼迷蒙，看见自己身边的苏浩之后，非但没有立即离开，反而是凑近了他。嘿嘿，苏浩。说着，范柔锦突然靠近，亲了一下他的嘴唇。第78变故，苏浩这回是彻底懵了。结果范柔锦还不满足，张开嘴在他的嘴唇上轻轻啃了2下。瞬间，苏浩感觉自己的身上像是过了电一样，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但不得不说，这感觉确实不错。范柔锦感受着嘴唇上的触感，原本还有些混沌的脑袋瞬间多了一丝清明。他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自己不是在做梦吗？怎么触感这么真实？下一瞬，范柔锦察觉到，这次不是自己在做梦，而是真的亲了苏浩，还啃了他2口。他猛地坐了起来，后退了好几步，整张脸通红的像是煮熟的虾子。我……范柔锦像是丧失了语言能力，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太丢人了，自己居然做了这种事情。范柔锦手无错误地站在原地，随后慢慢蹲在地上，捂住了自己发红的脸，不敢再看一眼苏浩。其实苏浩也有些尴尬，虽然范柔锦自从和他告白后一直都很主动，但他一直都没有答应过范柔锦。现在2个人却做了这么亲密的动作。之前范柔锦也亲过他，但也只是蜻蜓点水，这次却是有些暧昧过头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是我睡糊涂了。范柔锦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捂着脸不敢看苏浩，只能磕磕绊绊地说了这么一句道歉的话。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明明在床上，怎么醒来却睡在了苏浩身边。他是相信苏浩的人品的，他不可能对自己做这种事。这么一来，肯定是自己睡迷糊的时候，不知不觉睡到苏浩身边了。太丢人了。苏浩也不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只能低声嗯了一声。卧室一片安静，尴尬又暧昧的气氛在2人身边流淌着。叮铃铃，正在这时，苏浩的电话响了，打破了卧室里的这尴尬的气氛。苏浩暗中舒了一口气，也没看是谁打来的，抓起手机就接了起来，朝着门外走去。苏浩关上房门，来到了客厅，接起了电话。喂。对面沉默了几秒，这才说道：苏浩，你现在有空吗？我重要的事想和你说。苏浩听出来这是刘永泰的声音，心道8成是广告主题曲的事出了问题，也没多问，只是点头道：有。刘永泰将地址告诉苏浩之后，便挂断了电话。一番收拾过后，苏浩进了卧室，准备换件合适的衣服。一进去，范柔锦还在里面，身上穿着昨天那件衣服。他看见苏浩，脸蛋一红，低着头不敢看他。苏浩在这个时候也想起了刚刚2人之间发生的事，但此刻他已经没有心思想太多。他清了清嗓子，将自己不好的情绪压了下去，轻轻说道：我有事要出趟门，你是想继续待在我家，还是回公司？范柔锦一边用眼神瞟着他，咬了咬嘴唇，摆了摆手：没事，你忙吧。我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有个工作没有完成，我联系下经纪人，让他来接我。他现在哪有什么工作，现在只是随口胡诌了一个借口。苏浩点点头，随后抓了一件衣服去隔壁房间换上，随后就出了门。